江寒，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你以为给我钱是在帮助我？我告诉你，你这是在侮辱我的尊严。撕心裂肺的痛楚还未消失，记忆如潮水涌来。我重生了。看着眼前看起来清纯可人却趾高气昂的骄傲少女，江寒眼神变得恍惚。柳如烟，一个几乎占据了他人生大半时间的女人，也是他最爱的女人，至少曾经是。为他吃，为他狂，为他哐哐撞大墙。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整个江城一中的人都知道，江寒是个有钱又痴情的大冤种。柳如烟家里穷，江寒就出钱资助她上学。她想要什么吃的、穿的，无论有多贵，江寒都会第一时间为她买来。柳如烟一个平时连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生，被他呵护的比世界上99%的人都还要活得精致。后来虚拟游戏末日降临，在游戏中变强，就能在现实中获得超凡能力。世界秩序崩塌，人间如狱。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江寒依旧把柳如烟保护得很好。游戏初期，怕他升级有危险，江寒就花重金请人带他练级。他说装备不好，江寒不惜变卖所有家产，为他买来一件神器。有什么机缘装备，江寒也第一时间都想着的也是柳如烟，倾尽了无数的心血资源，硬生生将柳如烟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砸成了龙国神级强者之一。本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却没想到就在2人订婚的那一晚，他亲手掏出了江寒的心脏。江寒永远记得那个画面。他问他为什么，柳如烟手里握着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脏，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眼里充满了鄙夷，嗤笑道：江寒，你以为用钱就能买到我的真心？你以为给了我资源就可以对我道德绑架？你错了，我是接受了你的礼物，但不等于同意接受你的感情。我没那么廉价，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我自己一步步努力辛苦得来的。你那张有钱人的嘴脸只会让我恶心，你根本就不懂我。这世界上只有周涛才能明白我的苦楚，现在他要死了，我把你的心给他，也算你这废物有用了一次。你放心，你不是说爱我吗？等我把心脏给周涛，和他在一起之后，也能每天听到你的心跳。怎么样？这是我对你的恩赐，是不是很感动？那一刻，江寒心如死灰。哦，不对，他已经没有心了。原来这么多年的付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罢了。本以为会在痛苦和冰冷中死去，没想到老天开眼，给了他重新来过的机会。柳如烟，为了你，我不惜放弃了一切，全心全意为你保驾护航。神器、隐藏职业，哪样不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结果到头来，你说这是侮辱你、蔑视你、对你尊严的践踏。那这一世，我会收回你口中所谓的施舍和践踏，我倒要看看，光凭你那一文不值的骨气，还能不能有前世的成就？然后我会以牙还牙，让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死去。江寒内心冰冷不已，他捂了捂胸口，掏心之痛仿佛还残留在那。江寒，你聋了是不是？我说的话你听没听见？街边见到江寒站着发呆，手里的银行卡扯都扯不动，柳如烟皱了皱眉头，一脸的不喜。你是不是以为我缺你这点钱？我告诉你，我愿意收钱，那是在照顾你的自尊心和面子，懂吗？你要是再不放手，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江寒从回忆中抽离，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银行卡，这张卡里有足足20万，是这个月原本打算给柳如烟的生活费。要是在以前听到柳如烟说以后不用再来找他了，江寒肯定急切不已，各种小心解释，设法让柳如烟收下这笔钱。可现在嘛，照顾我的面子，我可去你妈的吧！江寒面色冷漠地将银行卡收了回来，冷冷道：你说的对，给你钱确实是我的错。哼，看来你也明白了吧？柳如烟撇嘴道：你都不知道我收下你的钱，心里是受了多大的煎熬。好多人背地里说我是傍富二代，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好。江寒差点都气笑了，将银行揣进兜里。那你以后大可以放心，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给你钱了，一分都别想。柳如烟一愣，准备接卡的手顿在空中。以前要这么说，江寒应该陪着笑把卡送过来才对啊，这又是在玩什么新套路？柳如烟觉得江寒肯定是在玩什么手段引起他的注意，但他现在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不想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其实我也不是那意思，以后注意就好了。看在你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的份上，这一次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的卡吧。说着，柳如烟理所当然地伸出手，等着江寒把卡送进手里。滚！江寒骂了一句，转身就走。他觉得自己以前是真脑残，怎么会一根筋的喜欢这种极品？是被下蛊了不成？柳如烟又是一愣，万万没有想到逆来顺受的江寒会是这个态度。他有些生气：江寒，你以为玩这种欲擒故纵的低劣手段就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走，以后就别再来找我。
而且我以后也不可能收你任何东西，你就是跪下求我也没用。闻言，江寒脚步一顿，随即转过身来，以为江寒回心转意，柳如烟立刻得意地笑了笑。看吧，只要自己动真格的，还不是随意拿捏？却没想到他只是伸手指了指，神情淡漠。我突然想起来，你脚上这双鞋也是我买的，既然你说不会收我的东西，那正好，脱下来吧。江寒，柳如烟神情一滞，随后又惊又怒，气得身体都在颤抖。你别以为2个臭钱就了不起，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向你屈服？周涛说的对，你从来都看不起我们这种底层人，我算是看透你了。送出去的东西就是我的了，你还好意思要回去？怎么，舍不得？江寒嘴角露出一抹讥讽。你……柳如烟黑着脸，咬牙将那双价值5位数的名牌鞋子脱了下来，恶狠狠地扔在江寒面前，浑身抖动如筛糠。江寒，记住你的所作所为，以后你就是跪下来求我，我也不可能再搭理你。那可真是谢天谢地了。江寒嗤笑一声，一脚将2只鞋踹到不远处的垃圾堆里，转身离开。身后，柳如烟发出刺耳的尖叫。现在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要跪下来求我，我或许会回心转意。江寒，江寒，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江寒全当狗吠，比起和这种绿茶婊纠缠不清，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充钱。按照现在的时间点，末日内测将会在1个星期之后开启，届时在内测的前1个小时会短暂开启充值系统，在此之前必须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第2章20亿资金到账，末日内测开启。回到家里，江寒拨通了一个电话。哟，这不是大情圣吗？怎么突然想起和我打电话了？电话那头响起一道令人生厌的声音。江寒神色冰冷道：少废话，江林，你不是一直想要我手上股份吗？20亿一次性出售，你买不买？你要卖股份？一听到江寒要卖股份，江林立刻就激动连起来。我肯定买啊，不过你那点股份也就值10个亿，卖20亿是不是太过分了？江寒寸步不让，就20亿，一个字都不能少。你不买算了，我联系别人出手。江林急切道：别，哥，你才是我哥，有事好商量。这股份你千万别瞎卖，20亿就20亿，5天内搞定所有手续，钱会到我账户上，以你江大公子的手段，应该没问题吧？江寒慢悠悠道。江林迟疑了一下，道：倒是没问题，不过这么大数额的现金，肯定需要打通关系，这钱肯定会有折损，再加上税务。江寒打断了他：那是你的问题，5天内我要看到钱，20亿少1分，你都别想拿到股份。说完便径直掐断了电话，丝毫不担心这场交易谈崩。江寒很清楚，没有人比自己这位堂哥更想要这些股份。江城一中的人都知道，江寒是个富二代，家产上亿，但没人知道的是，他的真实身份比起表现出来的还不简单。如今声名赫赫的江氏集团，华国的龙头企业，就是由江寒的父母当年一手所缔造，价值数千亿。真要论，即便是找遍全国，也难以找出几个比起江寒更豪横的富二代了。只不过10年前的一场意外，江寒父母双双亡故。偌大的财团，年仅8岁的江寒自然是守不住，被亲戚朋友瓜分殆尽，留给他的只剩下江寒父母早就安排好的一小部分股权和财产，零零总总加起来价值10亿有余。不出意外的话，也足够他富足的过完这一生。只可惜上一世他遇到了柳如烟，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亲情的缺失，才会让江寒会这么不费余力的对一个人好，以此弥补这份空缺。即便柳如烟伤他一次又一次，也依旧乐此不疲。如果江寒父母尚在，家庭美满的江寒不可能做出这么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不过都过去了。江寒摸了摸自己的心口，神色坚定起来。正因为太过渴求于感情，才让在上一世落得凄惨下场。这一次江寒不会重蹈覆辙，他会独自一人登上王座。当年的事故究竟是不是意外，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眼下江氏集团的争斗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谁能拿到江寒手上的股份，就会在公司里具备最大的话语权。也正因为如此，即便20亿是足足超出江寒手上的股权1倍的价格，但江寒敢保证，江林一定不会有半分犹豫。若不是考虑到资金必须确保在5天内到位，江寒甚至可以开出更高的价格。说实话，有点亏，但那点亏损对比起这20亿能在末日游戏初期带来的优势，也就微不足道了。带着前世的经验，江寒有信心将这20亿衍生出1000倍、万倍的价值。果然，正如江寒预料的那样，5天时间，江林就带着所有的手续迫不及待地赶来交易。确保资金到账之后，江寒才在逐一在几10份文件上签字。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想通了，但这对你来说
一定是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顺利拿到股权的江林心情大好，如此一来，整个江氏集团他所在的派系将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以后就安安心心做个有钱的可怜虫吧，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了。江氏集团以前是你爸妈的，但那都过去了。以后集团和你任何关系也只能握在我江林手里。给你这些钱，我也算仁至义尽。江林带着股权授权书，满意的离开了。哦，对了，出门前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回头道：看在都是亲戚的份上，我提醒你一句，别再和那姓柳的白莲花身上浪费时间了，他配不上你。不管怎么说，也是江家人，别跟条狗一样丢我们江家的脸面。江寒哑然失笑，只觉得荒诞不羁。是啊，就连一直觊觎自己股权的死对头都能看得出来柳如烟是个白莲花，怎么自己上一辈子就看不透呢？至于江林说的那些话，江寒压根没放在心上。看着账户中那一串长长的零，江寒笑了。等到末日降临，谁才有资格俯视谁，就拭目以待吧。欢迎来到游戏末日。目前游戏版本为内测阶段，玩家江寒，你很幸运地获得了内测资格。本次测试仅持续3天时间，3天之后将会开启公测版本。玩家江寒，请选择你的初始职业。周日和上一世一样，江寒点开了那道神秘的网址，进入了末日的内测版本。末日的初始职业有很多：战士、骑士、术士、农夫。上一世江寒选择的是骑士，因为当时他傻乎乎的觉得作为骑士心甘情愿守护在公主身边是一件很浪漫的事。这想法乍一看好像怪傻逼的，但是仔细一想还不如乍一看。江寒恶心的差点连早饭都给吐了出来，有一股成年以后翻到自己中二时期发的忧郁朋友圈的羞耻感。什么叫他妈的骑士守护在公主身边？那不铁备胎吗？再说了，他柳如烟算什么公主啊？就算是，那也是江寒一手给他抬进的城堡。可现在江寒只想送他进包房。狗比骑士，谁爱当谁当。我要当高贵的御兽师。江寒骂骂咧咧的选择了御兽师。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也是经过仔细思量的。因为御兽师是整个末日中公认上限最高的职业，甚至没有之一。前世江寒曾听闻华国一个顶级的公会仗着人多势众，得罪了一名神级御兽师。结果那人一怒之下，带着神级御宠暗渊巨龙，一人一龙，将那顶级公会硬生生杀到解散。其公会会长更是因为被击杀太多次，属性下降到了临界值，现实也一同嗝屁了。这种壮举，其他职业绝对难以望其项背。不过御兽师强归强，弊端也同样明显，培养御兽的花销实在太大，根本不是普通玩家能够承担得起的。像暗渊巨龙这种神级御宠，背后所要耗费的资源更是常人难以想象。但这对于江寒来说并不在考虑范围内。不就是钱吗？杰克马摊手。职业选择完成，请设定你的游戏昵称。叶寒。这也没什么好犹豫，一切都设定完成，白光一闪，江寒便出现在游戏当中。顾不得查看周围的环境，他立即换出了属性面板，忐忑不已地将视线挪到面板右下角。果然在那里见到了一个金灿灿的按钮，上面明晃晃地写着2个大字：充值。江寒顿时长长松了一口气，看来重生之后游戏的走向依然没有改变。那么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环节了。第3章，第2隐藏职业财神。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江寒伸手向金黄色按钮，然后恶狠狠按下，请输入你要充值的数额。江寒没有丝毫犹豫，拉满，必须拉满。如今他的账户上除了变卖股权得到的20亿之外，还有抵押了他名下那栋造价不菲的别墅贷出的5000万，加上本身就有的现金积蓄，一共22亿。充值的比例是1:1，也就是最后到手的金币会是22亿。这么多钱全拿来充游戏，若是让别人知道了，那绝必会骂一声脑残。可江寒很清楚，这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甚至可以说是天上掉馅饼。因为在3天后末日开启公测，映照现实，金币的价值会直线上升，直接来到1:10的比例。而这里的1是指金币。等到江寒真充值成功，那么他手上的22亿金币换算成现金等同于220亿，但真正的价值却根本难以用钱来衡量。因为由于充值系统只在内测时开放过10分钟，基本没有什么人会选择充值，就算有，也只是少量。等到公测阶段，玩家手上的金币数量有限，出钱买固然是可以买到一些，但像10亿这种量级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尤其是越往后，玩家们越是能明白金币的重要性，只会适当卖出一点维持现实开销，可没人会傻到把全部金币都卖出去，有价无市。尤其是这么多金币是作为游戏初期的启动资金。输入数字之后，江寒也不由得紧张了起来。按理说，
如果这么大的资金流动，一定是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不允许这么大的数额瞬间涌入某款游戏。但这毕竟是超出常理的末日，只不过究竟能不能成功，江寒心里也没底。片刻后，恭喜你充值成功，爽！看着面板上多出的那一串天文数字，江寒激动握拳。某位养企鹅的著名商人小马哥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充钱，快乐7天。此刻，江寒也算是真正体验了一把充钱的快乐。有了这么高的起点，再加上对于末日的了解，江寒有绝对的信心，单凭自己就能走到最高点，将那些举一国之力培养出的至强者踩在脚下。忽然，一道悦耳的机械声响起，叮！恭喜你，叶寒！由于你是第一位充值的玩家，并且单次充值金币超过了10亿，你解锁了唯一隐藏职业奖励。叮！识别到隐藏职业，已为你自动融合。叮！你现在拥有第2职业财神，当前职业为御兽师财神。卧槽！充钱也能解锁隐藏职业？江寒先是一愣，随即狂喜。在末日中，除了进入游戏时候选择各种职业以及后续的转职职业之外，还存在一些更加特别的职业。这些职业只有在完成了某些条件后才能解锁，也被称为隐藏职业。末日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隐藏职业不一定强，但最强的一定是隐藏职业。属性、天赋都不是普通职业能够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任何和隐藏职业有关的信息都能让无数玩家为之疯狂。尤其是现在江寒解锁的还是第2职业，这意味着他原有的职业并不受任何影响，既是御兽师也是财神。江寒立刻换出了第2职业的属性面板。职业财神，本命天赋财源滚滚 LV1， 财神最基本能力就是生财，你携带在身上的金币每天增加 1%。 本命天赋一毛不拔 LV1， 作为财神，你拒绝一切损失，你死亡之后身上的金币和道具将不会掉落。本命天赋鸿福齐天 LV1， 俗话说金钱最是养人，你拥有大量财富，运势极佳，幸运值加50。本命天赋魅力无双 LV1， 长得再丑的人只要出手阔绰就突然变得英俊了，你魅力十足，魅力值加50。本命天赋财神之力 LV1， 财神也是神，你具备神之力，每花费100万金币，随机属性点加1，每日上限100。我操！看完面板信息，江寒整个人亚麻呆住。他不是没有想过作为隐藏职业的财神会很强，但却没有想过居然能强成这样。这任意一条本命天赋拿出来，那绝对都是逆天存在。尤其是这些天赋还搭配了起来，那强悍程度让拥有前世经验的江寒都懵了。江寒擦了擦眼睛，确保自己没看错。不说其他，光是一个财源滚滚，以他现在22亿的身价，每天就能让他多出2200万的金币。再配合上财神之力，就是把这些钱扔着玩，每天都能白嫖22个属性点。每天22个属性点，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每天就能涨22个属性点，可谓是相当可怕了。花钱就变强，爽！至于一毛不拔，同样是神技。要知道，末日里死亡惩罚是极其残酷的，一旦玩家被击杀，全属性将会永久掉落 20% 不说，身上携带的装备道具和金币将会全部掉落。所以一般情况下，玩家都不会在身上带太多金币，而是存到 NPC 的钱庄里。但坑爹的是，和现实中不同，末日里的钱庄不但没有利息，而且还要向玩家收取高昂的托管费。存钱越多，托管费越高。就拿江寒来说，如果他将这22亿存进钱庄里，每3个月就要支付2200万的托管费，1年下来就是8800万。就存个钱，每年就要损失这么多，而且还要承担黑心老板卷钱跑路的风险，你说气人不气人？但规则就是如此，没法不遵守。所以对于金币的存放，一直都是玩家们头疼的问题。现在有了一毛不拔这个天赋，江寒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能肆无忌惮的把所有钱都放在享受财源滚滚的加成，更别提道具也不会掉落。而且江寒眸光一亮，等我名气打响以后，有了足够的威望，完全可以开个私人钱庄啊，到时候少收点托管费就是。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用其他人的钱吃财源滚滚的加成，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到头来别人还得感恩戴德，懂不懂财神的含金量啊？战术后仰第4章顶楼战神阁包房，至尊 VIP 一位。不过想法虽然挺好，但实施起来难度极大。前世也不是没有人这样干过，甚至连1分托管费都不收，但最终全都以失败告终。声势最浩大的一次是国家牵头
12神级强者出面保证。结果没多久，其中一位神级强者便陨落在诡异手中，身死道消，身上资金也一同掉落。在末日中，即便强如神级强者也不敢保证高枕无忧，但江寒仍然有信心，毕竟一毛不拔这种天赋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除此之外，魅力无双、鸿福齐天也同样逆天。50点魅力值和幸运值听起来不多，但要知道，这种特殊属性和基础的4维属性完全是两回事，无法通过升级获得，不但稀缺，而且也极为强大。首先是幸运值，除却一切比较玄学的东西不谈，光就一个直接影响强化成功率，就注定了这是整个末日性价比最高的属性。只要基础强化成功率不为0，那么在强化装备的时候，每一点幸运值就能增加 1% 的成功率。也就是说，以江寒50的幸运值，即便强化一件成功率只有 1% 的装备，那它成功概率也是惊人的 51%。至于魅力值，这东西也同样重要，关系到 NPC 的基础好感度以及某些隐藏任务。而50的魅力值就俩字：通杀。前世因为资源全部砸在柳如烟身上的缘故，江寒没能踏入神级，但也是江城的顶尖高手之一了。即便如此，魅力值也只有15点而已。而现在才1级就具备50点魅力值，这种起点已是别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触摸到的。不愧是唯一隐藏职业，简直过于逆天。果然，一步高，步步高。江寒感慨不已，前世他也充了不少钱，足足10万金币，这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前期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能把柳如烟给硬堆成神级的重要原因。若是自己都管不过来，谈何帮助别人？可这种优势对比起这一世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接下来就该加速发育了。江寒按捺住心里的激动，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同时，打开了自己的基础面板。玩家叶寒，职业财神，唯一御兽师，等级1 0.00%，基础状态生命值100，魔法值100，饥饿值100。基础属性力量10，体质10，精神10，敏捷10。特殊属性幸运50，魅力50。天赋财源滚滚 LV1， 一毛不拔 LV1， 鸿福齐天 LV1， 魅力无双 LV1， 财神之力 LV1。装备无，技能无，物品无，金币200000000。所在地9527号新手村花语平原，服务器时间10点15分。除了财神带来的增益之外，其他属性平平无奇，甚至连个技能也没有。而这就是御兽师在被称为上限最高职业同时，也被称为最拉垮职业的原因。其他战斗职业或多或少都有战斗手段，战士有剑技，骑士有盾技，牧师有回复等等，就连同为召唤职业的召唤师，开局也有一条狗。御兽师倒好，浑身上下就一条大裤衩子。想要御兽？可以啊，要不自己去野外收服，要不去商铺购买。想白嫖，那简直是门都没有。光是这一点就难倒了多少的英雄汉。而且就算有了御兽，通常情况下那点属性压根就没法看，连史莱姆都打不过。可以说御兽师的开局是别的职业难度的10数倍。唰！正想着，忽然一道破风声袭来，江寒眉头一皱，本能的侧步迅速退开。下一刻便见到一根巨大的狼牙棒从眼前飘过，一头浑身墨绿、长着獠牙的哥布林扛着狼牙棒，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眼前。江寒定睛一看，哥布林战士 LV5 精英。天谴开局吗？江寒眯了眯眼睛，也不惊慌。在末日中，玩家都是随机生成，所以少部分人会直接出生在野外。而以初始属性而言，遇上这样的开局，基本上都是死回主城。就刚才那一下，也就是江寒战斗意识一流，再加上经验丰富，这才堪堪躲了过去。若是换做别的玩家，直接就得概不吃席。但即便如此，面对5级的精英怪，他也没有正面硬刚的欲望。江寒转身就溜。哥布林战士哪能让猎物逃脱，挥着狼牙棒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奈何江寒对于哥布林战士的攻击手段实在是太熟悉了，闪转腾挪之间，愣是没让狼牙棒碰到他一下，就这么一路逃回了主城。看来是得抓紧时间练级了。这御兽师还真是。望着城头下不甘挥舞着狼牙棒嗷嗷直叫的哥布林战士，江寒不由得叹了口气，当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虽然没必要，但若是换做其他职业，他有把握能将这哥布林战士给磨死。御兽师，那还真是遭了老罪了。进入主城区之后，江寒没有选择购买御兽。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那他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这些普通御兽。
而是位于9527号新手村一处隐藏副本巨龙巢穴中的那颗神级御兽蛋。当然，就以他现在的实力，贸然进入无疑是找死，还需要做些准备才是。很快，江寒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面前，至尊殿堂。这是属于末日中一个无比强悍的势力，其中不乏神级 NPC。到了100级之后，开启最终转职就能获得至尊殿堂的一封介绍信，开启雇佣强力 NPC 的资格。但江寒知道，其实在游戏初期也有方法能雇佣至尊殿堂的 NPC， 只不过条件实在太过苛刻。年轻人，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去历练吧。等拿到巴巴洒脱大人的介绍信，至尊殿堂的大门才会为你打开。果然，江寒才进入大殿，一位身穿水蓝色长袍、头戴魔法帽、白色胡须垂到胸前的老人便神情淡然地走了过来，出言阻止。80级大魔导师。江寒看到老人头上显示的称号，心里不由得赞叹一声，不愧是至尊殿堂，连看门的都是大魔导师。江寒微微一笑道：尊敬的大魔导师，我并没有介绍信。那就回去吧，至尊殿堂乃是帝国的荣耀，不是你这种毛头小子能进去的。大魔导师捏着胡须，满脸傲居。他是何等实力，一眼就看出眼前这青年甚至连10级都没有，这样的人也配进入至尊殿堂？江寒淡淡道：我虽然没有介绍信，不过尊敬的大魔导师前些日子好像掉了些什么东西，我特意为大魔导师送来。掉东西？可笑至极！老朽何等实力，纵然是一根发丝飘落，也能在须臾间察觉，怎么可能有所遗落？大魔导师满脸不屑：年轻人，老朽不管你在耍什么手段，但是至尊神殿乃是圣洁之地，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现在立刻回去，否则休怪老朽亲自送你去牧场。一股强悍的气息瞬间升腾而起，大魔导师的身后一道淡蓝色的水光凝聚。魔导师60级技能波动水球术，他居高临下的俯视江寒，只要江寒敢耍什么花样，就要出手将这位胆敢亵渎至尊殿堂的狂徒当场格杀。掉没掉？大魔导师还是先看了再说。江寒不慌不忙，大手一挥，叮叮叮叮叮，下一刻，无数枚金灿灿的金币落下，就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转瞬之间在眼前堆成了一座小山包。那璀璨的光芒险些连江寒自己都给闪下。见到这一幕，那什么？大魔导师大手一挥，水球术消失的无影无踪。他轻轻咳了2声，沉声道：老朽忽然想起来了，前些日子确实是掉了不少金币，也难为你帮我送过来。老朽在2楼执事阁有一位好友，当天也与老夫一同外出，也许他也掉了些东西，你可以上去看一看。江寒微微一笑，更多金币狂落，宛如浪潮一般，无穷无尽的涌出，将整座大殿都给铺满，熠熠生辉，金光灿烂。沉默片刻，他忽然顿地蹦起转身，抬头仰天激动狂吼：顶楼战神阁包房，至尊 VIP 一位。第5章，豪掷1亿，雇佣神级咒术师。看着方才还骄傲不已，自视甚高，现在却激动不已的大魔导师，江寒心里唏嘘不已。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不假。原本要经历诸多任务，并且到达100级才能开启的至尊神殿，现在用钱就能开到，不过价格也很高昂，仅仅只是一个进入的资格就是500万金币。大魔导师大袖一挥，500万金币尽数收下，整张老脸笑得跟一朵菊花一样。这位贵客，顶楼的战神阁已经为您开启，上去以后会有其他老家伙接待你的。被这么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用这么热情似火的眼神盯着看，江寒总觉得浑身发毛。那什么，大师啊，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恢复一下。大魔导师立刻收敛笑意，目光深邃如深渊。年轻人，快上去吧。哎，这位就对了。江寒玩味一笑，快步走上台阶，很快便来到顶楼。沉重石门轰然打开，一共12座烛台，对称分为2列，伫立在道路两侧，幽蓝色的火光缓缓摇曳，整座大殿显得庄严而肃穆。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缓缓飘来：年轻人，来此有何贵干？江寒抬眼一看，一名身穿金色战甲的中年人龙行虎步地走了过来。同样看不清名称，唯一能获取的信息是职业和等级。100级狂血战士。比起刚刚那位大魔导师来说，眼前这名狂血战士无疑要强横许多。江寒开口道：我需要雇佣护卫。中年模样的狂血战士深深看了江寒一眼，随后点头：可以。他大手一挥，一道虚拟面板就出现在江寒面前。至尊殿堂荣耀骑士傀儡，100级，100万金币天。至尊殿堂元素法师傀儡，100级，100万金币天。至尊殿堂暗影刺客傀儡，100级，100万金币天。至尊殿堂大魔导师傀儡，80级，80万金币天。作为末日中位于顶端的势力，至尊殿堂底蕴非同一般。雇佣列表中，
等级最低的都是80级，而且还都是傀儡。这意味着只要任意一尊都会无条件的听从雇佣者的指令，而拥有了这样的护从，对于现阶段的新手村就意味着4个字：为所欲为。不过江寒依旧有些不满意，皱眉道：没有神级傀儡吗？神级？中年狂血战士一愣，摇了摇头，哑然失笑道：神级傀儡何其珍贵，怎么可能对外租赁？再者，你现在连一次升阶试炼都没有通过，能租到80级傀儡已经是天大的福分，还是不要太好高骛远的为好。江寒神情平静道：加钱？加钱也不行。我再说一句，神级傀儡太过珍贵，从原则上不对外出租。中年狂血战士摇头，态度坚决。江寒，1天1个亿。这个……中年狂血战士沉吟了一下，道：原则上来说确实不行，不过你知道的，我龙傲天向来最喜欢违反原则。正巧我有一位朋友乃是神级咒术师，我可以帮你问上一问。神级咒术师？江寒双眼一亮。咒术师乃是隐藏职业，虽然不是唯一隐藏，但依旧是法系职业中名列前茅的一位，而且不同于法师或者魔导师的暴力，咒术师手段最为诡异，功能性最强，守护、防御、进攻多位一体，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绝对是不二的首选。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确认一件事。龙傲天神色肃然道：说，这1个亿什么时候支付？只要立下契约，现在就可以。江寒淡然道。龙傲天一笑，那就没问题了。光芒一闪，一条交易契约便出现在江寒的眼前。江寒仔细看了一眼，随后便确认了交易。他倒也没怎么担心，比起现实，末日就这一点好。只要立下契约，那么任何一方反悔都将受到远超契约本身的惩罚。不到万不得已，纵然是神级强者也不会选择毁约，更何况能晋升入神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不至于为了钱毁约。1个亿虽然很多，但末日里也有很多东西的无法买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江寒不惜开出这么高昂的价格，只为了换取一位神级强者1天的时间。你且等上一等。契约签订完成，龙傲天看了江寒一眼，便转身离开。大约半小时后，你就是叶寒小友，果然是一表人才了。一道雄浑苍老的声音响起，江寒抬眼一看，一名身穿咒术法袍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眼前。昵称、等级、其他，粗略探查了一下，竟是什么信息都没有看到。显然，这应该就是龙傲天口中那位神级咒术师了。前辈是？江寒倒也没把姿态放得太高。虽然是主顾关系没错，但毕竟是神级强者，和傀儡有本质区别。真要摆出老子有钱就了不起那一套，保不准别人扭头就走。正常退还金币解除契约和违约完全是两码事。老者淡淡道：老夫梅尔兹，从现在起24小时内可以听从你的差遣。当然，作奸犯科的事老夫不会干，这些契约上应该都有交代清楚吧。江寒笑道：前辈放心，主要是去过一个难度极高的隐藏副本。那就好。梅尔兹点了点头，也没太在意。对于一位神级强者来说，一个新手村的隐藏副本再难能难到哪里去？是杀哥布林王还是他一家老小，不都是挥挥手就解决了？前辈请吧。江寒也不墨迹，带着梅尔兹便出了至尊殿堂。只有1天时间，自然是要争分夺秒。一边马不停蹄朝着炼级点赶，江寒心里也是感慨万千。这可是神级强者啊，纵然是前世也没体验过这种待遇。别说是一个区新手村，就算是去了主城，那也是近乎无敌的存在。金钱的力量果然恐怖如斯。第6章，震惊的牛子哥。这伤害把电话号码都干出来了。花雨平原作为9527号新手村的唯一炼级点，这里无疑是刚进入游戏的新手玩家最好的去处。不过此刻平原上却并没有多少玩家，原因也很简单，难。末日里的怪物强度简直超乎常理，即便只是1级的低等史莱姆，也能轻松将一位白板玩家送回墓地。开启内测满打满算也不过2个小时，死在花雨平原的玩家不知几何。能留下来，要么是高手，要么是开服的时候随手充了点钱，买了几件初始装备的土豪玩家。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升级速度依旧是缓慢如蜗牛。距离开服至今，没有一人升到2级。此刻，花雨平原边缘地带，江寒带着梅尔兹一路前行，没有停留的意思。这里毕竟只是边缘区域，出没的大多是1级到3级的怪物，经验加成并不高。江寒的目标是花雨平原的核心区域，在那里怪物等级普遍在10级左右，经验要高得多。当然难度也是增加了数倍不止，只不过身边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一位神级咒术师，那就可以直接忽略了。等一下，江寒忽然停下脚步。何事？
梅尔兹神情淡然道：“遇到仇家了。”江寒视线落到不远处，一名扛着粗壮狼牙棒，正追的2名玩家嗷嗷乱叫的哥布林身上。熟悉，这绿皮靓仔他可太熟悉了。才刚进游戏，就被这5级的哥布林战士扛着狼牙棒硬生生追了10多分钟，追到主城这才停下。那叫一个狠！若是没遇见就算了，现在老天开眼，居然在路上见到了这天杀的玩意，奶奶的！那就非要让他丫的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江寒伸手一指，给那5级哥布林给灭了。小事。梅尔兹神色淡然的伸手一点，一个水球术轻飘飘的丢出，1354089。瞬间那哥布林身上冒出一个恐怖的数字，随后便化作齑粉消失在空中。卧槽！卧槽啊！看到这一幕，正在被哥布林战士追得到处乱窜的2名玩家瞬间就懵逼了，国粹脱口而出：这他妈什么伤害啊？牛子哥，我他妈没看错吧？这是把别人电话号码都给干出来了。扛着一把破烂斧头，穿着个大裤衩，游戏昵称为变老的大2的玩家，看着江寒所在的方向，整个人都结巴了。足7位数的伤害啊！应该没看错。被称为牛子哥的玩家，游戏昵称为好牛的华子，同样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2人大眼瞪小眼，有些不知所措。喂，110吗？这有人开挂，你们管不管啊？能在这个时间点还坚挺着练级，牛子哥2人的游戏水平毋庸置疑。资深的虚拟网游骨灰粉，10年来玩过的虚拟网游不下15款，研究颇深，也算是江湖上叫得出名号的小高手。而且这次一进入末日，作为小土豪的牛子哥直接就被游戏堪称完美的画面给吸引，充了10万块进游戏里，大手一挥，为自己和好兄弟购置了一身基础装备，准备大杀四方。但没想到的是，在末日变态般的难度下，纵然是作为游戏界老司机的2人都翻了车，打一个1级的史莱姆都是依靠长期以来的默契配合，软磨硬泡，这才能完成击杀。1个多小时也才杀了10来只，本来这已经够折磨人了，结果边缘区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只5级的精英怪，抡着狼牙棒就嗷上，直接就把另外一位独狼玩家送去吃席，然后撵得2人抱头鼠窜，眼看逃无可逃，就要归西。万念俱灰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一款以折磨人为乐趣的变态游戏。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死回城的准备。然后一转眼，一个老头直接就干出了100多万的伤害，这他妈不是开挂是什么？卧槽，这也太变态了！变老的大2一把鼻涕一把泪，一想到哥俩卯足了劲才在史莱姆身上打出10来点伤害，那就一阵心酸。瞧瞧别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挥手间怪物灰飞烟灭，睥睨天下，这才是游戏的正确打开方法呀！开挂，这币绝对开挂了，我要举报他！老2，咱俩一起举报他！牛子哥激动不已，他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开挂玩家，在一对比自己苦哈哈的日子，就是悲从中来，叫嚣着要举报。牛子哥，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是开挂。老2还是比较冷静的分析道，这游戏才开始内测，哪来的外挂，顶多就是测试人员在测试数据，而且就算是测试数据也不太会这么大张旗鼓。所以呢，牛子哥觉得很有道理。老2瞄了一眼江寒所在的方向，激动道，你看那老头身上的长袍，好几把帅，估计是个很牛叉的 NPC， 那哥们可能是接了什么任务啥的。你说的对啊。牛子哥恍然大悟，他们以前玩的网游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环节，通过各种方式就能获得不同的强力助手，这不是开挂，而是游戏机制。我就说怎么可能有游戏这么难，一个野生史莱姆硬得跟特么屎一样，策划又不是憨比，怎么会想出这种杀千刀的难度？看来这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不是头铁练级，而是还有其他方式度过新手期。这哥们显然是摸索到了门道。牛子哥越想越觉得对，激动的一拍大腿，我果然是个天才。老2深以为然，确实，咱们要不上去问问，不然这么被怪追着砍也不是个事啊。走，2人说干就干，执行力极强，朝着江寒走去。能开挂，谁还愿意苦哈哈的升级啊？嘿，哥们！牛子哥很友善的向江寒打了个招呼，你这帮手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屌，伤害都破100万了，能打听打听吗？江寒瞥了牛子哥一眼，转身就走，他没有太多和人交流的兴趣。倒是一旁的梅尔兹看向2人，笑呵呵的道，老夫从至尊殿堂而来，2位若是有兴趣，可以去那里打听打听。倒不是他好相处，主要是忽然遇上了江寒这么个财神爷，让梅尔兹以为这些新来的冒险者个个都富得流油，这钱不赚白不赚啊！一天打哥布林都有1个亿进账，那让神殿里的老家伙们听了不得感谢自己啊！至尊殿堂，一听这话，牛子哥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果然啊，这游戏一定是有隐藏机制的。第7章10级，等级排行榜开启。只是还没等两人细问，江寒便带着梅尔兹走远了。牛子哥和老二对视一眼，相互能看见对方眼里的激动。至尊殿堂，我想起来了，在新手村主城中央位置，那座高高的大殿，好像就是至尊殿堂吧？老二一拍脑门，出于经验，进入新游戏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的在新手村转悠一圈，看看有没有隐藏任务。对于新手村的大致构造，他也是轻车熟路。牛子哥点点头，那就对了，看来这就是这游戏的隐藏机制，单靠玩家练级估计够呛，但是只要充点金币就能起飞。原来如此，这狗币策划逼氪还真是有一手，太不是人了。老二骂骂咧咧，白瞎打了这么半天的怪，斧头都抡冒烟了，才涨了1/3的经验。狗 JB 策划不干人事，走走走，待会哥也整一个这种随从，先爽一爽再说。自以为找到了游戏窍门的二人，兴冲冲往主城赶。果然在中央地带找到了恢宏大气的至尊殿堂，很好，这里将会是我哥俩发达的地方。牛子哥仰头，心中豪情万丈。两人一前一后，雄赳赳气昂昂地杀进至尊殿堂。牛子哥意气风发，叉腰大吼：“老板，来生意了，也有的是钱。”哦，正在一旁无所事事数金币的大魔导师见到两人自信的样子，嘴都要笑歪来。看这架势，莫不是又一个财神爷散财来了？大魔导师笑呵呵地起身迎了上去。2分钟后，哪来的穷比？给老夫滚！轰隆！一声雄浑的怒吼，深蓝色光芒迸发。290524，352004。两道人影从至尊殿堂的大门飞扑而出，头上血条瞬间清空。浩牛的华子足，变老的大二足。墓地里，灵魂状态的两人猛逼对视，无语凝噎。本来谈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从裤裆里掏出一个大水球竹？你一个 NPC 这么暴躁，这合理吗？再说了，将近10万的金币还算穷比？那刚才那哥们身上究竟有多少钱？击杀大型史莱姆，经验加95；击杀大型哥布林战士，经验加92；击杀大型史莱姆，经验加95；击杀巨型野狼，经验加101。与此同时，花语平原深处，江寒自然不知道在至尊殿堂上演了一场闹剧。当然，就算知道他也不在乎。眼前不断升腾的经验已经足够让他眼花缭乱了。一个神级咒术师来到怪物等级普遍是10级的新手区域是个什么概念？某位拎着大刀的靓仔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将会是一场屠杀。梅尔兹所过之处寸草不生，随手一击就是破100万的伤害，而且还是群体伤害。昔日里一片和谐的峡谷已是一片狼藉，视线之中已然没有活物。新手村唯一的怪物势力哥布林村落也被屠戮殆尽，就连路边晒太阳的大黄狗也得挨2个大逼兜子。叮！恭喜你，等级成功提升至 LV5，获得10属性点，可自由分配。而在如此恐怖的效率之下，江寒等级的提升也是直接突破了5级。而在这个时间点，其他玩家有没有升到2级都难说，只能说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也不是没有弊端，在升级之后，江寒的面板上出现了新的词条：经验永久降低 6%， 经验制裁。在末日中，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当组队的时候，双方等级的差距一旦超过10级，那么在获取经验的时候，等级低的一方就会受到惩罚，经验获取降低。而且这一词条是永久存在的。江寒现在的经验制裁是 6%， 这意味着以后他获取经验只有正常值的 94%， 继续升级下去则会更高。江寒估计靠梅尔兹带着升级，等到了10级，经验制裁恐怕会在 10% 左右。末日升级本来就难，尤其是到了后期，每一级的经验都是海量，10%的经验制裁绝对让人绝望。不过无所屌味，江寒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尽快升到10级，进入主城。经验制裁固然恐怖，但对于先进入主城的优势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有舍才有得。紧接着，江寒打开属性面板，开始分配自由属性点。力量35，体质35，精神70，敏捷40。连升4级，获得了40个自由属性点，尽数加在了精神上。而今日消费超过了1个亿，财神之力也给了100个属性点，这让江寒其他的属性值同样很高。5级的面板却是其他玩家纵然到了10级也难以匹敌。很好，再升个3级左右就能达到开启隐藏副本的条件了。江寒满意一笑。前世论坛中一直有这样一则高度隐秘的消息：9527号新手村存在一个隐藏副本，
巨龙巢穴。除了位置隐蔽之外，开启的基础条件也很简单，精神值突破100。不过，这是对于当时都是100级的第一梯队而言了。若是现阶段想要突破100精神值，唯一的可能就是升级到10级，将所有自由属性点加到精神上。但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这么做。即便是法系职业，这么极端的加点就意味着其他属性纯纯一坨，尤其是体质低，稍不留神就是概不吃席的下场。不过对于有财神之力的江寒来说，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继续升级，分配完属性点，江寒带着梅尔兹继续肆虐花雨峡谷。晚上6点整，叮！恭喜你，等级成功提升到 LV10。叮！恭喜你，你是9527号新手村第一个突破10级的玩家，奖励属性点10。叮！恭喜你，你是全世界范围第一个突破10级的玩家，奖励属性点50，称号1日千里。在梅尔兹的狂轰滥炸之下，整个花雨平原深处已是寂静一片，而江寒等级也飙升到恐怖的10级。随后，世界公告发布。叮！世界公告，玩家叶寒成功突破，升到 LV10，开启等级排行榜。叮！世界公告，玩家叶寒成功。播报声在每一个玩家脑海中响起，一连响了3遍才停下。这一刻，所有参与了末日内测的玩家，无论是谁，无论是在做什么，都纷纷停下了手头的动作，眼中满是愕然。这特么的才1天不到，就有人升到10级了。第8章史诗级称号升阶试炼开启。世界等级排行榜，第1名叶寒 LV10 华国，第2名暂无，第3名暂无。备注：10级为最低上榜等级。整个榜单除了江寒之外，空荡荡一片。眼下距离末日开启满打满算也才6个小时而已，绝大多数人依旧停留在1级，少部分的游戏经验丰富的高手在团队合作下也普遍是2级。哪怕是最顶尖的玩家，凭借着鬼魅的身法、高超的技术，不断的猎杀精英怪，最高也就是3级，经验条不到一半。眼下突然冒出一个10级的恐怖存在，让这些眼高于顶的游戏高手个个错愕不已。华国1001号新手村，匕首在手中不断翻飞，身穿一身粗布衣服的身影步伐诡异，游走在2头精英哥布林战士之间。23、31、26，这人显然不是普通的刺客职业，暴击率不低，在精英哥布林战士身上切出一个个刀口。经验加26，经验加26。很快，2头哥布林先后倒下，一身白板装备就能单挑2头精英哥布林战士，这样的表现若是让其他人看到了，恐怕只会直呼大佬。而他也确实配得上。锦衣夜行，华国赫赫有名的顶级盗贼玩家，曾经在多款游戏中建立顶级盗贼势力，论硬实力，在盗贼职业中能排进前5，也是少数在内测阶段就进入末日的顶级玩家。此刻，锦衣夜行看了一眼等级排行榜，眉头轻轻皱起。我从进入游戏开始就猎杀精英怪物，到现在也才3级而已，竟然有人直接到了10级，这是游戏有什么漏洞不成？而且叶寒这名字从来没听过。算了，锦衣夜行没有在意，关掉等级排行榜，专心练级。棒子国，阿西，华国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快就到10级？作弊，肯定是作弊。就算不是作弊，那也绝对是我们大棒子国的玩家去了华国思密达。棒子国宇宙第一思密达，一名拿着半寸小棍贼眉鼠眼的盗贼盯着排行榜，嫉妒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连他宇宙第一的嫖鸡软到现在都才3级，华国怎么可能会有人到10级？这些人就是喜欢作弊。小樱花，八嘎！可恶的华国人竟然玩这种卑劣的手段，肯定是卡了游戏 bug。我日川钢板最看不起这种人了，简直愧为玩家，应该剖腹自尽。类似这样的场景在各个国家之间上演，排行榜的突然开启，无疑是在整个游戏都掀起了轩然大波。除却惊讶之外，更多人是对叶寒的质疑。毕竟末日的难度究竟有多变态，是所有人亲身体验过的。纵然是顶级玩家，1天时间也不可能升到10级。能有这样的升级速度，不是作弊还能是什么？不过毕竟是内测，有漏洞也很正常。很多人骂了2句之后就没太放在心上，没看到连充值端口都关闭了，估计就是知道还有 bug 存在，这才赶紧做了修补，等过几天漏洞修复了，这叶寒就等着被封号吧。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对于末日来说并没有 bug 这一说法，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第2世界。对于等级排行榜的开启，江寒并不意外，上一世也是有人达到了10级才开启了排行榜，不过那都是公测之后的事了。当时内测阶段的最高等级也不过是8级而已，就是不知道1天就开启等级排行榜，奖励有没有什么不同。
江寒佩戴上称号，称号一日千里史诗。作为第一个达到 LV10的玩家，你得实力得到了光明神的认可。经验获取正 5%， 经验类称号还是史诗级别的，不错。江寒咧嘴一笑。游戏中的道具、称号、装备都是有品阶的，大致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暗金、史诗、传奇、神级、天灭、圣断，10个等级，黑铁最低，圣断最高。史诗级的称号稀有度毋庸置疑。要知道，末日装备的获取难度极高，纵然是突破了100级的玩家，身上装备也大多都是黄金到暗金的阶段，偶尔能有1-2个部件会是史诗级别。可以说，史诗等级就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只有极少的玩家有资格拥有。至于网上的传奇和神级，那绝对是站在最顶峰的一批人才能见到。而天灭和圣断，纵然上一世江寒也没听说过有谁能够拥有这种级别的装备，就连 NPC 也没有。这是只存在于记载中的等级，所以虽然是划分为10个等级没错，但其实神级就已经是公认的品级巅峰。现在都还没出新手村就拿到了史诗级的称号，这收获不可谓不大。这样一来，经验制裁就被抵消了 5%， 不错不错。江寒很满意，将属性分配到精神上，此刻他的精神值已经来到了120点。叮！玩家夜寒，一阶段经验获取完成，接下来你将无法通过任何手段获得经验，请尽快开启升阶试炼。紧接着又是一道提示出现在眼前，江寒随手一划，将提示关闭。升阶试炼，这同样是末日独有的机制，所有玩家在升到10级、20级、30级这种整10数的等级，都会强制进入无法获取经验的阶段。无论是打怪还是 NPC 的任务，都不会有任何经验值的提升，唯一的解决手段就是通过升阶试炼。而升阶试炼的难度堪称变态，虽然允许组队，但却不允许有任何外力的介入。比如梅尔兹这种神级 NPC 是绝对不可能进入升阶试炼，而且即便是玩家之间组队，也只允许同等级的队伍组队，否则一旦进入其中，那面临的将会是等级最高者的难度。例如一个10级的玩家和20级玩家组队，那么试炼的难度将会以20级试炼来刷新。在这种极度恐怖的机制之下，每一次的试炼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第9章，巨龙巢穴，稳健的梅尔兹。而且在末日中，死亡惩罚不分地域，不分原因，只要死了，属性永久降低 20%， 装备金币尽数掉落。就算是最顶级的大佬，在面对升阶试炼也是极其慎重，需要一个完美的团队配合，想找人带几乎不可能。当然，凡事总有例外，比如江寒。当年柳如烟进入游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想靠自己通过升阶试炼根本不可能，最终还是江寒四处奔走，不惜花重金请来专业团队，凑足装备之后，才硬生生将他带过了第一次升阶试炼。后面的柳如烟的每一次升阶试炼，江寒也从未缺席，都是做出了大贡献的。能做到这种地步，让团队里的其他人都是羡慕不已。只可惜一腔真心都为了狗。眼下江寒自然不可能再去做出这种蠢事，不过他也没想着现在就去通过升阶试炼。一来是因为虽然到了10级没错，但他还没有找到第一个本命御兽，属性虽然高，但缺乏战斗手段，想要单刷简直就是烤鸭店里谈生意，无昆之谈。二来一旦接受了升阶试炼，就会自动被传送出新手村，而在末日中，新手村是没有返回通道的，一旦离开，想要再回来几乎是不可能，除非是接了某些隐藏任务，在 NPC 的带领下才能找到返回的方法。当初巨龙巢穴是怎么被发现的？就是因为有人触发了100级的隐藏任务，探索巨龙巢穴，成功返回新手村，这才找到了这一神秘的隐藏副本。只可惜那位发现了隐藏副本的狂战士并没能通过，并且还死在了里面。虽然根据他传出的录像信息，里面有一颗无比珍贵的龙蛋，引起无数人追寻，但此后就再也没人接到过这个任务，返回新手村。也因此，巨龙巢穴一度被誉为不可能通过的隐藏副本，有能力的回不去，在新手村的又无法通过，无解。但江寒重生一世，手握巨款，出生在9527号新手村，正好满足了条件。巨龙巢穴也正是他崛起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一旦将那龙蛋拿到，那么未来成长起来，强度不会弱于那呼风唤雨的暗渊巨龙。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了，将今天爆出的几件装备都给收了起来。江寒长长吐了一口浊气。9527号新手村，花雨峡谷1102 254，这一串坐标，只要是对龙蛋感兴趣，必然熟络于心。而现在有能力前往的，仅江寒一人。10分钟后，江寒带着梅尔兹来到一块巨石前面，
伸手轻轻在上面一按，轰隆！瞬间，巨石颤动，一股庞大的气息陡然迸发，将巨石震得四分五裂。一个黝黑的洞口出现在两人面前。叮！你已踏足隐藏区域，巨龙巢穴。叮！该区域极度危险，请立即离开。果然，传闻是真的。听着耳边传来的提示音，江寒嘴角微微翘起。好强悍的气息，此地怎么会有巨龙栖息在此？梅尔兹捻须的手微微一顿，满脸诧异。即便对于一位神级咒术师来说，看到这么一处巨龙巢穴，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巨龙，极端强大的生物，一头成年体的巨龙，完全拥有能够媲美神级强者的力量。这是注定要咆哮世间的生物，虽然数量极少，但每一头都是强悍的象征。梅尔兹看向江寒，若有所思道：“你不惜花费这么大的代价雇佣老夫，就是要闯这巨龙巢穴？”江寒也不隐瞒，神色平静的点头：“是。你要推平这巨龙巢穴？”梅尔兹淡淡道：“先说好，纵然是老夫，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战胜一头巨龙。”那倒不是。江寒摇头：“那就好。”梅尔兹松了口气：“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偷个龙蛋出来。”但江寒的下一句话差点没让梅尔兹一口老血喷出来。偷龙蛋？还只是以巨龙的秉性，对于后代血脉极其看重，偷龙蛋不就是不死不休的行为？和推平有什么区别？梅尔兹叹道：“这可是巨龙巢穴，实在太过危险，我看还是不要进去为好。”必须进。江寒态度坚决。那好，不过若是遇到危险，老夫会第一时间将你带出，不要逞强。梅尔兹说道。明白。江寒点头，深吸一口气，朝着巨龙巢穴走去。且先等等，容老夫套几个 buff 先。就在他迈开步子的瞬间，梅尔兹忽然开始咏唱。叮！你受到生命之神的祝福，生命属性翻倍。叮！你受到敏捷之神的祝福，敏捷属性翻倍。叮！在江寒懵逼的眼神中，一连串的 buff 落在身上，全属性增幅那不只是一星半点。江寒眼神古怪的朝梅尔兹看去，这么稳的吗？这一刻，他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说咒术师手段多变了。就这一连串的 buff， 牧师见了都要羞愧，奶妈见了都要流泪，圣职者看了都要去酒吧连夜买醉。有一说一，却实爽。这一刻，江寒似乎看到一条稳健之道出现在他的面前。前世为了将资源留给柳如烟，进入副本之前，除了必要的物资之外，其他的都是能省则省，过得抠搜。可现在没了这种顾虑，完全可以过得更爽啊！好了，可以进去了。足足2分半，梅尔兹套完 buff， 整个人都变得虚幻，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江寒亦如此，两人就如同幽灵一般，悄悄潜入巨龙巢穴。但就在他们踏入洞中的一瞬间，巨龙巢穴最深处，一头通体金黄、身躯过100米的庞然大物就瞬间睁开了双眼，一双树瞳中流淌着熔岩般的光芒。梅尔兹的神级隐秘术在他面前竟无所遁形。轰隆隆！下一刻，整座巢穴开始剧烈抖动起来，石块疏疏抖落，嘹亮的龙吟响彻云霄，如同一座小山包一样的黄金巨龙站了起来。圣才光耀巨龙。梅尔兹瞬间面色一沉，这是5阶巨龙。第10章，超出预料的收获，5阶巨龙蛋。5阶？江寒眉头一挑，他自然是知道巨龙也有位阶划分，从1阶到5阶，位阶越高，成年体也就越强。而前世那一人一龙摧毁了一个顶级公会的暗渊巨龙，传闻便是3阶巨龙。3阶巨龙就拥有了摧毁一个公会的能力，而这光耀巨龙是龙族之中最顶峰的5阶存在。这龙蛋若是到手，恐怕比起我想象中还要更具潜力。江寒的心脏猛然跳动起来，巨龙巢穴这一趟还真是走对了。前辈，有把握吗？江寒转头看向梅尔兹。开什么玩笑，这可是5阶的成年体巨龙。梅尔兹神色凝重，而且还是血脉最纯正的圣才巨龙，想要强闯巢穴，连1/1000的概率都没有。这么强？江寒皱了皱眉头。光耀巨龙越强，那么巢穴中龙蛋的潜力就越高，可相应的获取难度也就越大。就连身为神级咒术师的梅尔兹都如此慎重，这光耀巨龙的实力可想而知。撤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梅尔兹死死地盯着光耀巨龙，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手中已然是出现了一张传送卷轴，随时准备捏碎。江寒一咬牙道：“我加钱，酬金翻倍。”梅尔兹摇了摇头，加钱也没用，不是老夫不想要这报酬，只是面对这样的存在，强闯巨龙巢穴必然十死无生。江寒沉声道：“不需要强闯，前辈能否为我争取一些时间？”这个嘛，梅尔兹犹豫了一会，单手撑墙，一脸怅然，也不知道老夫顶得顶不住。3倍。
江寒伸出3根手指，面无表情的提价。我干，顶不住也得顶。梅尔兹忽地一跃而起，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老夫豁出去了，3分钟！他暴喝一声，浑身肌肉暴涨，青筋如同囚笼。原本干瘦的小老头，竟然转瞬间成了一位大鸡霸，肱二头肌比史泰龙脑袋还大。老夫最多能给你争取3分钟时间，再多就不可能了，你自己掂量。大师，你这是……江寒都惊呆了。特么的，这年头咒术师都这么野吗？不要问，不要说，没点底牌，老夫如何能行走江湖？表面上老夫是咒术师，实际上也是一位近战。没想到吧？喝呀！梅尔兹暴喝一声，高高跃起，一个乌鸦坐飞机朝着光耀巨龙压了过去。轰隆！一声巨响，地面烟尘四起，长达100米的巨龙竟然被一击压得嵌入地面。擦！这是真大哥！江寒此刻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咒术师要给自己上那么多增益 buff。这全属性增强之下的神级近战职业，体质和力量高的惊人，甚至能够做到短暂硬刚5阶巨龙。真论实力，哪怕是算上前世，梅尔兹也是排进江寒见过的至强者中的前5之列。双职业配合，恐怖如斯。不过他没时间感慨这些，脚下生风，整个人迅速进入巨龙巢穴。龙蛋所在的方向应该是在左前方的最深处。巢穴中很暗，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对于江寒来说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因为这里的地形前世他研究过太多次，早已经铭记于心。整个人就如同是回老家一样，在巢穴中穿行，速度快得惊人。这小子！一旁的梅尔兹余光瞥见江寒如鱼进水的身影，心中也是惊讶不已。巨龙巢穴中虽然没有其他怪物，但5阶巨龙散发的威压足以让人胆战心惊，寻常人就是走路都困难。可江寒竟然如同一个没事人一样，在巢穴中闪转腾挪，在一些特殊的道路上，对于距离的把控简直完美。其从容不迫和老练的身形宛如千锤百炼，这绝对不是一位还没完成转职任务的菜鸟能做到的。果然不简单，难怪做个任务就能掏3亿金币。梅尔兹嘀咕一声，即便以他神级的战斗经验，也在江寒身上挑不出毛病。好！光耀巨龙嘶吼，沉重的龙威扩散开来，将周围几座大山尽数崩碎。孽畜，若是平时，老夫尚且拒你3分，但就这3分钟，是龙也给爷趴下！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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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尔兹大喝一声，双拳如同雨点急速落下，每一拳都能轰爆一座大山。在如此狂轰滥炸之下，纵然强如光耀巨龙，也被轰得没有还手之力。光耀巨龙被压制，巨龙巢穴便无比平静。江寒一路狂奔，终于循着道路来到巢穴最深处。这是一个不太宽敞的山洞，一颗半人高的青色龙蛋立在山洞中央，周遭还环绕着一层淡淡的光芒。而在龙蛋不远处，还躺着一件亮晶晶的东西，不知道是装备还是道具。果然是这。江寒一喜，3步并作2步，也没时间细看，直接风卷残云，将一切能见到的东西都给收进基础空间。随后按捺住心里的激动，原路返回。得益于梅尔兹的全属性增益 buff 以及对于巨龙巢穴地形的了解，从进入巨龙巢穴到返回巢穴外，整个过程3分钟不到。此刻梅尔兹依旧出拳如雷，轰得酣畅淋漓。江寒高声喊道：大师，我完事了！这么快？梅尔兹猛地抬头，身体就如同是泄了气的气球，迅速干瘪。他脚下光芒一闪，整个人瞬间出现在江寒面前，一手压在后者的肩头，传送卷轴瞬息炸裂。江寒只感觉到眼前场景急速变换，当视线再次清晰的时候，已然是出现在至尊殿堂之中。而一旁的梅尔兹此刻脸色苍白的不像话，整个人就像是纵欲过度一样，双眼无神，感觉身体被掏空。江寒大惊失色，大师你这是？魔力一滴都没有了。梅尔兹浑身哆嗦着，嘴唇发颤。你以为我刚才锤的是什么？那可是5阶巨龙，接近神明的存在，要不是跑得快，我俩都得交代在那里。也就是老夫魔武双修，这才扛得住3分钟，你换其他人试试。辛苦大师。江寒也明白，连玩家培养出的3阶巨龙都能摧毁一个顶级公会，更何况这种原住民的5阶巨龙，恐怕就是当时华国的12神级强者聚在一起都不是对手。梅尔兹摆了摆手道：无妨，就是剩下那2亿金币。好说。江寒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打开了交易窗口。2亿金币无疑是巨款，但对比这次巨龙巢穴的收获，那就算不得什么了。那颗青色的龙蛋极有可能是一颗5阶龙蛋，绝对的神宠。第11章孵化神级御兽苍天巨龙，也不枉老夫搏上这么一遭，不错不错。总共3亿金币到手，梅尔兹乐开了花，
纵然是神级强者，想要赚3亿金币也没那么容易。这才忙活了一天就能有如此收获，有一种一夜暴富的爽快感，连带着看江寒也顺眼了许多。叮，梅尔兹对你的好感提升了，当前好感度60，这么快好感度就突破了60？江寒眉头一挑，在末日里 NPC 的好感度最高就是100，60的好感度已经是属于很高的水准，说明 NPC 已经对你极其信任，而这也是大多数 NPC 触发交易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需要玩家完成一系列任务，再加上其他各种手段，花费极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只不过江寒初始魅力值就是50，再加上豪掷3亿金币，直接让梅尔兹好感度突破60。果然魅力值高就是方便。江寒心中暗暗感慨，财神的逆天在第一天就展现得淋漓尽致。江寒开口道：对了，大师，有件事我想问一问。说。至尊神殿有没有生命精华？我想买一点，当然价格好商量。生命精华？你要这东西做什么？梅尔兹眉头皱了皱，随后突然想起来什么，一脸惊诧道：你真偷到龙蛋了不成？江寒点头。梅尔兹倒吸一口凉气，为全球变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可是5阶巨龙蛋啊，而且还是圣才巨龙的后裔。纵然他身为神级强者，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也没听说过有谁拥有这种珍稀之物。一旦成长起来，那拍死神级强者就跟玩一样。当然，巨龙的寿命极为漫长，发育周期也不短，想要培养起来，必然要花费大代价。可以想的眼前青年花3亿眼睛都不眨一下，梅尔兹不认为这点会是什么问题。梅尔兹沉吟了一下，道：想要生命精华，我确实可以帮你，不过你得先给我看一下龙蛋。江寒稍稍迟疑了一下，随后在基础储物空间里展示了一下龙蛋，果然是巨龙蛋。梅尔兹一看物品栏，瞬间就认出了龙蛋，太具有辨识性了，5阶巨龙的直系后裔啊！梅尔兹一阵眼热，说真的，若不是对江寒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他恐怕早就按捺不住，出手抢夺了。这东西实在太珍贵，价值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不过梅尔兹作为至尊殿堂的长老级人物，还是有底线的。他沉声道：我这里有5瓶生命精华，按照市价是500万金币1瓶，我可以全部卖给你。多谢大师。江寒双眼一亮，生命精华的价值他是知道的，只有在高等级 BOSS 巢穴才有极小的概率出现，供不应求。500万买1瓶绝对很公道，甚至还是占了大便宜。因为江寒还从未听到过有谁一次出手5瓶生命精华。无妨，这东西现在对老夫作用有限，留着也是留着，老夫看你顺眼就卖给你了。不过梅尔兹话锋一转，既然是5阶巨龙后裔，5瓶生命精华可能有些不太够。这还不够？江寒有些惊讶，生命精华为什么昂贵？那自然是因为对于御兽有着无与伦比的催化作用。正常情况下，需要数十年才能孵化成功的御兽蛋，只需要1瓶生命精华就能瞬间孵化。连5瓶生命精华都可能不够，这5阶巨龙蛋的生命力可想而知。梅尔兹沉吟道：按照老夫估算，估计得10瓶生命精华。那至尊殿堂还有没有生命精华？江寒问道。梅尔兹摇头道：没有，这东西很珍贵，就算有，那些老家伙也不太可能卖给你。不过老夫这里还有1瓶神圣生命精华，效果绝对不低于5瓶生命精华。江寒神色平静道：有什么条件，大师直说吧。梅尔兹有些惊讶：你怎么知道老夫要开条件？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只是需要金币交易，没必要分2次说。江寒淡淡道：而且这类东西光凭金币应该很难买到。确实如此。梅尔兹点头傲然道：不是老夫吹牛，就算你找遍整个至尊殿堂，也就老夫能拿出这瓶圣神生命精华。当然老夫也不难为你，友情价2500万金币，并且等到你那龙蛋孵化了，日后老夫需要1滴巨龙精血，这应该难不倒你吧？没问题。江寒答应得很爽快，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因为他很清楚这其中的价值。严格来说，其实是梅尔兹在做亏本生意。不错，老夫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梅尔兹笑着打开了交易窗口，1瓶神圣生命精华，5瓶生命精华，以及1份交易契约，需要付出5000万金币，以及未来1滴巨龙精血。白光一闪，交易达成。别忘了约定，到时候老夫回来找你。梅尔兹一步跨出，传送阵法自脚下升腾，随后整个人消失不见。望着物品栏中多出的几瓶生命药水，江寒也是心头喜悦。这5000万可花得太值了。正好此刻大殿中空无一人，江寒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将龙蛋扔进了孵化空间。剩余孵化时间
299年364天，孵化年限直接就给江寒镇住了。这龙达你竟然需要足足300年的时间来孵化，若是不加干涉，等龙蛋孵化出来，江寒坟头草不知道都换了多少波了。果然，这玩意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啧舌的同时，江寒取出一瓶生命精华，尽数倒在龙蛋上，淡青色的光芒微微一闪。剩余孵化时间269年364天，孵化年限直接减少了30年。梅尔兹说的倒是没错，5瓶生命精华还真不够。江寒取出剩下4瓶生命精华，尽数浇灌在龙蛋上，孵化年限缩减到150年。随后便是神圣生命精华了，将浓郁的几乎实质化的液体倒在龙蛋表面，江寒也不由得紧张了起来。成败在此一举，少顷。叮！恭喜你成功孵化神级御兽苍天巨龙。叮！恭喜你获得第1个御兽，解锁御兽师技能御兽光环。第12章属性逆天，资质神话级。成功了！听着耳旁清脆的提示音，江寒只觉得心情从未如此美妙。付出了足足3亿5500万金币的代价，等的不就是现在这一刻吗？咔咔，蛋壳碎裂，随后一个通体呈淡青色的巨龙幼崽破壳而出，体型并不算大，身长也就半米不到，个头更是只到江寒的膝盖。但江寒很清楚，这看起来呆萌，一出生就抱着蛋壳狂啃的小家伙，体内蕴含着怎样的能量？神级御兽。末日对于宠物的划分等级并不算多，总共5个：普通、统领、超凡、君王、神话。从高到低，每一个品质之间都有着天差地别的鸿沟，而神级指的就是神话级御兽。饶是江寒心里素质过硬，此刻心脏也在砰砰直跳，因为这是两世为人他见到过的第1只神话御兽，而且还是自己的御兽。要知道，纵然是那凶名赫赫的暗渊巨龙，也不过是君王级御兽，没有达到神话级。不过为什么是苍天巨龙？按理说不是光耀巨龙的后代吗？是因为神圣生命精华起了作用，让种类发生了变化，还是说这颗蛋压根就不是光耀巨龙蛋？现在唯一的疑惑就是这种类好像有些不太对劲，莫非是那光耀巨龙被戴了帽子不成？算了，管他的。不过江寒也没细想，是什么种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玩意是神话级御兽，那就够了。江寒打开苍天巨龙的属性面板，昵称暂无，种类苍天巨龙，神话级，等级1.00百分号，状态生命值10000，魔法值10000，基础属性力量500，体质500，敏捷500，精神500。天赋绝对压制。苍天巨龙作为神话级御兽，对于低位阶生物拥有先天压制，对神话级以下的生物造成伤害正 30%， 受到伤害负 30%。 龙族王者苍天巨龙作为龙族至高无上的存在，对于龙类生物有先天压制，对龙类生物造成伤害正 50%， 受到龙类伤害负 50%。 神话血脉苍天巨龙作为神话级御兽，拥有绝对强悍的体魄。苍天巨龙升级时获得全属性加成，生命回复200秒，魔力回复200秒，生命加成正 100%， 魔法加成正 100%。 技能汉室龙威，群体震慑技能。苍天巨龙发出惊天咆哮，世界都要为之颤抖。方圆20米范围所有生物无视品阶类型，强制陷入眩晕 1.5秒，冷却30秒，消耗2000魔力值。龙王吐息，单体技能。苍天巨龙吐出灼烧一切的烈焰，对锁定目标造成 500% 力量的真实伤害，该技能无法闪避。冷却5秒，消耗1000魔力值。龙王的愤怒，唯一天赋技。苍天巨龙陷入极度愤怒状态，势必要摧毁一切，对范围内50米生物造成 10000%力量加体质无差别真实伤害。冷却30天。发动该技能后，属性永久降低 5%， 苍天巨龙陷入沉睡5天。江寒看完苍天巨龙的属性面板，此刻他的心里就2个字：无敌。这才1级而已，苍天巨龙的属性已经不是恐怖2字可以形容的了，足足500点力量，见谁都是秒。就拿江寒自己来说，他现在已经是10级，而且得益于财神之力的属性加成，生命值已经是350点。若是穿上一套新手装备，则是可以突破500。可即便如此，也挨不住1级的苍天巨龙的一记普攻，那 30% 的伤害增益可不是闹着玩的。更别提那堪称逆天的龙王吐息，一口龙吸下去就是2500点伤害，而且还是真伤。真伤是什么？在末日中并没有防御点这个属性，但各种技能却能减免伤害，
比如骑士的举盾、牧师的防御结界都能够减免伤害。但在真伤面前，这一切手段都没用，该是多少伤害，半点不带减的。2500的伤害，而且还不能闪避。就江寒知道的，被称为血牛的隐藏职业重盾甲士，体质的增幅是 1.2 倍。若是升到10级，将所有属性点都加在体质上，再穿上一套品质为白银的10级防装，生命值顶天了也就2000，照样挡不住苍天巨龙一口老痰。而且最关键，这技能冷却仅仅只有5秒，其爆发之高，就算是新手村最强 BOSS 哥布林酋长来了，也得跪在地上叫大哥。而且苍天巨龙不仅仅是攻击手段逆天，还他妈有群体控制手段，再加上那破万的血条，说真的，就算是神话级御兽，江寒都觉得实在太夸张了一些。这哪是养了一个御兽，分明就是一个活爹啊，简直就是带了一个 BOSS 在身边。不吹牛逼的说，就现在这个阶段，末日里的玩家有多少算多少，全部一起上都不够这小家伙揍的。别说什么弓箭法师远程轰炸，在500敏捷的出手速度和闪避面前，这些基础技能连毛都摸不着。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玩意给活活累死，真是小母牛争龙上劈叉。江寒嘴都要笑歪来。什么叫神话级御兽啊？战术后仰，光就这一只御兽就足够躺平了。这升阶试炼倒是可以闯一闯了。江寒平复激动的心情，随后看向刚把蛋壳吃完，仰着身子拍自己小肚皮的巨龙幼崽。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玩意属性竟然如此骇人。过来，江寒轻道，御兽师和御兽之间心念相通，这种感觉颇为奇妙。小家伙听到江寒的呼唤，却是理都不理，整个一高冷幼崽。毕竟是巨龙，自然不可能像小狗那般言听计从。堂堂神话级御兽，有点脾气倒也正常。看你长得这么灰蒙蒙的，以后就叫你小灰好了。江寒走到小家伙面前，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好在是没反抗。至于江寒说的话他听懂没有，那就不知道了。但既然没什么反应，江寒也全当默认。至此，末日世界第一个神话级的御兽就这么诞生了，只是名字不那么霸气。当然，江寒也不在乎这些，而是将目光转向物品栏中那件闪闪发光的道具。既然是连梅尔兹这样的神级强者都要忌惮的副本，那想必巨龙巢穴中的其他产物也差不到哪里去。江寒粗略一眼扫过去，目光瞬间定格。残暴之章，品级天灭，第13章禁忌的断罪者，天灭级道具。江寒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等级的道具。传说中只存在于书籍上的天灭级。残暴之章，品阶天灭，基础属性正 10%， 全属性加10。残暴之力，唯一被动，持有残暴之章的人啊，你将具备无上的力量。你的所有技能均可触发暴击，基础暴击率正 20%， 暴击伤害正 100%。残暴肃杀，引动残暴之章的力量，对目标立刻造成 1000精神的真实伤害，本次伤害暴击几率翻倍，若暴击几率高于 100%， 则溢出几率双倍计算到暴击伤害。本次伤害有 5% 概率触发急死效果，目标血量低于 20%， 则必定触发急死效果。冷却10天，此道具为持有类道具，暂为认主。神话级御兽带来的震撼还没消散，眼下又是一件天灭级道具，江寒整个人都有些发懵。残暴之章的每一个效果都强得吓人，百分比的基础属性提升，等到等级越往后，加成会越加夸张，而全属性加成甚至是包含了幸运和魅力这种属性在内的。至于2个技能，那更是神中神。要知道，末日的法系职业是没有法术爆伤这一说的，大多数技能都是纯靠数值加成。但正因为如此，法系职业的数值往往都很高，一旦拥有了法术暴击，那伤害，即便御兽师本身战斗手段不多，但配合上这个技能，在不动用御兽的情况下，江寒本身的强度也将远超其他法系职业。至于残暴肃杀，属性暂且不提，一个急死属性就足够变态。何为急死？顾名思义，就地暴毙。一旦触发了急死效果，那么无论生命值是多少，都将瞬间清零。这属性就是这么恐怖，不愧是天灭级的道具，强到离谱。江寒深吸一口气，轻轻咬了一下手指，鲜血滴落在残暴之力上。这一类的持有类道具并不需要装备，而是需要认主之后放在物品栏里就会自动生效。果然，下一刻江寒的属性面板就发生了变化。基础属性提升不算太多，每一项也就10来点的样子，精神提升了23点。毕竟现在等级还低，基础属性的加成收益不算大，而且重要的是幸运和魅力一同来到了60点。叮！恭喜你绑定了天灭级道具残暴之章。叮！你触发了隐藏任务禁忌的断罪者。
禁忌的断罪者，纵然强大如残暴之王，也被深渊所湮灭。持有残暴之章的人啊，去追寻真相吧。任务目标：寻找残暴之牙。系统提示音忽然响起，隐藏任务：寻找残暴之牙。江寒眉头微微一拧，残暴之章他从未听说过，可这残暴之牙倒是赫赫有名，是华国神级刺客孤残的武器，一把匕首似乎是某种野兽的牙齿铸造而成，也被誉为爆发最高的武器之一。不过具体的属性孤残从来没有公开过，江寒只知道这是一件刺客的神级匕首。看来这残暴之章应该是和残暴之牙一脉相承，只不过孤残没能拿到残暴之章。前世巨龙巢穴从来没人能通关，残暴之章自然一直待在里面。至于那残暴之牙，现在应该还在残渊大陆，还是要先脱离新手村才行。江寒长长吐了一口浊气。新手村相对安全，但同时也意味着资源稀缺。像巨龙巢穴这种隐藏副本，毕竟只有一个，想要快速发育，还是得尽快完成升阶试炼，进入主大陆才行。叮！玩家叶寒，你的今日游戏时长已经达到上限，将强制脱离游戏。3、2、1，场景迅速变换，眼前便是一片漆黑。江寒摘下虚拟眼镜，揉了揉眉心。内测期间，末日的一切都和其他虚拟游戏大差不差，自然也有时间限制。眼下已是晚上10点，窗外灯光点点。江寒起身，在冰箱里随意找了点吃的，对付了2口，便登上了游戏社区。此刻，末日已经在游戏社区上占据榜首，讨论度飙升最高。那堪比现实的虚拟度和自由度，注定了只要是喜欢游戏的玩家都会无法自拔。卧槽，这游戏也太难了吧！我玩了1天，肝都疼了，这才升到2级，死了尼玛3次了，再死下去，属性都要清空了。狗日的策划，把游戏搞得这么难做什么？这谁能玩得转啊？确实难，给我兄弟玩自闭了都，死了7、8次，后面我找他，他直接都下线了，电话也不回，笑死我！卧槽，叶寒是哪位大佬啊？1天就到10级了，是不是开挂？真他妈垃圾，玩游戏还开挂！粗略扫了一眼，一片怨声载道，全是在吐槽游戏难度的，中间还夹杂着不少关于叶寒身份的帖子。毕竟能在这么变态的难度下1天都升到10级，江寒的所作所为已然是被所有玩家铭记在心。江寒逐一浏览着帖子，神情凝重。前世他沉迷游戏，更多的是参与游戏的讨论中，可如今他无比明白，那些个在游戏途中忽然掉线后就联系不上的玩家，并不是被打得自闭，而是因为死亡次数过多，属性清零之后，现实也一同被抹杀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难怪第2天各国官方就发了声明，不允许再进入这款游戏。第1天死亡的人数恐怕就不下10万，至于进医院的恐怕就更多了。江寒叹了口气，眯着眼看向窗外。此刻救护车的呜呜声接连响起。正如江寒所料，末日开启的第1天就有大批玩家因为短时间游戏死亡次数过多，现实也一同死亡，而更多人则是死亡了2、3次以后，感到身体不适便下线，从而保住了性命。但这一类玩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隔一段时间之后相继出现器官衰竭，送进医院抢救，今夜注定不太平。滴滴，这时手机忽然闪烁起来，江寒随后拿起一看，眉头便皱了起来，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江寒，给你个机会，现在来天上人间把账结了，顺便帮周涛带一份吃的，他出院了。上个星期的事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第14章末日的异常，周涛的野心。妈的，差点忘了这神经病。江寒嘀咕一声，直接将柳如烟的一切联系方式都给拉黑删除，手机一关，继续罗列起接下来的计划。与此同时，天上人间 KTV 666豪华包房，几名年轻的男男女女玩得正嗨，而最中间的一人妆容精致，面容姣好，正是柳如烟。哎，如烟，你说江寒都1个星期没有联系你了，你突然叫他，他会来吗？一名女同学探头看了一眼柳如烟手机上的内容，好奇问道。柳如烟神情淡然地放下手机，傲气道：你觉得他敢不来？那可是江寒，爱如烟都爱到骨子里了，如烟都这么发话了，他肯定屁颠都过来了。一旁一名身形消瘦，脸色有些苍白的男生嘴角噙着笑，眼里闪过一丝讥讽。算了，周涛，别提他了，今天是你出院的日子，当然要好好庆祝庆祝。柳如烟神情淡漠，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却是有些不安。足足1个星期，江寒都没有道歉的意思。更过分的是，他甚至连一条消息都没有给自己发过。难道他真的转性了不成？可他怎么敢的啊？周涛低声道：其实我是提前出院的，
提前出院。柳如烟皱了皱眉头，你身体从来就不好，提前出院做什么？是不是住院费不够了？不够你和我说，我去和江寒要就是。谢谢你，如烟，还是你心地善良。周涛微微一笑，随后压低了声音，不过我出院不是因为钱，而是今天来医院抢救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身体好转不少，就给我强制出院了。强制出院？柳如烟脸色一沉，凭什么？别人的命是命，我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这些有钱人和江寒一个样，就喜欢用钱侮辱人，也没那么严重。周涛摆了摆手，那些人确实危险，都多器官衰竭了，我这就是一个慢性胃炎，被要求出院也正常。那我管不着，凡事讲究先来后到，我看这些人就是瞧不起我们穷人。柳如烟哼道，再说了，江城这么多医院，非要去你那里？就这要求？其他医院也都满人了，而且周涛声音放得更低了，这是我觉得不是巧合，我在办出院的时候听到护士说，这些人都是玩游戏之后出现的器官衰竭，而且玩的是同一款游戏，叫什么末日？不可能吧，一款游戏能让人多器官衰竭？柳如烟皱眉道，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是真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遇，等过2天肯定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周涛说道，如烟，你那不是还有钱吗？你借我一点，到时候我还给你。柳如烟迟疑了一下，我没钱。没钱？一听到没钱，周涛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你骗鬼呢？江寒每个月不是都给你20万？你会没钱？我看你根本就是瞧不起我。柳如烟，亏我还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我看错你了，你和那些有钱人一路货色。柳如烟咬了咬牙，委屈道，江寒已经1个星期没联系我了，这个月没给我钱。啊！周涛顿时就懵了，他怎么敢这样的？他这么喜欢你，平时都巴不得贴在你身上，1个星期没联系你，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这我怎么知道？柳如烟也来了脾气，再说了，他喜欢我，又不是我喜欢他，我对他的事这么上心做什么？他不就是有点臭钱，真以为花钱就能追上我？我见到他就恶心。再说了，以前他不也闹过脾气，过几天还不是跟狗一样乖乖找我道歉了？你慌什么？周涛点了点头，也对，不过这次要是找你道歉了，你可别这么轻易原谅，赶1个星期不联系你。你听我的，到时候找他多要点钱，趁着末日这个风口，我准备开个工作室创业了，这点钱对他不算什么，不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看我心情吧，我愿意和他说话，可不是为了钱，我压根不稀罕。柳如烟不以为意道，我刚刚让他来结账了，顺便还给你带吃的，他要是来快点，我就勉勉强强原谅他吧。随便你好了，不过你听我一句，我有直觉，末日这个风口绝对不一般。周涛认真道，我记得你说过江寒不是个游戏高手吗？又有钱，到时候让他带着你进游戏，未来绝对大有可为。谁要让他带了？柳如烟嗤笑道，我巴不得他离我越远越好，再说了，不就是一款游戏吗？我自己一个人也能随随便便做到最好，也就是现在需要读书，江寒仗着家里有钱才看起来优秀罢了。我告诉你，等出了社会，我肯定比他强千万倍。是，你潜力无限吗？周涛笑着说道。柳如烟得意一笑，还是你懂我，不像江寒，整天神神叨叨的，说什么等以后毕业了，假期安排我进大公司实习，说是为了我好，他都不知道我有多恶心，他那张高高在上的嘴脸就跟施舍乞丐一样。不说这个，唱歌。周涛没说什么，拿起话筒开始放声高歌。他有一种预感，从今天开始，人生的转折就此开始了。末日这款游戏必然不一般，不光是周涛，整个世界范围内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因为在出事之后便有人去查找末日的相关信息，结果却发现这款游戏没有开发商，没有备案，什么都没有，就像是鬼魅一样悄无声息的出现，并且剥夺了这么多人的生命。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各国官方，都注意到了这款疑似能影响现实的游戏。在封锁消息的同时，也有更多人涌入了游戏之中，寻找其中的玄机。末日内测的第2天，在小范围内已然是引发了轰动，而作为等级排行榜上唯一存在的叶寒，也走进了无数人的视线。只不过他的真实身份注定会是一个谜。第15章升阶试炼。1小时后，周涛放下话筒，摸了摸肚子，抱怨道，如烟，江寒到底来了没有啊？这都1个钟头了，我要饿死了。我也不知道。柳如烟皱了皱眉头，有些生气。以往让江寒来结账，最多半个小时，他就会火速赶到，要是晚来了2分钟，还会忙不迭的道歉，最后散场以后再小心翼翼的送他回家。可今天已经这么晚了，还没有见到人影。柳如烟早就意识到不对了，但他高傲的性子怎么可能会去低头？要不你还是问问吧，我觉得或许真是出什么事了。周涛建议道，
而且都1个星期没联系你了，以他的性子撑不了这么久的。柳如烟冷哼一声，谁知道是不是在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我才不上这个当。他疼得起身准备离开，但是账还没结呢。周涛迟疑了一下，天上人间的消费可不低，一次都是4位数起底，我当时给你交了5000住院费，应该还有吧。柳如烟淡淡道，你先拿出来垫上。周涛面色一变，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再说了没剩多少了。当然我不是舍不得，只是要是交了这钱，如烟你这么善良，良心上肯定会过意不去。没事，我家里还有以前江寒给我买的名牌包，我一直没用过，明天我拿去卖了不就有钱了。柳如烟不耐烦道，到时候一并还给你，就当你借我的。那就好。周涛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还是明白柳如烟不是拿不出钱，江寒出手向来大方，只要肯给个小脸，柳如烟不可能缺钱。别的不说，光就这2年的花销估计都不下100万了。最终还是周涛去结的账，末了还不忘叮嘱道，总共1200块钱，你到时候有钱了记得还我，我等着救命呢。放心，少不了你的。柳如烟没多说什么，只是心里隐隐有些不喜，以前怎么没发现周涛是这么磨叽的人。如烟，江寒今天不来接你吗？一名女同学凑上前来，小心翼翼地问道。他们不知道内情，只知道以往这个时候江寒肯定已经叫好专车在外面等着，眼下却是什么都见不到，凉风一吹还怪冷的。听这么一说，柳如烟越发心烦意乱，冷笑道，他爱来不来，真当没有他江寒地球就转不了不成。说完便冷着脸离开了。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谁离不开谁。江寒这欲擒故纵的戏码简直太过蹩脚了一些，到时候要是跑来跟自己道歉，不让他跪下，柳如烟都觉得出不了这口恶气。但柳如烟不知道的是，江寒早就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给拉黑，正躺在家里安逸着呢。道歉不亲手给他2逼兜子，都是因为眼下末日的事情更重要的缘故。但即便如此，在末日开服前，江寒也抽空联系了律师，现在也就是在收集证据和备案，等再过几日，柳如烟之前收过江寒的所有赠与，拿了多少都得尽数吐出来。次日旭日东升，江寒照常进入游戏。比起前一天的冷冷清清来说，9527号新手村多了数倍不止，大部分是在游戏论坛上被游戏内容所吸引，而少部分则是江城的官方人员。但无论是什么人，都对末日多出了一些敬畏。虽然还没证实，但毕竟是大范围的有人去世，纵然是各国官方也无法将消息彻底封锁。1级区域练级3等1，缺个牧师，没有游戏经验的别来。来个牧师，辉煌公会高玩带队，目前8等1。精英组团，2级以上玩家来。吆喝声此起彼伏，现在除了少部分极度自信的高手，已经很少有人敢单独练级了。江寒看着无比熟悉的场景，心中感慨不已，这才是末日的常态啊！卧槽，10级大佬，排行榜上第1名，这哥们咋升的级啊？老哥组队吗？我们这妹子巨多巨漂亮，哥哥，能不能带带人家？给你看黑丝哟！江寒一露面，瞬间就引起了轰动。虽说他特意戴上了面纱，隐藏了真容，但头顶上那明晃晃的10级却是掩盖不住。成百上千的申请看得江寒是一阵头大，赶忙设置了拒绝一切陌生人的申请，随后便径直出了城门。而见到他如此雷厉风行，一些个打算暗中尾随窥探其秘密的玩家也不得不放弃了心中的盘算，因为江寒前往的区域最低都是5级精英怪在出没，但凡被其中一个怪物盯上，基本就是一个死字。眼下没人敢冒这个风险，大佬就是大佬，这么危险的地方都敢去，难怪升级这么快。人比人气死人。一行人望着江寒逐渐远去的背影，望而兴叹，随后就兴意阑珊的继续组队去了。而江寒这边凭借着55的敏捷和诡异的身法，走出了一条完美路线，不用击杀一个怪，就来到了一座巨大的遗迹面前。试炼神殿，玩家进行10级升阶试炼的地方。江寒轻车熟路的来到一名身穿银色甲胄的守卫面前，尊敬的守护者，我想开启升阶试炼。哦，那守卫有些诧异的看了江寒一眼，外来的冒险者，你竟然这么快就到达了10级？你的队友呢？江寒摇摇头，没有队友，我打算一个人进行试炼。一个人？守卫皱了皱眉头，年轻人，我不得不提醒你的是，即便是难度最低的升阶试炼，也远超你的想象。能这么快就升到10级，我认可你的能力，但还是做好完全的准备再进入吧，不要白白葬送了性命。江寒微微一笑，自信道，请大人放心，我已经有了十足的打算。见到他态度如此坚决，守卫也不再多说什么。既然能这么快就冲到10级，证明眼前之人不是蠢蛋。一个人通过升阶试炼是很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些个赫赫有名的强者都曾有单独通过试炼的壮举。
虽然守卫并不认为江寒能够办到，但管他呢，反正最终吃苦头的又不是自己。等经历过了绝望，自然就会明白现在的选择是多么不自量力。第16章深渊难度，诡异降临。银甲守卫神情淡漠道：“那么，冒险者选择此次试炼的难度。”随后，一道虚拟面板出现在江寒眼前：普通、困难、噩梦、炼狱、深渊。江寒从容伸手，最终食指落到了最后一栏的深渊2字上。嗡！脚下一道传送法阵瞬间生成，升阶试炼已经开启，本次试炼难度为深渊。冒险者，祝你好。话说一半，银甲守卫整个人忽然愣住了，眼里满是迷茫。等等，深渊？这个看起来身材心长、一眼望去人畜无害的年轻人，竟然选择的是深渊难度？开什么玩笑！银甲守卫眼神惊骇地看向江寒，想要说些什么，只可惜白光一闪，后者的身影就瞬间消失在原地。一个人进行升阶试炼就算了，竟然还敢选择深渊难度，当真是无知者无畏。银甲守卫无奈地摇了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啊，直到此刻，他终于是能确定了，这人压根就不是什么自信的天才，而是一头存心找死的蠢驴。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不是没有人野心勃勃，尝试着通过深渊难度的升阶试炼，可这些人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回来，全部葬身在试炼中，而且还都是天赋卓绝之人组成的团队。一个人，除了找死之外，银甲守卫再也想不出其他的理由了。也好，正好省了之后的流程，又可以清闲一下午了。银甲守卫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换出试炼名单，在刚刚才多出的夜寒2字画上一道横杠。就这种脑残都不惜的抢救，直接宣告开席。微风拂过，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带来几分宁静。江寒站在密林之前，神色淡然。升阶试炼的难度，他当然明白，纵然是普通难度，也堪比猎杀10级的野外 BOSS。对于装备、技术、职业分配以及团队之间的默契程度都有极高的要求，但凡少一个环节，就有可能是团灭的下场。可以说，能够一次通过普通试炼的团队，绝对称得上精英团队，没有短板。至于再往后的难度，就更加夸张了。只要有一个漏洞，那么不好意思，100%团灭，没有第二个下场。前世江寒在内测期间就充了10万金币，等到了10级，一身青铜装备，还有2、3件白银品阶的道具，就这种配置，超越了99%的人。再加上他游戏经验丰富，技术不错，更是不惜花费了重金，请了几名旗鼓相当的人一同进行试炼。结果因为带上了柳如烟这个拖油瓶，一个精英团队就这么团灭在困难试炼，损失惨重。后面老老实实打造装备之后，才勉强通过普通试炼。由此可见升阶试炼的难度，而且这只是10级试炼而已，越往后的试炼难度倍增。也就是在游戏初期，有些人意识不到神器的重要性，江寒有幸捡漏，不惜倾家荡产为柳如烟买来一件神器，这才让他能顺利通过后面的升阶试炼。否则就凭他那狗都嫌弃的技术，再多高手带都是白瞎。当然，升阶试炼难度这么大，依旧有玩家冒着风险选择挑战高难度，也是有原因的。属性增益，没通过升阶试炼之前，按照普通职业的标准，玩家每升10级就能获得100个属性点，但如果通过升阶试炼之后，这个属性增益就会获得提升。通过普通难度，增益是 0.2， 每升10级获得120个属性点；通过困难难度，增益是 0.4， 每升10级获得140个属性点；通过噩梦难度，增益是 0.6， 每升10级获得160个属性点。以此类推，若是通过深渊难度，那么属性的增益就会足足翻1倍。也就是说，每升10级获得的属性点是200点，而且每一次升阶试炼的增益可以叠加。这就导致，纵然是同样职业、同样装备的2名玩家，如果期间升阶试炼的难度有所不同，到了后期，基础属性也能有极大的差距。一步快，步步快，就是这个道理。小辉，江寒既然决意要登上神坛，俯瞰众生，自然要力求凡事做到完美，而且他也有这个资本和底气。不过他也并不拖大，第一时间就唤出了小辉。嗷呜！不到半人高的小辉出现在江寒身旁，小小的身体却是给人安全感十足。开杀！带着神话级御兽，江寒进入密林。下一刻，随着一声怒吼，树木簌簌抖动，一道庞大的身影出现在江寒眼前。残暴雪狼鬼10级，生命5000，魔法值5000，力量300，体质500，敏捷300，精神500。被动未知，技能未知。描述：来自深渊的诡异生物，它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小心一旦被盯上，死神的镰刀就向你挥来。竟然是诡异生物！
看清楚眼前身长超过3米，宛如一个小山包一样的巨狼，江寒心头不由得一震。单单就这强悍的属性，就能轻易让一个满身白银装的10级精英团队覆灭。5000的血条足以让被称为爆发最高的暗影刺客都绝望，更别提那高达300的恐怖力量，只需要2下普攻就能带走一个脆皮。而且天知道这种属性的怪物会有什么变态技能。江寒估计，按照末日怪物的尿性，这只残暴血狼一旦开出技能，绝对能直接秒了一个防御职业。但无论是高额的攻击还是令人绝望的血条，都不是残暴血狼最让人绝望的地方，而是它名称里带的那个鬼字。这意味着残暴血狼是诡异生物，而一旦被诡异生物击杀，那么玩家在现实生活中会被直接抹杀。不愧是深渊级试炼，这难度果然变态。江寒神情凝重，他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升阶试炼中遇到这种恐怖的生物，而且进入试炼之后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退出，唯一的方式就是通关。这意味着从踏进试炼的那一刻起就已无路可退。但江寒也没想着退。去吧，小辉，他轻喝一声。瞬间，早就按捺不住的小辉龙身在空气中掠出一抹残影，瞬息出现在残暴血狼的身前。第17章轻松秒杀魔化 BOSS。 恐怖的小辉面对差不多2米高的残暴血狼，对比之下，小辉的身体实在太过渺小了一些。但身为神话级御兽的苍天巨龙，小辉对于残暴巨狼有着先天的优势。强悍的龙威散发之下，山包一般的残暴血狼竟是连连后退。小辉张口一吐，灼热的烈焰猛然喷发。龙王吐息2500。残暴血狼的头上飘起一个白色的数字，血条瞬间过半。如此狂暴的一击让他瞬间惊惧不已，连连后退。小辉趁势而上，龙爪在空气中掠出几道残影。594、600，血条再降，只能1/3都不到。这残暴血狼强度果然是10级的魔化 BOSS。 江寒眯了眯眼睛，若有所思。小辉自带30%的增伤，按理说应该是打出650左右的伤害，而现在的伤害少了10%。毫无疑问，这代表残暴血狼本身就有10%的减少，而这是10级魔化 BOSS 基础的词条。是的，即便是同等级的 BOSS 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大致上分为普通、精英、变异、魔化、领主、君王、不朽。而即便到了100级阶段，装备、属性都得到了极大提高，玩家讨伐的 BOSS 极限就是魔化 BOSS。 而且其实几乎没人敢打魔化 BOSS 的主意，开什么玩笑，只要死一次属性就永久降低20%，而且现实生活也会受到影响。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拿命去拼？而在现阶段，魔化 BOSS 更是恐怖，尤其是这残暴血狼还是诡异生物。本身精英级以上的 BOSS 就一定有群体杀伤类的技能，300的基础力量，随手一个技能丢下去，一死一大片。但就是如此强悍的魔化 BOSS， 在仅仅1级的小辉面前，简直孱弱的不成样子。一口龙息加上2下普攻，血条直接见底。下一刻，残暴血狼的双眼变得赤红，身上的毛发也开始倒数。狂化，江寒一眼就看出这是 BOSS 血条下降过快，从而触发了狂化模式。而在这种状态下，残暴血狼的各项属性值都会有极大的提高，并且基础的生命回复还会翻倍。小辉，龙威！江寒当机立断地下达指令。嗷呜！小辉仰天长啸，汉式龙威，声音乃声乃气，但残暴血狼瞳孔中的赤红瞬间就褪去，陷入了眩晕状态。强制 1.5 秒的眩晕，直接无视了残暴巨狼的免疫眩晕，打破了他的狂化状态。小辉迅速上前。599、602、597。1.5 秒的时间足够小辉出手2次，而等残暴巨狼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迎接他的刚好是落下的第3招。恐怖的伤害直接让这头魔化 BOSS 倒地不起，而从始至终，残暴巨狼甚至没机会放出一个技能，完成一个攻击。不是他不够强，光是一个鬼字就足以说明残暴血狼的分量。而超远距离的巨龙吐息配合上汉式龙威，实在太过变态。叮！恭喜你成功击杀魔化 BOSS 残暴血狼。叮！你的御兽小辉提升至2级。叮！你的御兽小辉提升至3级。干得好！就连江寒都是惊叹不已，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直到系统提示音响起，这才打开了小辉的属性面板。昵称小辉，种类苍天巨龙，神话级，等级560.50百分号，状态生命值14000，魔法值14000，基础属性力量700，体质700，敏捷700，精神700，
跨级击杀10级魔化 BOSS， 恐怖的经验让小辉连升4级，其属性增幅更是夸张，每升1级，全属性增幅50点。江寒忍不住感慨出声：神话级御兽成长实在是太变态了，而且还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巨龙獠牙。巨龙是魔法的克星，身为龙族王者，苍天巨龙会让所有魔法都闭嘴，对距离最近的2个敌方单位造成500%精神的魔法伤害，并强制让敌方陷入禁魔状态 5S， 消耗魔力值1000，冷却30S。江寒，得，又是一个夸张到极点的神技，伤害爆炸就算了，还有5秒的强制禁魔。说是魔法克星，那还真是一点不夸张。这技能用得好，能让一切法系职业和 BOSS 戴上痛苦面具。唯一的缺点是蓝耗很高，但以小辉那14000的基础蓝条和每秒的巨额回复，这点可以直接忽略了。江寒关掉属性面板，来到残暴巨狼的尸体前，运气不错，除却1000多金币之外，还爆了2件装备：血狼牙、匕首，品级暗金，效果暂未鉴定；血狼弓、弓箭，品级暗金，效果暂未鉴定。2件暗金级装备，不愧是魔化 BOSS， 身上全是好东西。江寒咧嘴一笑，老实说，就算是前世到了100级，他参与的魔化 BOSS 围剿也就那么1-2次，而且都不是主力，但过程之艰难却是心有体会。小心翼翼不敢死亡不说，分装备也没自己的份，哪像现在小辉3-2下就弄死了残暴血狼，装备更是一人独享，爽！将2件装备扔进储物空间，带着小辉继续深入。如果是以前，就这么2件让无数人趋之若狂的装备，也会让他欣喜若狂。不过现在嘛，见识过神话级御兽和天灭级道具的变态之后，暗金级道具也就那样。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由奢入俭难啊！相比之下，江寒倒是更好奇，这才仅仅只是第1个环节而已，就出了一只魔化 BOSS， 那之后的几道试炼又会是什么光景？很快，江寒走出了密林，而映入眼帘的是一头浑身漆黑的猛虎。暗渊虎，鬼，10级，生命8000，魔法值8000，力量400，体质800，敏捷300，精神500。被动未知，技能未知。描述：来自深渊的诡异生物，它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小心一旦被盯上，死神的镰刀就向你挥来。同样又是诡异魔化 BOSS， 而且其属性比起残暴血狼来说又要再上一个档次。第18章最终试炼，深渊的游荡者。然而这暗渊虎要面对是更加恐怖的小辉，仅仅1级屠杀残暴血狼就跟杀鸡仔一样，更遑论是现在已经升到了5级解锁新技能的小辉。龙王吐息，巨龙獠牙，3500， 4200。暗渊虎发现有外敌入侵，才发出一声愤怒至极的咆哮，一口龙息和一道湛蓝色的魔法光球就先后袭来，血条直接见底，只剩下可怜的300点生命值，强制进入狂化状态。在这种恐怖的状态之下，暗渊虎的精神值直接翻倍，暴涨到恐怖的1000点。显然这是一只法系 BOSS， 10级就能有1000的精神值，这让骑士看了当场就得流泪。法系 BOSS 技能的恐怖加成，别说是10级，就是20级一身精装的骑士，那也不见得能扛得住一下。唰，破风声响起，小小的甚至看起来有些软萌的龙爪落下。800，暗渊虎前爪上才刚刚附着的恐怖光芒瞬间散去，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生机消失的无影无踪。和残暴血狼一样，暗渊虎又是一招没出就憋屈的死在了小辉的龙爪下。8000的恐怖血条，在神话级御兽面前脆得跟纸一样。叮！恭喜你击杀魔化 BOSS 暗渊虎。叮！你的御兽小辉等级提升到6级。对于这个结果，江寒丝毫不意外，迅速上前搜刮。尖刺虎盾，单手盾牌，品级黄金，效果暂未鉴定。漆黑之剑，单手剑，品级暗金，效果暂未鉴定。同样是2件装备，只不过品质上比起前一次稍微差了些。不过江寒一样很满意了，黄金装备即便在出了新手村都很稀有，更何况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不说其他，光就现在这几件装备，等到再过2天，江寒能轻松卖出100万高价。不过前提是有人能先出新手村再说，毕竟那会他肯定早就脱离新手村，在更高等的区域发育了。继续，江寒眼神火热的舔了舔嘴唇。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可都是钱。别看暗金一件又一件，那也就是他幸运值已经高到60点，而且升阶试炼里才能聚集这么多单体 BOSS。要是换成其他人试试，能掉件暗金装备都得求爷告奶奶了，那是祖上积德。
黄金以上的装备大多都是通过任务或者是收集稀有材料打造出来的。江寒带着小辉一路深入，在暗元虎之后又出现了2名 BOSS， 莽力蛮牛鬼，黄暴食人花皇者鬼，一个属性比一个夸张，而且不出意外的都是诡异生物。其中狂暴食人花皇者更是血量高达恐怖的15000，基础精神破千。这种 BOSS 能让9527新手村的所有人加起来都绝望。但可惜的是，在小辉面前，这种量级的 BOSS 依旧不是什么威胁。一路横推过去，又是4件装备到手，2件黄金装备，2件暗金装备，而小辉的等级也升到了7级，差1线到8级。由此也能看出，末日的升级机制确实是越往后越难。击杀一只残暴血狼，直接狂升4级，而从5级到7级，却是足足经历了3个同等级的魔化 BOSS。现在只剩下最终试炼了。江寒极目远眺，视线落到远处昏暗的大殿上。升阶试炼也是有规律的，除了本身都是单体 BOSS 之外，每一个阶段的 BOSS 数量也是固定。普通难度需要击杀1个 BOSS， 困难则是2个，以此类推。那么深渊试炼便需要解决5个 BOSS。显然，只要将这大殿中的 BOSS 击杀，就意味着通过了此次试炼，而最终 BOSS 的属性会有极大的提高。前几个 BOSS 都是魔化 BOSS， 甚至那狂暴食人花皇者已经是隐隐超出了界限，达到领主级属性的标准。那这最后的 BOSS 最少也是领主级 BOSS。单挑领主级 BOSS 吗？这一刻，江寒心里竟然有了几分奇妙的感觉。挑战成功，那无疑是创造了历史；挑战失败，那么生死道消，一切化为乌有。这种疯狂的举动，他好像从未经历过。因为前世的一切路线都是围绕着柳如烟进行，求稳为目的。可现在，江寒行走在阴暗的道路上，心里却是感受不到一丝紧张，反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刺激。或许，不再为了任何人而去顾虑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爸妈走得早，我以为我惧怕孤独，可这种想法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我应该享受孤独，行走在危险之间。大丈夫行走世间，本不该拘泥于情情爱爱。从今往后，我江寒只为自己而活。许是四下无人，许是10多年来的情绪压抑了太久，江寒忽然无声地笑了起来。他站在大殿之前，张开了双臂，拥抱虚空。他低喃道：“来吧。”轰隆！昏暗丛林中，怒雷狂吼，丝丝雨点从天而降。江寒收回所有情绪，目光中满是坚毅和疯狂。他伸手推开了眼前这扇或许从未有人触摸过的沉重大门。不算明亮的光线顺着大门照射进去，为一片漆黑的大殿带来些许的光亮。冒险者，你已堕入了深渊。一道不知从何而来，如同有人轻松呢喃的声音响起，随后便是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叮！你已踏入极度危险区域，请立刻逃离，请立刻逃离。叮！你已踏入极度危险区域，请立刻逃离，请立刻逃离。叮！你已踏入极度危险区域，请立刻逃离，请立刻逃离。声音刺耳而尖锐，就像是电影中那样，有人非法闯入了一个军事重地。江寒从未听过系统有过如此强烈的播报声，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凄厉，就像是在恐惧。江寒不知道末日的系统有没有生命和意识，但在这一刻，他从这连续不断的播报声里，只听到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就像是一叶孤舟被大浪所吞噬，周围一片苍茫，那种让人窒息的绝望感瞬间将他淹没。轰！眼前2道幽光忽然亮起，大殿的尽头，端坐在王座之上的生物陡然睁开了双眼。只一瞬间，气浪席卷开来，如同洪流冲击，2扇沉重的石门嘎吱作响，似乎承受不住这种威压。深渊地游荡者，君王，等级10，生命5万，力量0，体质5000，敏捷0，精神5000，天赋未知，技能未知，来自深渊，归于深渊。君王级 BOSS。 第19章法系的克星，憋屈的君王级 BOSS。 纯法系职业，5000的精神值。江寒眯了眯眼睛，不愧是深渊难度的终极试炼，如此高额的血量，意味着这游荡者能够轻易打出5位数的伤害。即便小辉现在生命值已经达到了16000，依旧有被秒掉的风险。毕竟这种等级的 BOSS 必然掌握了高额加成的技能，而且还是法系 BOSS， 更别提那足足5万的血条，真够变态的。说实话，游荡者的强度还是有些超出江寒的意料，比起之前的 BOSS 来说，强度何止翻了1倍，完全是碾压级别。不过也不是没有缺陷，0的力量和敏捷注定这游荡者没有普攻伤害，出手速度极慢，前摇长。利用这一弊端是唯一能够单刷游荡者的机会。
江寒思绪急速流转，立刻就做好了应对的决策。打蛇砖从7寸打，面对这种出手慢的法师，最好的方法就预判技能，做出应对。当然，说是这么说，能不能做到又是一回事。除了某些特定状态之外，末日的 BOSS 技能释放完全随机，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要想判断 BOSS 是否释放技能，对于玩家判断力的要求极高。而且，这种级别的 BOSS 一旦放出技能，基本上玩家只有等死的命。就连江寒也是如此。小辉，技能不要随意释放，随时听我指挥。江寒盯着游荡者的动作，脚下御兽光环升腾。这个技能没有任何属性，但却是御兽师最根本的关键技能。除了驾驭御兽之外，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和御兽心意相通，下达释放技能的指令不需要开口，完全节省了说话和声音传播的时间，也能让御兽第一时间就做出应对。之前不用是因为没必要，小辉自己就能单刷那几个 BOSS， 但现在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嗷呜！小辉挥了挥爪子，表示明白。小家伙平时傲娇的很，都不怎么搭理江寒，但一到战斗的时候却是绝不含糊，言听计从。下一刻便遵从江寒的指令，朝着游荡者发起了冲锋。922，君王级 BOSS 本身自带 20% 的减伤，小辉现在是8级，基础力量850，造成的伤害也在930上下浮动，加1000。但随即游荡者头上就浮现一个绿色的数字，生命回复。果然，江寒眯了眯眼睛，这种级别的 BOSS 自然也会有生命值回复这种高级属性，每秒回复1000点生命值，让人看了直接绝望。可以说，一个刺客职业的10级普通玩家穿上现阶段根本不可能凑出的暗金套装，一个技能下去也就蹭破 BOSS 一层皮，打的还没回血快。而更操蛋的是，领主级以及领主以上的 BOSS 都有一条叫做伤害豁免的高级属性，达不到一定的伤害值，那么此次攻击直接无效。比如眼前这游荡者，如果他的伤害豁免是在800，那么哪怕是799的攻击落到他身上，也会瞬间清零。这也是为什么说魔化 BOSS 就是工会讨伐的极限，因为面对领主级 BOSS， 人数没有任何一点用，就算来1亿人围殴，只要没人能打破伤害临界值，落到 BOSS 身上，伤害都为0。不过以小辉的强力输出，倒是没有这个烦恼。使用龙之吐息，继续普攻。江寒冷静地下达指令：4250、935、930，一连串恐怖的数字浮现，游荡者的血条瞬间减去1小节，即便以他那恐怖的生命回复，也恢复不上来。一个纯法系 BOSS 在小辉面前，压根就是一个活靶子，能够毫无顾忌的输出。即便不算上技能，单靠普攻 DPS 每秒输出都到了恐怖的1500，游荡者的血条急速下降，汉室龙威。但下一刻，江寒目中寒光一闪，果断下达了指令。好！小辉仰天怒笑，游荡者瞬息陷入眩晕状态，而他袖袍之间的一抹蓝光才刚刚凝聚出来，就立刻消散。瞬发技能。见到这一幕，江寒眼中谨慎更甚。方才下达指令的过程绝对不到半秒，但即便如此，还是险些让游荡者放出了技能。要知道，江寒可不是简单的观察游荡者的动作，而是以前世和诡异生物打交道累积的经验加入了预判，几乎是游荡者动的一刹那，技能释放讯号就发出。若是换一个人在这里，即便是最顶尖的玩家，也一样无法做到，因为缺乏了江寒这份对于诡异生物的洞悉。930、920，游荡者陷入眩晕的空隙，小辉又是一阵狂风暴雨式的输出，短短5秒，游荡者就受到了超过1万的伤害，纵然是那每秒1000的回复，也补不上这个漏洞。游荡者43590500000，终于眩晕结束，游荡者双手一抬，袖袍鼓荡，一道神秘如梵音的声音响起，回荡在大殿之中。吟唱。江寒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打断，而是继续观察着游荡者的动作。如此规模的技能，吟唱时间必然不短。龙王吐息既然已经进入了冷却，小辉现在手上只有一个巨龙獠牙，现在能拖时间就尽量拖。1、2、3，巨龙獠牙，4600，目标强制陷入静魔状态，持续5秒。大型吟唱技能一般时间都在10秒以上，10秒到20秒的更是居多，但江寒却是只等了5秒，因为他不敢保证君王级的法系 BOSS 有没有吟唱缩短的被动，这个时间最为稳妥。而在巨龙獠牙的恐怖效果之下，即便游荡者作为君王级 BOSS 也被强制陷入了静魔状态。一个法系 BOSS 没法放技能，那就2个字：挨打。4250、930、945，小辉一顿狂暴输出，那叫一个舒畅。
就连江寒自己都隔得远远的丢了2下普攻，果然不出意外伤害是0。等到静魔效果过去，游荡者的血条已然是空了一大半。游荡者21225500000，算上之前的吟唱环节，10秒的时间让小辉这样一个无情的输出机器敞开手脚，那爆发绝对让 BOSS 流泪。对于这种法系 BOSS， 苍天巨龙的确是有着碾压性的优势。不过在高额输出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小辉的2个控制技能全都进入了冷却，游荡者可以毫无顾虑地放出下一个技能，而以他5000的逆天精神值，只要放出一个超过4倍加成的技能，都能直接将小辉16000的血条瞬间融化。第20章极致微操，通关深渊级试炼。当然，其实江寒还有压箱底的手段，那就是龙王的愤怒，10000力量加体质得逆天加成。以小辉现在的属性，这个技能能够造成恐怖的17万伤害，能够让游荡者死上3回都还多。这场战斗其实从一开始，江寒就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他也没打算在这里用。5%的属性下降实在太过沉重，不仅影响现在的属性，就连以后的成长属性也要受到削减。不到万不得已，这张底牌不可能动用。而现在显然没到那么绝望的时候。是的，哪怕小辉的控制技能已经陷入了冷却，一人一龙的处境看似岌岌可危，但江寒依旧胜券在握，因为他已经判断出接连遭遇了2次控制技能，这游荡者接下来不会选择起手时间过长的技能，瞬发技能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只是法系职业的瞬发技能加成上必然是比不上吟唱职业的，这也就意味着以小辉的生命值可以硬扛下来。唯一的弊端就是 BOSS 一旦选择向江寒出手，那么他必然会瞬间去世。事实上，游荡者并不蠢，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不是小辉，而是操控着小辉的江寒，只不过没能得逞。江寒也从不指望将胜利放在对手的失误上，那样未免太过愚蠢。他步伐诡异的挪动，极其小心地操控着自己的身位。此刻，如果有人在大殿的上空，会发现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无论小辉的身体如何挪动，从哪个方向发动攻击，江寒的位置都和小辉以及游荡者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游荡者只要对江寒出手，那么必然绕不开小辉的位置。而且江寒距离小辉的位置仅仅只有半米不到，几乎是贴在了一起。游荡者并不蠢，没有随意出手，而是耐心地寻找着角度。这种距离随意一个变动就是破绽。但江寒对于自己和小辉身位的操控实在太过完美，他在钢丝上起舞却没有坠落，这是极致的微操，让任何人都惊叹的表演。简单一句话，纯粹的技术。是的，即便前世没能登上神级之位，可江寒的能力其实并不逊色任何一位神级高手，甚至犹有过之。否则真当用钱就能让柳如烟这么一个小白成长到神级，这背后的过程有多艰难，只有江寒一个人明白。他压根就是背着一个天大的累赘在刀尖起舞，最后还用那为数不多柳如烟剩下的丁点资源成为了江城第一梯队的高手。不过从某种角度来说，但就磨练技术上，江寒能走到这种地步，他还真是占了大部分原因。毕竟当别的神级高手都在疯狂提升打造自己的时候，他整天脑子里想的做的都是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来完成最华丽有效的操作，最后还成功了。如果说别人在末日的难度是残酷，那么江寒就是下了18层地狱历练，而现在这份苦难开花结果了。就如此极致的身位操控，而且还是一心二用，即便换成有名的刺客高手锦衣夜行来，也难以撑过2秒。而江寒做的天衣无缝。小辉还在疯狂输出，游荡者的血条如同被火烧一样稳定往下掉，游荡者不断变换身位，却也找不到机会。轰！下一刻，游荡者失去了耐心，选择了出手。漆黑的光芒从天际一闪，化作一道怒雷落下。既然平面找不到角度，那他索性从上空出手。可惜他能想到的，江寒自然不会想不到。小辉早就等在了路线上，硬挨下这一击。6700，伤害很恐怖，即便以小辉的生命值，也同样被轰去了将近1半的血条。顶多3记瞬发技能，游荡者就能带走小辉。但与此同时，游荡者的血条也在迅速下降。又是一记龙王吐息下去，血量已经被压制到12000之下。这是一场硬碰硬的厮杀，谁敢退却，谁就一败涂地。小辉吃痛之下，也是怒吼一声，和游荡者纠缠在一起。930、964、933，一连串伤害从游荡者头上冒出。游荡者再次出手，红球一闪，8500。这一记伤害比起之前还要更高，小辉的血条瞬间见底。只需要最后一次攻击，
就能将小辉给击杀。而届时失去了神话级预售的江寒，独自面对血条还剩1/5的君王级 BOSS， 将没有一丝机会。兴许是想明白了这点，游荡者将目光锁定在小辉身上。现在才明白这一点，很可惜，晚了些。江寒灿烂一笑，手中出现一张古朴的书页，残暴之章。这件天灭的道具就是他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游荡者还没来得及有下一步的动作，小辉微微侧身，一道血色的光芒穿过，锁定在游荡者身上。残暴肃杀1859，暴击，目标生命值低于 20%， 触发即死效果。8026，游荡者0500000，两道伤害接连冒出。这位统治了此地不知多少年的君王级 BOSS， 只丢出了2个瞬发技能就结束了生命，化作齑粉消散在空气之中。叮！恭喜你击杀最终试炼 BOSS 深渊的游荡者。叮！恭喜你完成了深渊级升阶试炼。叮！恭喜你，你现在可以获取经验了。叮！恭喜你，你的预售小辉等级提升至10级。叮！恭喜你，作为第一位成功通过深渊试炼的冒险者，你获得奖励全属性+5。终于通过了。听着耳边无比悦耳的系统提示音，江寒长长吐了一口浊气。虽然结果在预料之中，但真到了这一刻，他还是无比喜悦。深渊级的深渊试炼啊！纵然是前世最高的记录，也不过是100级之时，几位神级一起组队，这才堪堪通过了炼狱级试炼。而现在，他带着小辉一人一龙，便杀穿了这5名恐怖至极的诡异生物，其中差别自然让人感慨颇多。而与此同时，外界叮！系统公告，大夏国玩家叶寒通过了深渊级升阶试炼，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通过深渊级试炼的勇者，获得传奇称号深渊的使者，特此昭告。叮！系统公告。叮！系统公告。清脆的系统提示声忽然浩浩荡荡地传递出去，席卷了末日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刻，所有的玩家都呆立原地，满眼茫然地听着这不亚于原子弹初次爆炸的惊人通报。什么情况啊？这是第21章不学无术打游戏。无语的柳如烟。升阶试炼，这是什么玩意？听起来很吊的样子。世界播报，意思是这位大佬完成了全球首通。不少玩家一脸茫然，他们才刚刚进入游戏，甚至连升阶试炼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但对于播报的内容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毕竟全球首通这东西，无论是在哪款游戏中，都是为人口口相传的顶级成就。而在以往的网游中，争夺这一荣誉的大多数都是那些耳熟能详的高手。叶寒听起来很陌生，似乎并不属于哪个顶级公会，是新崛起的路人高手，还是哪位大佬新开的马甲？无数人在惊讶之余，也在猜测着江寒的身份。2743号新手村，几名样貌年轻的男男女女汇聚在此。虽然装扮和其他玩家并无两样，但这几人的气质个个都是冷冽不已，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周遭的玩家见了都很识趣的绕道行。一夜之间，大夏国器官衰竭的人数让各大医院人满为患，而引起这等大变动的源头竟然疑似一款游戏。大夏官方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连夜成立了特别小组调查幕后的真相。而2743号新手村的这些人正是其中最精锐的一个小组，每一个人都是特种部队的王牌，身手不凡，是真正上过战场的战士。全球首通的玩家出现在我大夏国，而且排行榜上好像也只有这叶寒一人。为首的一名寸头男子听着耳边的播报，眼神闪烁。不知道为什么，他本能地觉得这名叫叶寒的玩家或许知道些什么内情。小七，有这人信息吗？寸头男子看向身旁一名面容姣好的女子，这人是9527号新手村的玩家，按照推断应该是江城人，其他的暂时还没有。小七言简意赅，作为调查小组的精锐，他便是负责各方信息。就这么点？寸头男子皱了皱眉头，要知道以小七的权限，网络上明里暗里的信息都能扒个遍。大街上随便找一个陌生人，小七1分钟之内就能把别人祖坟的位置给调出来。可对这叶寒竟然只扒出这么点零星的信息，就这么点了，这末日绝对不可能只是一款游戏那么简单，我调查不到任何信息。小七眼里闪烁着对未知领域的狂热之色，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就是因为在游戏中的死亡次数过多。也许吧。寸头男子皱了皱眉头，淡淡道，这游戏确实不简单，我们先去升级。另外，你随时注意这叶寒，一旦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江城那边也让人去打探消息。知道。小七点了点头，对于命令他当然是无条件服从。不过小七还是疑惑道，咱们毕竟是来调查末日的本质的，过多的心力放在一个玩家身上可能没什么收获。
头儿，我觉得这叶寒说到底也就是个玩家，没必要这么关注。旁边也有人赞同道，全球首杀等级排行榜第一，这些名头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够厉害的，但却唬不到他们。毕竟虚拟网游也有些年头了，所谓的高手说穿了大多靠的都是敏捷和反应，而对他们来说这些就是最不缺的。试问这种虚拟的环境哪能和枪林弹雨相比呢？可以说真正上过战场的人将战斗意识运用到虚拟网游，那妥妥的降维打击。而现实也的确如此，纵观之前火爆的几款网游，顶尖梯队中退役雇佣兵、特种部队成员以及拳击手这类职业占比最多，只有极少一部分才是宅在家里玩游戏的。而即便是在特种部队中，小七等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每一个拿出来都能独当一面，对游戏玩家嗤之以鼻也在情理之中。在他们看来，所谓顶尖也就那样，只要花时间，他们真能将这群玩家秒成渣，只是想不想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江寒在这里的话，一眼就能认出为首的寸头男子在前世就是大夏国的神级强者之一，狂刃，甚至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是顶尖梯队，有资格去争夺最强战士职业。其他人虽然没到神级，但同样是顶尖高手。狂刃沉声道，如果是普通游戏，那自然没必要关注，但我有种预感，这末日将会改变以后世界的格局。而现在就有这么大优势的人，我不觉得会是什么普通人，不能掉以轻心。不会吧，头儿你这么谨慎？小七眉头一挑，有些惊讶。总之按我说的做就是了，接下来我们先去升级，我现在倒是很想看看这末日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狂刃叮嘱了一句，便转身向荒野区走去，其余几人也连忙跟上。只不过在狂刃的提点下，几人心里都是多了几分警惕，而有这种觉悟的不止狂刃一人。能在末日这样残酷的环境中最后成长为一方霸主的，都有着相当灵敏的嗅觉。相当一部分人早早就意识到了末日的不凡之处，游戏的第二天就开始积累优势。9527号新手村，我靠，居然才第二天就已经有大神升到10级了，而且还和我们一个新手村。如烟，要是咱们能和这大神搭上线组队，以后肯定发达。到时候江寒这种富二代也只有仰望我们的份。穿着一身出使不一的周涛听着耳边的播报，激动握拳，兴奋的连身体都在颤抖。昨天从医院出来之后，他越想越觉得末日有蹊跷，于是今天一大早就拉着柳如烟，用他卖了名牌包的钱买了游戏设备，进入末日。才刚刚进入游戏，就听到了全球播报的声音，更是让周涛心潮澎湃，顿生大丈夫当如是的想法，就仿佛那打穿了深渊级升阶试炼的人就是他一样。一旁柳如烟看着激动不已的周涛，皱了皱眉头，一脸无语道，就一个游戏而已，江寒不学无术，平时喜欢玩游戏就算了，怎么你也跟着瞎胡闹？你不会真以为光凭一个破游戏就能让你走上人生巅峰吧？第22章额外奖励史诗级道具。你不懂，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一个最大的奇迹。周涛拍拍胸脯，信誓旦旦道，总之你就等着看吧，我这份眼光绝对不会有错的。随你想吧。柳如烟不屑地撇撇嘴。对了，周涛忽然想起来什么，道，昨天我不是让你联系一下江寒，让他也进游戏，带着咱俩升级吗？他钱多，可以线下找人买点装备的。你联系的怎么样了？柳如烟冷笑道，我才懒得联系他呢，要去你去，我还没那么贱。那你这个月生活费怎么办？20万可不是小数目。周涛迟疑道，不用担心，到了时间江寒自然会自己送来的，以前不都这样？柳如烟理所当然地说道。也是。周涛点了点头，他那么喜欢你，过几天肯定回心转意的。算了，别提他了，没意思。柳如烟淡淡道，好不容易江寒没围在我身边转，也清静一阵，正好我还没玩过游戏，体验体验也不错。好，我们先想办法升级去。两人一合计，决定还是先升级。试炼副本，江寒自然不知道外界的风起云涌，而是仔细观察着大殿的面貌。和之前不同，这一次游荡者死亡之后，竟然没有爆出什么装备和道具，只有一颗晶莹剔透的残片缓缓落下。江寒伸手接住残片，深渊之时，残片1，品阶未知，不可鉴定。残片除了一行简短的信息之外，再无其他，就连基础道具介绍都没有。江寒皱了皱眉头，脑海中急剧搜索着眼前之物的相关资料，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印象。或许是只有深渊级试炼的最终 BOSS 才会掉，所以前世才没有这件道具的信息。江寒暗暗猜测着，末日世界太过庞大，按照那些神级高手的理论，神级才是一个新的开始，其中秘密自然繁多，有不认识的道具也很正常。虽然有些遗憾 BOSS 没有想象中的大爆，
不过江寒也没有太过在意，毕竟这种级别的 BOSS 爆出的道具肯定不可能这么简单，只是现在没办法解开这个奥秘。又在大殿中探索了一圈，确保没有任何遗漏之后，江寒踏入传送阵，离开了升阶试炼。唰，白光一闪，一道修长的身影瞬息出现在9527号新手村试炼大殿。负责值守的护卫一愣，系统公告只针对玩家播报，作为末日本土的 NPC， 他自然不可能知道江寒通过了深渊级试炼，而且在他的印象中也没听到负责接应的人率先通报这情况。你好，我完成了升阶试炼，现在需要主城接引令。江寒笑着开口，想要离开新手村，除了等级必须达到10之外，还必须拥有主城接引令，否则就算是到了主城也不会被允许进入，反而有可能被守卫就地格杀。这也是升阶试炼如此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不通过升阶试炼，一辈子都走不出新手村。稍等，我需要核实一下。守卫斜睨江寒一眼，随后开始联系接引守卫。滴滴，大殿外负责接引的守卫正坐在银色长椅上葛优瘫，好不惬意。通讯声忽然响起，接引守卫懒洋洋点开接通按钮，这不还没到饭点吗？这么早叫我做什么？我正在晒太阳呢。晒个屁啊，有正事。大殿守卫没好气的道，今天是不是有人来闯升阶试炼了？你事先没和我说？嗨，就为了这啊？我还以为今天提前下班呢。接引守卫打了个哈欠，浑不在意，是有这么一个，不过那小子选的是深渊级试炼，劝都劝不住，没什么好说的，反正都死定了，后面也没你什么事，放心就是，不会有问题。你说什么级？大殿守卫猛地一愣，脸上满是不可置信。深渊级啊，咋了？不然你以为我这么弱智，有人来进行试炼我不先提醒你？接引守卫撇撇嘴，大惊小怪的，你还真以为有人能通过那种试炼不成？大殿守卫沉默了一会，随后道，还有别人来闯升阶试炼吗？没了，就这么一个，不然我哪敢偷懒。接引守卫笑呵呵的道，哦对了，那小子的名字我已经划入死亡行列了，你之后就不用麻烦了。大殿守卫深吸一口气，沉声道，麻不麻烦的另外说，现在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说，那小子是不是叫叶寒来着？对啊，你去翻试炼名单了？这么清闲？你也不像。话说一半，接引守卫忽然愣住了，随后脸上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位共事了10多年的同事从来没有翻阅试炼名单的习惯。心中一个荒谬到极点的想法忽然滋生，接引守卫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声音干涩，那啥，刚子，你别和我开这种玩笑哈，一点也不好笑。大殿守卫一脸严肃，声音低沉，我没开玩笑。你说的那叶寒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不出意外的话，他抬头看了一眼江寒，随后一字一顿道，通过了深渊级试炼。接引守卫瞪的一下从长椅上一跃而起，脸上不复之前的慵懒和淡定，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荒唐。他低吼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别不可能了，总之你赶紧把名单给放出来，我现在要对这位年轻勇者进行授权。大殿守卫一脸肃穆，另外这事需要尽快汇报给上面，你抓紧时间。说完便掐断了通话，只留下满脸震惊的接引守卫站在风中凌乱，心中的情绪更是繁复万千。不可能啊，这世界上怎么可能真有人能通过深渊级试炼？这世道当真要变了不成？尊敬的勇士，我刚才已经核实过信息，可以授予你接引令牌。关掉信息面板，大殿守卫神色复杂地看向江寒，眼里的傲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而是无比恭敬。因为即便是在帝国的历史中，能够通过炼狱级升阶试炼的人也寥寥无几，而这些人最后几乎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跺一跺脚，连整个帝国都要震动。更何况眼前之人更是通过了难度更高的深渊级试炼，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要是这时候还摆谱，那属实是分不清大小王了。有劳了。江寒淡淡一笑，这是我的荣幸。大殿守卫捶胸行礼，神色恭敬道，另外由于您通过了炼狱级以上的升阶试炼，有权利获得史诗级道具英勇之辉。第23章触发隐藏职业授予者。史诗级？江寒眉头一挑，还有这等好事？大殿守卫单手一挥，一枚散发着淡紫色的徽章便缓缓飘到了江寒的面前。英勇之辉，史诗级。描述：勇者的证明，只有通过炼狱级试炼才有资格获得，这是帝国无上的荣耀。基础属性加20，魅力加3，英勇之力被动，生命值降到 30% 以下触发，力量提高 10%， 持续1分钟。佩戴类道具不错。江寒满意一笑，将英勇之辉装备上。单单就魅力值加3这一属性，就注定了英勇之辉下限不会低到哪里去，更别提还有英勇之力这样一个增加百分比属性的技能，而且还不限制佩戴等级。
只能说不愧是史诗级道具，的确强悍。并且这一类道具虽然不像残暴之章一样放在背包就生效，但同样不属于饰品，不占常规装备栏的位置，而是独立在外，本身就是极其稀有的一类道具，获取难度很高。即便游戏发展到100级阶段，绝大多数玩家都没有这类道具。这是接引令牌。紧接着，大殿守卫又交给江寒一枚木质令牌。有了这枚令牌，江寒就可以自由出入主城。想要的东西到手了，江寒也没有再试炼大殿逗留，径直前往通往主城的传送阵。对于玩家来说，新手村实在太小，只有踏进了主城，才算是游戏真正开始。尤其是御兽师，别看江寒现在等级领先一大截，但职业技能只有一个可怜的御兽光环，甚至还比不上其他职业3级的技能多。先完成一转任务，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一环。2个小时后，9527号新手村最边缘地带，传送阵蓝色光芒一闪，江寒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眼前已是一座巍峨巨城。叮！你已经来到全新区域枫叶主城，终于是到了。江寒仰头看向城头，青灰色的城墙和天际交汇一色，显得格外沉重，时不时有寒鸦掠过，带给人一种凄凉之感。而现实也的确如此，在拥有着远超新手村不知多少倍物资的同时，主城的危险同样也是呈几何倍数提升。在这里，诡异生物将会无规律的出现，并且无差别袭击附近生物。无论是 NPC 还是玩家，一旦被诡异生物击杀，将会彻底消失在世界上，再也没有复活的可能。现在各个玩家都在哭嚎着游戏难，但等到了主城，他们才会发现新手村简直就是天堂一般的存在。即便江寒作为重生者，心里也丝毫不敢有轻视的想法。唤出小辉在身边陪伴之后，这才放心朝枫叶城走去。前方何人？请出示身份证明。才到城门旁边，守城护卫便开口大喝一声：“这是接引。”江寒才取出接引令牌，准备递过去，就看见护卫面色肃然地行了一礼，躬声道：“原来是勇者大人，请进吧。”江寒微微一愣，不过随即就反应过来，扫了一眼佩戴在胸前的英勇徽章。看来除了强悍的属性之外，这件史诗级的道具似乎还能带来某些身份上的便利。这样一来的话，似乎可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一些。江寒若有所思，进入主城之后，便朝着转职广场走去。转职广场无比巨大， NPC 更是不下数百人。不过以枫叶城能容纳的玩家数量而言，这点 NPC 的数量就无疑是杯水车薪了。江寒记得很清楚，在前世光是排队他都排了足足3天，除开游戏时长到了限制，被强行踢出游戏之外，都待在转职广场上，丝毫不敢离开，否则黄牛哥分分钟会为你演示一波什么叫做鸠占鹊巢。但眼下的转职广场却是空旷的有些吓人，几百米都见不到一个人影。这来的早和晚果然是两码事。江寒感慨不已，要说新手村出的早有什么好处，这不用排队绝对是其中一个，能节省不少时间。3天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对于游戏初期而言绝对至关重要，优势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很快，江寒来到一位头发花白的 NPC 面前。负责御兽师转职的 NPC 不少，随便一位都能完成转职，不过江寒还是不惜多走了几百米，找到了这老头。原因也很简单，这在这几名 NPC 中，眼前这名叫古托尔的御兽师等级最高，也是最强的一位职业导师。而更重要的，则是在古托尔身上可以获取御兽师的隐藏职业授予者。不过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就是尊敬的导师，我想进行转职。江寒来到古托尔身前，此刻古托尔正坐在一张木椅上昏昏欲睡，就连有人叫他也懒得搭理。尊敬的导师，江寒早有心理准备，很有耐心的一连换了数遍。烦不烦啊？跟个苍蝇一样说个不停。想要转职找其他人就行，来找我搞什么？赶紧滚蛋，否则别怪老头子我翻脸。终于古托尔有了反应，但依然是头也不抬，很不耐烦。江寒不急不躁，缓缓道：我想要转职成授予者，其他人可做不到这点。授予者？古托尔冷哼一声，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转职？想要转职？可以，请先证明你的能力。城外的那群魔狼崽子，你去挖100双眼睛过来再说。叮！古托尔向你发布了任务，魔狼的眼睛，请到城外击杀100只精英怪物，疾风魔狼，并且挖出他们的眼睛带到古托尔面前。果然，听到系统提示音响起，江寒心里一动，和前世了解到的信息差不多，这算是触发了授予者的转职任务。不过这任务难度极高，而且流程很长，没个几天时间估计做不完。江寒想也没想，果断拒绝。古托尔不屑道：哼，真是个废物，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赶紧滚蛋吧，别来打扰老头我睡觉。江寒笑了笑，你误会了，我只是觉得
击杀魔狼实在太简单了一些，不足以证明我的能力，仅此而已。说着，江寒取下胸前佩戴的英勇之徽，递到了古托尔面前。我想，这枚徽章应该能说明一切。古托尔本想开口就骂，却看到一枚深紫色的徽章出现在眼前，顿时脸上止不住的浮现惊讶的神情。下一刻，他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江寒。英勇之徽，第24章。授予者，配不上你。是。江寒微笑着点头。有这东西的话，你的确是有资格转职成授予者。古托尔面色肃然，作为过来人，他很清楚英勇之徽的含金量，尤其是在10级阶段就能有此成就，更是惊人。连这种人都没有资格转职成授予者，那谁能有？古托尔迟疑了一下，问道：“不过，能够透露一下，通关团队有几个人吗？”江寒淡淡道：“一个。”一个。古托尔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为全球变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真有些傻眼了，本能的觉得眼前这看不清面容的青年是在撒谎，但转念一想，能有这种本事的人，犯不着撒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言。毕竟通过升阶试炼的名单都是记录在册的，普通人虽然查不到，但以古托尔的身份，还真没多大难度。你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带着御兽就打穿了炼狱级的升阶试炼？古托尔再次确认道。江寒正色道：“纠正一下，不是炼狱级副本，是深渊级。”深渊？古托尔一愣，随后不由得陷入了沉思。虽说以他的经验告诉他，能拿出英勇之徽的人，不太可能是信口开河之辈，但是道理我都懂，你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一些？古托尔没有浪费口舌，直接联系在试炼神殿中的老友，确认消息的真实性。江寒安静等待着，看着眼前老者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浮夸起来。片刻后，古托尔笑容如同一朵盛开菊花，哈哈哈哈！果然啊，从第一眼见到小友，我就知道你乃是人中龙凤，天资傲人，着实不凡了。江寒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第一眼见到你，他妈的，刚刚不是说废物没资格转职授予者来着？怎么现在翻脸比翻书还快？这些 NPC 怎么都一个德行？前世也没发现掌握变脸绝活的人有这么多啊。不过吐槽归吐槽，江寒也清楚，前世他虽然混得还行，但在这些 NPC 面前，成就却是不值一提，自然不值得另眼相待。这一世嘛，另说。既然如此，我可以转职成授予者了。当然可以，不过老夫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古托尔笑眯眯的，和方才那个暴躁老登简直不是一个人。导师但说无妨，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会考虑考虑。江寒说。古托尔斟酌了一下，小心翼翼道：“从小时候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是我还在上御兽幼儿园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总有一天，你的意中御兽会踏着七彩祥云前来。”打住！江寒嘴角一抽，这老登越说越离谱。大师，你要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古托尔搓了搓手，满脸热切。哦，其实也没别的，我就是想看看能通过深渊级试炼的御兽究竟长什么样。另外，也只有知道你的御兽类别，才能更好的规划后面的转职路线。小事。江寒微微一笑，打了个响指，唤出了小辉。卧槽！见到小辉的一刹那，古托尔双眼瞪得睁圆，整个人都结巴了。神级御兽，还是巨龙幼崽？是。江寒向小辉招了招手，可惜小家伙平日里高傲得很，一副爱答不理的模样，跟条小狗一样自顾自的舔毛。卧槽！卧槽啊！古托尔捂着心脏，激动不已，一张老脸憋得通红，那模样就像大街上碰瓷的一样，以至于江寒都怀疑这老登是不是随时都要背过气去。神级御兽，我日啊！这简直就是老夫的梦中禽兽。古托尔背着手来回踱步。神级巨龙，随便一个词汇，那都是每个御兽师梦寐以求的存在。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古托尔也算是功成名就，实力不俗，但即便如此，他也极少见到巨龙御兽，更别提神级了，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生物。可今天这样的生物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而且还这么活蹦乱跳的，这让他如何能保持冷静？大师，你还好吗？江寒看着古托尔一副随时要进精神病院的样子，也是不由得有些担心了起来。整个枫叶主城，他知道的和御兽师隐藏职业相关的唯一消息，就是这老登了。要是真出了个什么岔子，那到手的授予者岂不就打了水漂？还好还好，容老夫冷静冷静。过了很久，古托尔停止踱步，尽力平复情绪，随后面色肃然道：“叶寒小友，你且听我说，今天你可能不能转职成授予者了。”为什么？江寒有些意外。授予者这一职业虽然很强，但是恕我直言，如果应对一般的御兽，即便是君王级御兽也勉强可以匹配，但若是神话御兽的话……古托尔看了一眼小辉，深吸一口气道：“那恐怕就有些吃力。”江寒面色古怪，
也就是说，授予者这职业配不上小辉。是的，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古托尔苦笑，他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一直被自己誉为是毕生骄傲的授予者，竟然要用上配不上这3个字去形容。不过，一想到眼前之人拥有的是神话级御兽，古托尔也就释然了。那依大师之见，我应该转职成什么职业比较合适？江寒赶忙追问，他很清楚，这极有可能是触发了更深层次的隐藏值任务，而且强度在授予者之上。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毕竟神话级御兽这片大陆都不一定有人亲眼见过。不过，古托尔抚了抚胡须，话锋一转，我有一位老友，乃是皇家首席御兽师，他见多识广，应该能给你答案。这是引荐信，若是有机会见到他，你可以询问相关信息。说着，古托尔手中出现一封白色的信件，交到了江寒手上。叮，你触发了隐藏职业任务巨龙的低语，前往皇城找到皇家首席御兽师。果然触发了隐藏任务。第25章莱利夫人的嘱托。从职业广场离开，江寒心里感慨万千，没想到一番折腾下来，却是没能成功转职。不过收获也很大，解锁了从来没听过的隐藏职业任务。须知授予者在前世已经是公认的御兽师顶级职业，强度可以排到所有职业的最前列。可即便如此，在古托尔的口中，这一职业却是配不上拥有神话级御兽的自己。那么等到巨龙的低语任务完成，能解锁怎样强度的职业，就很值得期待了。虽然过程要漫长许多，但江寒并不在乎，毕竟现阶段光是小辉那堪称逆天的属性，已经足以杀穿一切副本。转职固然是能让小辉的属性更上一层楼，但却相对来说没那么急迫。就一句话，够用。神话级御兽就是这么豪横，就算不转职，也不是其他玩家转职了可以比拟的。之后，江寒前往城主府，既然转职一时半会完不成，那么就抓紧时间把其他该做的事完成。而对他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是花钱，毕竟每花100万金币就能永久增加一个属性点。不过，江寒虽然有钱，但却也不会乱花，有讲究。装备之类的自然不用说，主城的装备比起新手村要再上一个档次。但江寒本身战斗也不是靠自己，没有完成转职解锁属性共享之前，对这方面的需求暂时不大。眼下他看重的是地产。是的，地产。作为第2世界，末日的自由度和蓝星也没什么区别，玩家同样可以通过花费金币在 NPC 手中购置地产，而地产的作用绝对不亚于一套顶级装备。其中最直观的就是，只要能够拥有一套合法住宅，得到官方的承认，那么每天在游戏中的时间能够提升到12小时。也就是说，一个拥有住宅的玩家，比起一穷二白的玩家，每天的游戏时长会多出足足4个小时。日积月累下来的优势无需多言。只不过末日的住宅价格极其高昂，随意一套2-3平米只够放一张小床的旱厕都要花费上百万金币，这其中开销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想要购买地产也不是有钱就行，还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一是攒够足够的声望值，获取的渠道也很常见，只要击杀足够强大的 BOSS 或者完成某些 NPC 的任务就能获取声望。不过购买地产需要的声望高的吓人，短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其二便是获得城池公民身份，和现实一样，末日的城池同样户籍制度完善，像江寒这种外来的玩家，虽然有自由进出城池的资格，但仅仅也就这了。在身份上，那完全就是流民，甚至连乞丐都不如。说句不好听的，要是哪天惹恼了哪个 NPC， 别人一举报就得被守卫轰出城去。所以在面对 NPC 时，就算你是百级高手，面对一个平民也得好言相待。也就是基于这种状况，别的不谈，单就素质这一点，那末日的玩家们绝对合格，走在大街上都不敢随意吐痰，简直堪称道德模范。就连不小心被 NPC 给诈骗了，也只能自认倒霉，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那地位比起当年摘棉花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若是拥有了公民身份，那就两说了，整个人都升华了，腰板能挺直了，说话敢大声了，就连走在大马路上都敢往其他玩家脸上吐口水了。当然，获取公民身份的难度同样也极大，远在积攒足够的声望值之上。即便是到了100级阶段，也只有极小一部分玩家能够获得公民身份。不过江寒既然做了打算，那他自然是有门道。10分钟之后，江寒来到城主府外，也不干别的，就溜达。不多时，一道身姿窈窕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之中。那是一名美妇人，身穿淡紫色长裙，姿态仪容端庄优雅。虽然上了年纪，但依然是风韵犹存，看得出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一位大美人。而且即便以现在来看，这美妇人颜值依旧能打，
深受各位曹贼的喜爱。尤其是这位莱利夫人，乃是前任城主古特大公爵的遗孀，家产万贯不说，更是地位崇高。而那位古特大公爵已经死了20来年，坟头草都3米高了。简单来说，莱利夫人就是一个有钱多金的俏寡妇。这样一个香饽饽，谁不想咬上一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虽然末日很残酷，但总有那么一些人色胆包天。就江寒了解到的，前世就有不少胆大包天的曹贼玩家，妄图将这位莱利夫人给泡到手，吃一吃公爵夫人的软饭。只可惜没有一人成功，而最后的下场大多都是被守卫大卸8块，然后扔出城外，从此再也没有进入枫叶城的资格。在这么残酷的环境，失去了主城的庇护，其凄惨可想而知。色字头上一把刀，这话不假。不过也有人从中获得了好处，莱利夫人的身上可以触发一个隐藏任务。江寒看了看自己高达68的魅力值，从容走到莱利夫人的面前。站住！你是何人？一名身材高大的女骑士瞬间拦在江寒面前。江寒无视了女护卫，微笑道：尊敬的莱利夫人，你的脸上为何总是挂满了忧愁？是否遇到了什么难题？我能帮上忙吗？哦，莱利夫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江寒，轻声道：是的，我的确有一件私人物品遗失了。年轻人，如果你能找到它，我会感激不尽。那么请问美丽的夫人是什么物品呢？江寒问。莱利夫人想了想，是一朵花，很美丽的花。叮，你收到了莱利夫人的嘱托，请为她带回美丽的花。系统提示音响起，任务触发。知道了，美丽的夫人，我会为你带回这朵花。江寒微微一笑，转身离去。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完成隐藏任务，莱利夫人的嘱托，也是在游戏初期就能购置房产，延长游戏时间最重要的一环。第26章，1万1个，我全要了。莱利夫人的嘱托这一任务其实并不是什么隐秘，前世相继委托了几人都没有收获之后，莱利夫人直接发布了重金，在委托栏上发布了任务，任何人都能接到这个任务，而且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惩罚。所以当时只要是在枫叶城的玩家，基本上任务栏里都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任务。只可惜任务线索实在是太少，纵然这么多玩家，最终也无一人找到那朵花。最终还是莱利夫人自己将那朵美丽的花找了回来。而根据江寒的了解，美丽的花这件道具其实就在枫叶城里的某间商铺里。很快，循着记忆，江寒来到城南一家道具商铺。店铺并不算大，就和路边的早餐店铺一样，零零散散的几名 NPC 在挑选着商品。店铺老板是一名身穿白色长袍、留着小胡子的老人维恩。维恩眉眼狭长，整个人看起来很精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大奸商。哦，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想要买点什么？一看到江寒，维恩双眼就是一亮，赶忙迎了上来。江寒随意打量了一下，道：听说这商铺里有礼盒卖？有的有的，不知道你需要哪一种？维恩满脸热切地搓了搓手，一上来就问有没有礼盒，这不妥妥的大怨种，不是大客户啊。江寒神色平静道：都要，都要。维恩迟疑了一下，随即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青年，你确定？确定。江寒点头。这……维恩皱了皱眉头，要知道他这店里的礼盒可不便宜，最贵的一种更是需要1万金币一个。老实说，已经好几年没卖出去了。毕竟大家都心知肚明，礼盒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没什么东西，都是用来坑一坑外乡人。眼下能卖出去，维恩当然高兴，但同时也不得不思虑，这究竟是来了个究极大冤种，还是找乐子来了？江寒一看维恩的表情，哪能不知道这小老头在想什么，当即大手一挥，手中出现1把明晃晃的金币。放心，钱我有的是。好嘞，您稍等。维恩笑容灿烂，诠释了什么叫做见钱眼开。一排礼盒瞬间出现在江寒的眼前，一共4个，大小造型皆不相同，而价格也依次为2000、3000、5000以及1万金币。真贵啊！江寒心里忍不住啧啧出声。直到现在，他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前世枫叶城那么多玩家，没有一人找到莱利夫人的那朵花。这礼盒的价格简直高到吓人。而且最关键的是，维恩的商店是出了名的黑店。游戏初期有不少土豪玩家当了大冤种，之后就再也没有玩家踏入这个黑店一步了，又怎么可能再购买这种意味着空壳的礼盒？而莱利夫人想要的那朵花，就是从礼盒里面开出来的。要不是知道莱利夫人为了找到这朵花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江寒甚至都有些怀疑，这任务究竟是不是莱利夫人和维恩做的一个杀猪盘了。都在这了，你要哪一个？维恩笑容热切地盯着江寒，生怕眼前青年反悔。江寒神色淡然道：全要了。全要？
韦恩嘴都要咧到耳根子了，4个礼盒一共是2万金币，你看。韦恩话还没说完，江寒就不耐烦地打断道：“我的意思是，你店里的所有礼盒我全要了。”你说什么？韦恩一愣，苍老的脸庞上皱纹都缩成了一团，他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我说，你店里的礼盒我全要了。江寒神色平静地重复一句：“啊，什么玩意？”字字铿锵有力，这下不只是店老板韦恩，就连他不惜花费大代价请来店里装顾客的几名托都惊呼出声，有些怀疑人生了。我的个龟龟，这哪来的财神爷啊？韦恩的小店虽然不大，但满屋子都是礼盒，粗略估计不下100个，就算以价格最低的来算，最少也需要20万金币，还是最低。有问题吗？江寒淡淡扫了吃惊的几人一眼。没。韦恩激动的是连连摆手，整个人语无伦次。妈，你儿子出息了，礼盒全都卖出去，活到这么大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特有礼盒一共20个，高级礼盒15个，进阶礼盒40个，普通礼盒65个。看在顾客如此诚意的份上，总共50万金币就好。没问题。江寒也没有心思和韦恩磨叽，很爽快地支付了50万金币。这点钱对他而言还真不算什么。卧槽！看着忽然多出的50万金币，韦恩整个心砰砰直跳，感觉还活在梦里。瞧瞧，什么叫做有钱人？这50万金币花出去，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这一刻，韦恩只觉得眼前这看不清面容的男子是如此的英气逼人，俊逸无双。那这礼盒是要打包带走，还是现在开掉？韦恩笑呵呵地问道。现在就开。江寒说。好嘞，你们几个也来帮帮忙，有酬劳。韦恩当即一顿吆喝。而其他几人一听，能开盒还有工资拿，还有这种好事，当即便一拥而上，争抢着打开礼盒。不多时，贵客你看，所有礼盒都按照你的要求打开了。满地礼盒碎屑，韦恩站在江寒身前，老脸也是忍不住一红。足足价值50万金币，100多个礼盒，最终只开出了一堆垃圾道具，外加2件青铜装备。这出货率，就是老马来了都得甘拜下风。还真是。饶是江寒本就没抱什么希望，也是忍不住摇了摇头。即便末日世界黑商遍地走，这韦恩也算是极品中的极品了。不过无所屌味，反正他也没指望真靠礼盒开出什么好东西。2件青铜装备连看都没看，转而将其他人都没注意的一件道具手下。美丽的花。描述，这是一朵很美丽的花，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第27章，莱利夫人的好感。就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道具，花了50万金币。要知道，末日世界的报率极低，一个普通的生活职业，1个月每天埋头进行生产，能获得的收益也就1000金币左右，再除开材料费以及装备维修成本，顶天了也就几百金币。50万金币，这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巨款。贵吗？很贵，但值得。江寒很清楚，这朵美丽的花能为自己带来多大的优势。一念至此，江寒没有逗留，转身离开商店。不愧是我看中的人，连转身的背影都这么俊朗。看着逐渐远去的修长身影，韦恩感慨不已。确实，虽然是一介流民，却出手这么阔绰，以后这枫叶城必有这小子一席之地。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小子不凡。哎，就是可惜身份低了一些，不然日后必然大有可为啊。行了行了，别说了，去庆祝庆祝。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完全被江寒的超能力折服。而这种光景在其他流民身上是完全不可能看到的，只能说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与此同时，公爵府华贵的房间之中，熏香袅袅。随意身披一袭紫色浴袍的莱利夫人坐在床边，一名侍女恭敬站在她身侧，为她打理着那湿漉漉的头发。很显然，这位风情万种的公爵夫人这才刚刚出狱。美人出狱的画面自然是极美的，那一颦一笑的风情更是显得魅力更甚。只可惜，这位地位崇高的莱利夫人此刻却是愁眉不展。爱丽丝，你说那朵花真的会有人能替我找回来吗？当然会的，夫人这么魅力，运气肯定不会差。爱丽丝柔声回应道。是吗？莱利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实际上，距离她丢失这件颇具意义的道具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为此，城中的达官贵族没少花心思，只可惜最终一无所获。如果再过一段时间还是找不到，那莱利夫人甚至都要考虑是不是花费大价钱在任务栏上发布任务了。夫人，夫人！忽然，房门被敲响，一道急切的女声响起。莱利夫人柳眉轻蹙，怎么了？莫娜，这么毛毛躁躁的。我说了多少次，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优雅和从容，不要失了气度。对不起，夫人，我一定会改。不过，确实是有一个好消息。门外，名叫莫娜的女仆欠声回应。
莱利夫人神情不改，有什么事直接说就好了。莫娜躬身回应，是这样的，夫人，府外来了一个青年，他说找到了那朵美丽的花。什么？莱利夫人猛地起身，淑美的脸蛋上写满了掩盖不住的惊讶和欣喜，而那紫色的浴袍也因为动作幅度过大而被抖落，姣好的身体展露无遗，尤其是雪景下的波澜壮阔，更是给一旁的侍女看得都有些头晕目眩。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同为女性，她也时常惊叹于夫人的美貌。你确定消息是真实的？下一刻，莱利夫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确实是一位青年送来的，千真万确，夫人，并且我在他手中看到了那朵花，而且……莫娜的声音顿了一下，接着道：“那人你应该也见过，就是刚才在公爵府外遇到的那名年轻人。”是那人？莱利夫人不由得一愣，距离遇到江寒也仅仅才半个小时不到，她当然有印象，只是这么短的时间，才刚刚给予了委托，竟然就找到了这朵花。难道真有这要巧的事？还是说这年轻人其实早就找到了这朵花，根本就是有备而来？好生招待，让他稍等我片刻。莱利夫人交代了一声，便让爱丽丝服侍自己穿衣打扮。是。莫娜恭敬退下。莫约半小时之后，江寒终于是在庭院中再次见到了莱利夫人。不过相较于之前，这一次后者显然是经过了精心打扮，明媚动人。你真的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才一见面，莱利夫人就急切开口。货真价实，夫人。江寒微微一笑，将美丽的花从道具篮里取出。还真是。看着那朵娇艳的花朵，莱利夫人有一瞬间的失神。她万万没有想到，方才还在苦恼的东西竟然突兀地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莱利夫人看向江寒，淡淡道：“那么，年轻人，你需要什么报酬？钱，还是珍稀道具？”来了。江寒心里一动，忙活了半天，等的不就是现在这一刻？江寒微微一笑，道：“夫人，我对钱和道具都不感兴趣。”哦。莱利夫人有些诧异地看了江寒一眼，美眸中闪过一丝欣赏。她平素里交给别人去完成的任务也不少，可像这种不求钱财也不求珍稀道具的，却还是头一个。那你需要什么报酬？莱利夫人笑道：“别告诉我你什么都不需要，那未免太过虚伪。”当然不是，夫人。江寒摇了摇头，道：“我想要的很简单，只要你帮我成为枫叶城的公民就好了。”就这么简单？莱利夫人有些错愕。她作为公爵遗孀，地位崇高，让谁拥有公民身份，那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是的。江寒点了点头，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这没问题。莱利夫人别有深意地看了江寒一眼，不过这报酬未免太过简单了一些，我最后问你一遍，当真不需要其他报酬？你可以回去再想想看，不用着急回答。不需要。江寒摇头，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获取公民身份。既然如此，那我便满足你的愿望。莱利夫人虽然很是好奇，不过看在江寒如此坚持的份上，也不多说什么。不过心里却是默默对这个看起来就让人很舒适的青年滋生了几分好感。如此不求名利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叮！由于你高尚的行为和过人的魅力，莱利夫人对你的好感度加20。听到系统突然传来的提示音，江寒头上不由得浮现了几个问号。过人的魅力倒是可以理解，这高尚的行为是什么鬼？第28章。莱利夫人，坏了，这是送我来的。不过仔细想想，好像也合理。毕竟对于玩家来说，公民身份万金难求，可对于莱利夫人这种级别的 NPC 来说，那确实不值一提。这时，莱利夫人有些好奇地问道：“不过，我可以知道，你如此迫切的想要成为公民，是有什么打算？”这个，江寒迟疑了一下，随后还是决定如实相告：“我打算在枫叶城购置一些房产，安置下来。”原来如此。莱利夫人点了点头，美眸中闪过一丝欣赏。不想在外漂泊，真是稳重的选择。你打算购置哪些房产？不妨和我说一说，也许我能帮上忙也说不定。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江寒挑了挑眉头，意外之喜。虽然公民是可以购置地产不错，但也还是有很多限制。但若是连公爵夫人都肯开口帮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沉思了一会，江寒说道：“我准备购置城西边的房产，越多越好，尤其是中心商业街。”中心商业街？莱利夫人不由得一愣，神情古怪：“你确定？”“是的。”江寒点头。他很清楚莱利夫人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惊讶。枫叶城总共有4大城区，每个城区之间的发展都是天差地别，而其中发展的最好的正是由现任城主亲自掌控的东城区，由其他达官贵族掌握的北城区和南城区次之，但也发展的相当不错。至于西城区就发展得很差了，几乎没什么人流，商铺门可罗雀。中心商业街更是重灾区，在那里开店几乎是稳赔不赚，
就连黑商都没有赚钱的门路，除了居住安静一些，再也没有其他好处了。但问题是，因为居住的人少，安排的守卫也是寥寥无几，安全性也成问题。可以说，西城区几乎没有商业价值，谁买谁倒霉，就连低价都卖不出去。但末日的状况瞬息万变，在不久之后，枫叶城将会遭到一次诡异生物袭击，而其程度堪称前所未有。在大批强悍的诡异生物袭击之下，不光是大量玩家死亡，枫叶城更是损失惨重，就连现任城主都战死，城里建筑更是被毁去了大半。但唯独西城区因为人烟稀少的缘故，没有吸引太多诡异生物，损失反而是最少的，建筑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保留，并且也成为了整个枫叶城唯一还具备各种功能性建筑的区域。毫无意外，西城区成为了枫叶城中心，其商业价值不言而喻。无论是 NPC 还是玩家，这里都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前后的差距何止10倍。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会有这么一遭，江寒脑袋秀逗了才会选择其他城区，那不纯纯拿钱打水漂。也就现在看起来亏罢了，等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惹人眼红了。也不瞒你说，若是别的城区，或许以你公民的身份想要购买大量房产还有些难度，但这西城区倒是很简单。莱蒂夫人柳眉轻蹙，淡淡道，不过那是因为西城区的房产是烫手山芋，你初来乍到，不知道这一点也正常。看在你帮了我这么大忙的份上，我提醒你一句，别因为价格低就中了圈套。现在最值得购买的是东城区的地产，你改主意还来得及。我虽然是一妇人，但说话总归有些分量，起码让你安置在东城区没有问题。江寒摇了摇头道，不必了夫人，不过西城区的情况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了还这么打算？莱利夫人有些不理解。是的，江寒笑道，我这么做有别的原因，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件礼物。礼物？莱利夫人一愣。是的，上天赐予的礼物。江寒点头，既然能够重生，那么这掀起的浪潮他自然要紧握在手。这么大的漏洞，不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是什么？年轻人，你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莱利夫人轻咬唇瓣，神色复杂地看着江寒。我很清楚。江寒虽然有些不太理解这莱利夫人怎么追问这么多，不过毕竟别人地位摆在那，也不好驳了面子，只能耐心回答道，好吧，那就遂了你的愿。你打算什么时候交易？莱利夫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手按住胸前的波澜起伏，尽力平复情绪。我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准备好足够的资金，越早越好，如果现在就能交易就最好了。江寒笑道，至于资金，夫人大可不必担心，我早就准备好了。莫娜。莱利夫人回头看向一旁的女仆，淡淡道，听明白了吧？明白了，夫人。莫娜恭敬道，西城区那边资料比较多，需要整理一下，最快需要2个小时就能交易，至于公民身份倒是不难，马上就能办好。有劳了。江寒眉头一挑，不愧是公爵府，这么大的事竟然只需要这么点时间。原本在他的预计中，恐怕没个几天时间都下不来。2小时后你过来。莱利夫人看向江寒，语气淡然，只是一双美眸之中情绪却是越发复杂了。江寒虽然看见了，但也没太在意，估摸着这公爵夫人是把他给当大冤种了。不过无所谓，要是人人都觉得西城区好，那才不好操作呢。怀着极其愉悦的心情，江寒离开了公爵府。而知道他离开之后，莱利夫人却依旧待在庭院中一动不动，一双美眸看着他消失的方向。他抿了抿红唇，神色复杂道，爱丽丝，你说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爱丽丝摇了摇头道，当然不会，夫人如此美丽，这世上的男子被吸引也是正常的。那就是巧合了。莱利夫人又问。也不会。爱丽丝笃定道，先是这么快为夫人找回了鲜花，现在又不惜重金想要买下这么多西城区的产业，这毫无疑问是在为夫人排忧解难。而且他还说了，这是特地准备的一份礼物。这人肯定是就是被夫人的魅力所吸引，这才找上门的。特地为我来的吗？莱利夫人脑海中不自觉浮现了那道修长的身影，一想到美丽的花代表的含义，还有那青年所做的一切，她忽然就心乱如麻。一件事可能是巧合，但当2件事同时发生，还可能是巧合吗？叮！莱利夫人对你的好感加20。与此同时，走在大街上的江寒耳边忽然响起一道提示音。江寒，什么情况啊？这逛个街也能长好感度的？第29章，龙皇帝国一等公民。是魅力值的缘故。江寒仔细想了想，魅力值虽然是对所有人都会生效，不过对于异性的吸引力相对来说要强一些。毕竟这么快就完成了莱利夫人的任务，长点好感度也合理。算了，管他呢，总归是好事。江寒也没多想，带着小辉进入野外区域练级。他不知道的是，
莱利夫人的这份好感却是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美丽的花这件道具对她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再加上江寒这么误打误撞的准备买下他管辖的西城区，这一来一去，莱利夫人就把江寒误会成了是狂热的追求者。2小时后，叮，恭喜你提升到11级，叮，你的御兽小灰提升至11级。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一道白光在小灰身上闪过，真够慢的。看着小灰的属性又提高了一阶，江寒不由得感叹了一声。在击杀了游荡者之后，江寒就升到了10级，经验条在 60% 的位置。可这剩下 40% 的经验，还是足足花费了2个小时才补齐。虽然考虑到待会还要和莱利夫人进行交易，江寒没有深入荒野区，只在怪要少很多的城边练级。但小灰的对手最低也是15级的怪物，而且以小灰的属性对上普通怪物几乎就是秒杀。但这依旧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若是换作是其他玩家，就算奋战上1天1夜也拿不了这么多经验。每过10级就是一个坎，这话确实不假。不说别的，单就所需的经验就提高了一大截。按照江寒的记忆，普通玩家从1级升到10级差不多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但从10级升到20级却是足足需要1个月。而且这还是理想情况，若是中途不小心死上一次，用的时间就更长了。顶尖玩家用时会短一些，但差距也不会有太离谱，毕竟能通过升阶试炼，基本都是拥有一定的战斗技巧和意识了。江寒看了一眼时间，距离和莱利夫人约定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于便将小灰收回御兽空间，进入枫叶城。很快，江寒抵达公爵府。此刻，莱利夫人和2名女仆已经在庭院中等待着，而莫娜的手上多了一叠很厚的文件。我没迟到吧？江寒心头微微有些诧异，以莱利夫人的身份竟然提前在场，说明后者对这场交易还是很看重的。没有，闲来无事，我在庭院中晒晒太阳罢了，不用担心。莱利夫人抿了抿红唇，解释道。那就好。江寒还是觉得有什么不对，但也说不上来，索性也就不想了。一旁的莫娜走了上来，将手中的地契在石桌上面摊开。叶寒阁下，城西的地产分布图我都整理了一下，想要购置哪些地产，你自己斟酌便是。有劳。江寒笑着致意，随后便低头在地契上仔细查看起来。中兴商业界，还有这里也不错。很快，循着脑海中的记忆，江寒挑出了在遭受入侵之后还保留完整的建筑，除却零零散散的几家道具店之外，几乎整条商业街空余的地产都被囊括了下来。这么多，而他挥斥方遒的样子，更是将莱利夫人不由得看呆了。知道的是在挑地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路边摊挑小串呢。一挑就是一大片，即便城西的房产是整个枫叶城最便宜的，但这不意味着是寻常人买得起的。这叶寒倒好，眼睛都不眨一下，财力当真如此雄厚。夫人，我看叶寒阁下不像是在开玩笑，他好像是来真的。爱丽丝眼里满是惊讶，捂着小嘴在莱利夫人耳边轻语道：是吗？莱利夫人一双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江寒，眼前这人她确实是有些看不穿。莫娜。莱利夫人忽然轻唤一声，莫娜立刻会意，开口道：叶寒阁下想要在城中购置房产，需要正式获得公民身份，其他手续都已经处理好，现在还差最后一个步骤。江寒神色平静，请说。莫娜笑道：倒也很简单，只需要让我看一看阁下的真容便可，方便登记身份。江寒迟疑了一下，随后将脸上的遮掩取下。他不以真容示人，主要还是因为现在还不够强，若是被其他玩家辨认出来，现实可能会有麻烦。但对于 NPC 来说，倒是就没这么多顾虑了。没了遮掩，江寒的一张脸就展露在几人面前。末日并没有捏脸系统，玩家的长相和现实是1比1复刻，而江寒的长相并不差，恰恰相反，他长得剑目眉心，俊逸绝伦，也就比各位读者老爷差了那么一丢丢。要知道，即便是在学校里，之前对柳如烟那么舔，江寒依旧有不少追求者。毕竟一个身高长相都十分优秀，而且还家境优越的男生，简直就是完美的恋爱对象。也只有柳如烟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才会看不清江寒的好。叮，由于你魅力过人，爱丽丝对你的好感加20。叮，由于你魅力过人，莫娜对你的好感加20。叮，由于你魅力过人，莱利夫人对你的好感加20。顿时，江寒的耳边传来3道系统提示音。哎，我这该死的魅力！江寒嘴角微微翘起，难免有些小得意。不过说归说，其实他也清楚，外貌只是一个引子而已，更重要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影响。毕竟前世他也不是没和 NPC 打交道，却也从没出现过好感度忽然暴涨的情况。可以了吗？看到莫娜一时间有些呆住，江寒忍不住提醒了一声。
哦，可以了。莫娜回过神来，罕见的有些手忙脚乱，随后掏出一张银白色的凭证递给了江寒。江寒接过凭证，饶有兴趣地问道：将信息录入之后，我就是枫叶城的公民了？是。莫奈点了点头。这时莱利夫人忽然开口了，她唇瓣轻启道：纠正一下，不是枫叶城公民，而是龙皇帝国公民，一等公民。这话一出，不仅江寒有些诧异，就连莫娜和爱丽丝二人都是错愕不已，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莱利夫人，因为他们很清楚一等公民这4个字的分量。第30章系统公告，江寒再次开启榜单，而且还不仅仅是枫叶城一等公民那么简单，是龙皇帝国的公民。这就意味着江寒一旦获得了这个身份，在整个龙皇帝国身份都能得到承认，即便是在帝都也一样。之后无论是想在哪个主城安置下来都很轻松，购置房产这些更是不在话下。身份地位比起现在不知道要翻多少个档次，这种特权即便是末日本土的绝大部分 NPC 都没有资格拥有。就拿枫叶城中的一些将领来说，在枫叶城呼风唤雨，统帅一方，手下强者颇多，但若是去到其他主城，在身份上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很简单，因为他只不过是得到了枫叶城的认可，而不是整个龙皇帝国的认可。当然，这类人大多数实力不俗，无论投奔哪一个城池都很受欢迎，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眼下江寒一个流民，忽然要摇身一变成为帝国一等公民，这种惊喜还真是让他有些猝不及防。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帝国，能授予这种权限的只有皇室成员才可以，其他的即便是枫叶城主这种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也没有这种权利。也就是说，这莱利夫人竟然是皇室成员。难怪。这一刻江寒恍然大悟，总算是明白为什么一个公爵遗孀竟然能在枫叶城立足这么多年而无人敢犯了。感情这才是真正的通天关系户啊。江寒深吸一口气，看向莱利夫人，敢问夫人可是皇室中人？莱利夫人一手托着香腮，慵懒道：怎么，我就不能和皇室有关？没，只是觉得有些惊讶。江寒笑了笑，果然啊。行了，一个身份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莱利夫人淡淡道：另外别叫我夫人，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江寒微微一愣，那该。莱利夫人轻笑道：你叫我索菲亚就好了，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无需这么生分。江寒也没矫情，点了点头。那么索菲亚，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是朋友了？朋友吗？莱利夫人或者说索菲亚思考了一下，随后笑颜如花，可以是这么认为。叮，你收获了索菲亚的友谊。提示音响起，江寒眉头微微一挑，一位皇室成员的友谊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无足轻重，莱利夫人的嘱托这一任务实在是太值得了。一旁的爱丽丝和莫娜悄然是拉开了距离，他们跟在索菲亚身边已经有不少时间了，还从未见到后者对哪名男子露出这种笑容。虽然以索菲亚的心性不可能当真上演那种一见钟情的狗血桥段，但至少他不讨厌这叶寒就是了。这可了不得。两人对视一眼，互相能看见对方眼里的惊讶和羡慕。江寒自然是不知道两人的想法，沉吟了一下，对着索菲亚问道：对了，索菲亚，有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说。既然你是皇室成员，那么你认识皇家首席御兽师吗？你说斯特叔叔？索菲亚有些诧异地看着江寒，你怎么知道他？实不相瞒，我想要和他打探一下御兽师相关的职业任务。江寒苦笑道：我现在已经11级了，还没接到转职任务，城中的古托尔导师让我去找那位斯特大人。古托尔让你去的？索菲亚美目中升腾起浓浓的惊讶，她觉得眼前这俊逸青年的秘密似乎越来越多了，连授予者都满足不了你。江寒摸了摸鼻子，算是吧。索菲亚轻点真手，知道了，我会联系斯特叔叔的，只要有消息第一时间会联系你。不过斯特叔叔脾气比较古怪，你最好能给出一些让感兴趣的东西。江寒拨开胸前的遮掩，英勇之辉顿时显露，这个应该可以吧。一瞬间索菲亚的目光变得呆滞了起来。是英勇之辉的话，当然可以。索菲亚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买下大半座西城区，又有英勇之辉，江寒的带来的惊喜让他都觉得有些太过离谱了一些。最迟明天我会给你答复。索菲亚盯着英勇之辉给出了承诺。多谢。江寒面色一喜，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大收获。帝都距离枫叶城极远不说，低等级的玩家是没有资格前往的，靠他自己找斯特，那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去了。可有了索菲亚的帮忙，这遥不可及的任务似乎变得就轻松了起来。要不说关系户就是牛呢？江寒仿佛间已经看到一个强悍到没边的隐藏职业在向自己招手了。
还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仅仅只是一个任务而已，索菲亚带来的回报却是超乎预料。一等公民的身份，西城区的地产，还有隐藏职业任务的开启线，这顺利的让江寒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还有其他问题吗？索菲亚开口道。没有了，把西城区的地产尽快交易了就是。江寒也不贪，见好就收这道理他还是懂的。这简单，你和莫娜交接就好。索菲亚微微一笑。莫娜很有眼力见的拿着地契走到江寒跟前，两人一番核对之下，很快就敲定了交易的项目。总共是340间住宅，184间商铺，一共合计1亿2000万金币。1个亿吗？听到莫娜的报价，江寒微微一愣，是价格不合适吗？莫娜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江寒，这已经是最公道的价格。不贵，一点都不贵。莫娜话还没说完，就看见江寒笑容灿烂的在地契上签了字，1个多亿金币的交易就这么完成了。而这对于江寒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了，可他却一点都不心疼，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要知道，在前世，玩家想要购买一间住宅，茅房大小的起步价格都是100万金币，商铺就更夸张了，没有8位数下不来。这下好，300多间住宅，再加上接近200个商铺，其中价值难以估量，只能说血赚。而就在江寒收到地契的一瞬间，整个大夏国区域的玩家无一例外都听了2条系统的播报声。叮！恭喜大夏国玩家叶寒获得龙皇帝国1等公民身份，声望排行榜开启，大夏国玩家可通过打开排行榜查看。叮！恭喜大夏国玩家叶寒成功购置地产，大夏国区域住房系统开启，大夏国所有玩家每天游戏时间上限增加1小时。第31章，让你们带我升级，那是给你们面子啊！什么玩意？1等公民房产系统，这币游戏这么真实的吗？全大夏国的玩家游戏时长增加1个小时，这么牛逼！我靠，这1等公民是什么鬼？那我们是几等公民？3等吗？并不是。前几天我刚被 NPC 骂过，他说我连畜生都不如，纯猫喽。我擦了，现实里当猫喽就算了，现在连游戏里都是猫喽。狗策划怎么想的？别骂了，哪来的狗策划？这游戏来历都没搞清楚。毫无疑问，2条系统公告在整个大夏国范围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而相比于等级排行榜开放时候的震惊，这一次绝大多数玩家更多的是感到离谱。这特么的，我们隔着累死累活的和史莱姆打生打死，还要和无良 NPC 勾心斗角，可谓是水深火热。你压的倒好，直接当上1等公民，还买上房了，这么上流的吗？那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擦，我真觉得这叶寒是开挂了，升级这么快，都11级了不说，现在又整这一出，咱们大夏什么时候出了这种人才？管他呢，总归是好事。现在咱们整个大夏国玩家每天的游戏时长都多了1个小时，优势很大。要是真有国战环节，得锤的那些傻老外哭爹喊娘。有道理，哈哈。这么说来，叶寒的贡献还挺大。也有不少玩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增加的1个小时游戏时长上。只要是智商没问题的，都能意识到，这或许会是大夏国的一个巨大优势。不过，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哪有你们说的那么玄乎？听这意思，这游戏是存在住房系统的，只不过可能是按照国家区域来划分。现在也就是叶寒等级高，去了主城之后解锁了而已。其他国家的人迟早会赶上来的，到时候也会有人解锁。这所谓的优势，估计也就2-3天时间而已。毕竟游戏不太可能这么不平衡，只有1个区域增加1小时游戏时长吧。有经验丰富的玩家保持着理性，沉着分析。的确，这种可能性很大，应该也没那么夸张。而这分析一出，就有不少人附和赞同。从他们多年的游戏经验来说，确实是这样。只不过后续究竟如何，谁也没有个论断。是因为出现了某些意外，还是说和解锁房产的时间有关？就连江寒也有些惊诧，在默默思索着。在前世，第一位有资格购买房产的玩家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而那名玩家也不在大夏，并没有触发集体游戏增加的 buff。眼下这还是独一例子。算了，总的来说，这的确算是一件好事。大夏国全体玩家游戏时长加1个小时，后面实力也能更强一些，到时候对抗诡异降临也更有把握。江寒也没有细想，老实说，他倒是没有高尚到说什么大谈为国奉献。尤其是有了柳如烟这一前车之鉴，他更是对其他人都保持了十足的警惕。不过江寒本质上倒也不是什么冷血无情之辈，反正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处，也就随他去吧。与此同时，9527号新手村城外某个边缘区域，我的天哪，这才多久，这叶寒竟然就升到了11级，
而且还成了一等公民，这也太厉害了吧！这第一人确实名副其实。听着回荡在耳边的公告声，周涛挥了挥手里的木棒，眼里满是艳羡之色。的确是蛮厉害的。这一次，就连一向眼高于顶的柳如烟也没有唱反调了，而是点了点头。因为从进入游戏开始，他就和周涛一直在钻研练级。本以为才1天时间就有人升到了10级，游戏应该很简单才对。但一出城，现实就狠狠地打了他的脸。他加上周涛2个人，竟然连最低级的史莱姆都打不过，被追得抱头鼠窜。如果不是周涛在进入游戏之前，在论坛上翻阅了大量的知识，做足了准备，用一些小技巧逃脱，那么他们2人恐怕就死在一只1级的史莱姆手上了。至于其他的怪物，那就更恐怖了。虽然在之后周涛的建议下，2人凭借着柳如烟不俗的容貌，成功加入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小队，硬生生混到了2级。但在这接连的挫折之下，就连心高气傲的柳如烟也不得不承认，这款游戏的难度的确是太大了一些。大佬，这才是真正的大佬，要是能和叶寒大佬组队，我们等级肯定能蹭蹭涨。周涛激动不已，听说叶寒大佬也是从9527号新手村出去的，我们有机会碰见也说不定。确实，如果有这种高手带的话，我们现在估计都4、5级了，哪里像现在一样。柳如烟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面带不屑的瞥了一眼前方在奋勇杀敌的光头战士，还要一个个杀，升级简直慢死了。哟，听你这口气，还嫌弃我们团队了不成？看到柳如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一旁的弓箭手妹子实在听不进去了，冷笑道：那你们就去找那叶寒大佬去，我们这小庙和容不下你们这大佛。周涛面色一滞，陪笑道：妹子你误会了，我这朋友也不是那意思，不好意思啊。切，明明什么都没做，就抱着手等级就上去了，还不知足。弓箭手妹子撇了撇嘴，真把自己当公主了不成？是不是那意思自己心里清楚。周涛尴尬一笑，却不敢反驳。确实，他和柳如烟都没什么游戏理解，加入团队也全靠后者的色相。真要论起来，还真是站着就把级升了。切，走就走，还真以为我稀罕。倒是柳如烟不乐意了，双手抱着胸，睥睨弓箭手妹子，我还就告诉你，能加入你们的团队还真是你们的荣幸。我1个月零花钱都20来万，真想找人练级，你以为找不到？大不了花点钱而已。第32章，柳如烟，要是江寒在，他肯定不会这样。你，那名称为小雨点的弓箭手妹子涨红了脸，险些哭了出来。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我们好心带你练级，你就这个态度？我什么态度？柳如烟无所谓道，还带我练级？别闹了，这升级的速度比起人家叶寒来说，比蜗牛还慢。那你去找叶寒去，看他搭理你不？小雨点胸前起伏不定，心里满满的无力感。他活了这么大，还第一次遇见这种极品。人家叶寒是厉害，和你有半毛钱关系吗？瞎头女。呵呵，那肯定会的。柳如烟淡淡一笑，毕竟我不是你这种人，只要叶寒见到我，肯定愿意带我升级。怎么？你嫉妒啊？不过想想也是，我一来，你团队里的那些男生谁还搭理你？你！小雨点握弓的手死死地攥着，愤怒不已，心里却是有些恨铁不成钢。虽然不想承认，但眼前这一点礼貌都没有的女生，外表确实是长得清纯可爱，否则自己那混蛋老哥也不会被迷得5迷3道的。对方一打招呼，连魂都差点丢了。别说练级了，就算是让带着挖茅坑，估计那也屁颠屁颠的去了。只能说，在现在这个社会，最不缺的就是舔狗。没话说了吧？真 low。你！小雨点一个小女生，哪见过这么刻薄的人，直接就被气哭了。怎么了？小雨，咋还哭了呢？这时，几名在前面打怪的战士也察觉到了不对。为首的一名叫大雨点的猫脸汉子解决完身前的史莱姆，迅速赶了过来。哥，他欺负我！小雨点一下就有了主心骨，扑在大雨点的怀里，哭得梨花带雨。咋了？别哭啊！大雨点一脸懵逼地看着柳如烟，这妹子长得这么清纯，也不像是会欺负人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好心带她练级，她还说……小雨点抽抽搭搭的把事情的原委给说了一通。听完事情的经过，大雨点的脸越来越黑，他冷眼看向柳如烟，道：你怎么解释？解释？柳如烟嗤笑一声，一点愧疚都没有。你算什么人？我有必要和你解释？事实而已。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一是让你妹妹给我赔礼道歉，这事就算过去了；二是把她踢出去，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勉勉强强给你机会，继续带我练级。给我机会？看着眼前柳如烟一副趾高气扬的施舍模样，大雨点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心里就俩字：懵逼，相当懵逼。他和小雨点对视了一眼，懵逼树下懵逼果，懵逼果下你和我，这尼玛是哪个神经病院跑出来的极品？
怎么能将不要脸发挥到如此境界的？带你练级还勉勉强强，你鸡巴谁啊？怎么样，考虑清楚了？柳如烟很从容，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毕竟之前面对江寒的时候，他这一套永远奏效。考虑得很清楚，你压哪个神经病院出来的，就赶紧回哪个神经病院，别在老子这发癫。就你这种的，我连药都懒得开。大雨点直接甩出一个国际友好手势，口吐芬芳，我去你妈个大吊你老母个！毕竟是在各大网游摸爬滚打过的男人，大雨点也没少参加骂战。一小套连招含妈量极高，没半点重复的。是，他承认，之所以同意带上这么2个拖油瓶练级，确实是看在柳如烟长相不俗的份上。甚至大雨点在杀怪的时候，还乐呵呵的幻想过和这漂亮妹子接下深厚的游戏，之后结束母胎单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底线，被队友骂舔狗，那无所屌味，甚至柳如烟对他爱搭不理的也没什么。毕竟这么漂亮的妹子，有点脾气也正常。但侮辱他的亲人，那不行。你……柳如烟一愣，没有想到之前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大雨点，居然会对自己破口大骂。他气得浑身都在颤抖，咬牙道：好好好，你做出这决定，不要后悔。好你妈的大，我一脚给你塞你妈100分号里，后悔你！大雨点还在破口大骂，双手都比上了国际手势，双腿还一张一合打起了白子，嘲讽力直接拉满。大雨点是吧？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柳如烟实在听不下去了，恨恨地看了大雨点一眼，直接选择了退队，转身离开。周涛，我们走。啊，周涛站在原地，整个人都傻眼了。柳如烟这一套操作，就连他都没有预料到。我尼玛，好不容易抱上的大腿，你特么的说扔就扔啊！但看了看大小雨点那差点能杀人的眼神，周涛一咬牙，还是选择跟在柳如烟身后，因为他很清楚，对方愿意带他们练级，不是他周涛人品有多好，而是全靠柳如烟长得好看。现在连正主都走了，他还留下，怕是族谱不保。我的个姑奶奶，你这是闹哪一出？周涛追到柳如烟身边，愁眉苦脸，这下好了，凭咱们2个还咋练级啊？不练就不练，一个破游戏而已，你以为我在乎？柳如烟委屈道，再说了，他都这么骂我了，你还帮他说话，你究竟是不是我好朋友？行，我的错，但换位想一下，你这么说人妹妹，大雨点生气也正常。周涛一脸蛋疼道，所以我已经给他机会了啊，只要他让小雨点道个歉，我就原谅他了。谁知道他还这么得寸进尺。柳如烟委屈不已，他怎么敢这样？周涛一脸无语，所以你认为这是在给大雨点台阶下？难道不是吗？柳如烟理所当然道。周涛犹豫了一下，道：这还真不是，可以前江寒都是这么哄我的。柳如烟咬了咬牙，委屈道：只要我生气，给他一个台阶下，他就乐呵呵的下了。要是刚刚是他带我练级，我说把谁踢出队伍，他肯定眼睛都不眨一下。啊！周涛想了想，有些无言以对。好像还真是啊。奶奶的，让你联系江寒带你练级，你不屑一顾，说自己牛的一匹。现在吃瘪了，被别人嫌弃了，这个时候你倒想起别人的好了，贱不贱呐？第33章他是怎么赶的呀？不过这话他自然不可能说出来，毕竟这2年来他靠卖乖卖惨，从柳如烟身上也薅到了不少好处，该怎么做还是拎得清楚。周涛说道：所以说江寒对你确实是很不错的，这次没联系你，我估计应该是遇到什么事了，要不就是你说了什么话刺激到他了。我看你大人有大量，还是别和他计较了。柳如烟冷哼一声，没说话。周涛犹豫了一下，继续道：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末日这款游戏肯定是天大的机遇，但是难度有多大，你又不是不清楚。我们2个以前都没玩过什么游戏，而且我更是身子骨弱，光凭我们升级很难的，说不定还会死在野怪手上。柳如烟一脸不屑，这有什么难的，找其他人组队不就可以了？可以是可以，你长得这么好看，愿意带你的肯定很多，但是那些人是什么货色就难说了。周涛劝道：就像刚才那一对，别看这么卖力，这么大半天才升了1级，多累啊。但是你让江寒来带我们2个就不一样，我听班里的小胖说，江寒一直都喜欢打游戏，水平很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你还舍得，就算水平不行，只要你愿意开口，他肯定会花钱请专业团队带我们升级。你说对不对？柳如烟摇了摇头，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冲着钱财和他打交道的一样，难道不是吗？周涛心里嘀咕一句，哪次你联系江寒，不是和钱有关？要不就是想要礼物了，要不就是在外面请小姐妹吃饭，让他来付账。不过周涛还是笑着道，其他人不懂你，我还不懂你吗？你都是为了照顾江寒的情绪吗？那当然。柳如烟也笑了，果然还是你能明白我的心思，
要是江寒能有你一半懂事，那该多好。呵呵，个人有个人的优劣，这点我不说什么。周涛得意一笑，不过平心而论，江寒虽然一无是处，但对你确实还是不错的。都这么久没联系你了，他不知道现在多难受。不看僧面看佛面，你这么善良，还是能体恤他情绪的，对不对？柳如烟有些异动，又有些犹豫。那照你这么说，我是该主动联系他一下？那当然了。见目的达到，周涛笑得灿烂。你不去联系那大冤种，那游戏启动资金怎么来？我怎么捞好处？也不枉老子在这扯了半天，苦心没有白付。那好吧。柳如烟想了想，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天和江寒的冷战，她自己过得也很艰难。以前每天一睁眼就是江寒的嘘寒问暖，无论想吃什么做什么都不用说，江寒就能办得妥妥帖帖的。可这几天这待遇完全没了，而且出去吃饭消费也是要考虑这考虑那的，哪像以前一样多贵都有人兜底，那种日子才叫做生活。只不过出于自己的骄傲和自尊，再加上以为过2天江寒自然就会回心转意，柳如烟自然不可能放下自己的身段。但今天被大雨点这么一阵骂，柳如烟忽然意识到，其实江寒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一无是处。再加上周涛这么苦口婆心的劝告，也让他有了台阶。这就对了，周涛总算呼了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柳如烟肯主动联系江寒，那别管发生了什么，就算天下落陨石，江寒都会马不停蹄的赶来。毕竟以前都是这样，不是吗？那我先下线，待会联系。柳如烟说了一句，便转身向安全地带走去，准备下线。周涛也没说什么，反而是隐隐有些振奋。很快，柳如烟退出游戏，她坐在床边，掏出前不久江寒才给她换的新手机。其实江寒对我确实是挺不错的，虽然他用钱砸人的方式很庸俗，但周涛说的也有道理，毕竟他也只有钱了，没有其他本事。我的确应该给他一次机会。看着手上最新款价值上万的果子手机，柳如烟神情稍稍有些恍惚，随后手指在屏幕上点得飞快。江寒，我在玩一款叫做《末日》的游戏，你赶紧买设备，带我和周涛练级。只要你这次能把我带上等级排行榜，我就考虑做你的女朋友，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嘻嘻。很快，一条消息就从对话框中编辑出来。柳如烟甚至还自以为贴心的打了一个可爱的表情，然后自信满满的发送。在他看来，自己都做到这一步了，江寒肯定会感动得一塌糊涂吧。柳如烟从容按下熄屏键，放下手机，她甚至都不用看屏幕，就知道某人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必然会痛哭流涕，然后欣喜若狂地跑来找他了。但等了好几分钟，手机愣是没有半点动静。看来江寒这次真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是不是病了，或者是其他？柳如烟柳眉轻蹙，若有所思。毕竟连这么重要的消息都没回，不像是江寒的作风。不过柳如烟却没有丝毫担心，反而心里滋生了一种果然如此的情绪。就说怎么江寒那凡人竟能忍住这么久都不主动联系自己的，原来是真遇到事情了。既然如此，那就原谅你好了，毕竟你也不是故意的。柳如烟得意一笑，看来自己的魅力依然还在。他拿起手机，打算破例再问问江寒情况，也算是给他一个小小的奖励了。然而就在柳如烟打开屏幕的一瞬间，他整个人就呆滞住了。原本自信满满的神情转变成了错愕、不可置信，再到狂怒。因为在他发送出去的那条信息后面带上了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江寒这死舔狗竟然把他的联系方式删了！他怎么敢？他是怎么敢的呀？片刻后，这间租金不菲、位于高端小区的某个房间内发出了一声与其幽寂环境格格不入的尖锐报鸣声。江寒，从今天开始，我和你一刀两断。你要真有骨气，以后别像狗一样来求我。你就算是跪下，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绝不。第34章，在叶寒大佬面前，他根本什么都不是。过了足足10多分钟，柳如烟胸前起伏不定，情绪依旧在剧烈的波动中。他千算万算，就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么个结果。他不明白江寒究竟是哪根筋出现了问题，竟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他难道忘记了当初是谁在各方打探，请了多少人吃饭，自己才勉为其难的给了联系方式？他难道忘记了当时得到联系方式的时候，是谁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他难道忘记了当初是谁承诺过回复消息一定不会晚于3分钟的？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啊？柳如烟握着手机的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身体都在簌簌发抖。明明1个月之前江寒还对自己言听计从，赶都赶不走，一转眼忽然就硬气了起来。好得很，好得很。柳如烟失声冷笑，你真以为自己有本事了是吧？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真以为我稀罕你的那些小恩小惠？我原以为如此委屈自己，接受你的礼物和钱，
是不忍心看你在其他人面前丢了面子，是在为你着想。现在看来，有些人不领情啊，仗着我的善良就得寸进尺是吧？很好，敢这么挑战我柳如烟的底线，那就看看究竟是谁离不开谁吧。这一次，我真希望你是下定了决心，别围着我转了，否则我都还嫌烦呢。柳如烟将手机往床上一丢，江寒，希望你能硬气到底，可千万别半路来道歉了。滴滴，话刚说完，手机忽然就震动起来，来消息了，而且从频率上来看，不止一条，发消息的人似乎有些急躁。柳如烟眉头一挑，怒气瞬间就转为了玩味和戏谑，这才2、3分钟就忍不住来道歉了，哈哈，我就说这种软骨头怎么会敢做出这种事？现在后悔了吧？告诉你，这次不在我门口跪个3天3夜，我不会原谅你。柳如烟神色傲居的拿起手机，准备看看江寒究竟是怎么道歉的。哈哈，如烟，你快看，我刚刚看到这么张照片，笑死我了。你看像不像每次你生气了以后，江寒小心翼翼跑来找你道歉的样子？这次你主动联系他，他肯定也会高兴的。到时候你就把图片发给他，看看他什么反应，肯定很搞笑。笑不活了2333。小丑点 GIF， 确实是来消息了，不过不是江寒发的，而是周涛，满满的都是乐子味，尤其是最后一条，还附带了一张小丑捏了2下鼻子然后转眼睛的动图，就很呆。柳如烟看完消息，柳如烟嘴角的笑容戛然而止，凝固在脸上，久久不散。周涛的本意是拿江寒取乐，而这种事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以往只要江寒哪里惹到柳如烟，或者是他自己莫名的生气，哪怕江寒没有错，都会第一时间道歉。每这个时候，周涛就会在暗地里拿这个事情取乐。现在发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这一次柳如烟不但没有收到道歉，甚至还直接被拉黑了联系方式，这张图片就显得有些讽刺了。柳如烟脸色阴沉地看着屏幕上小丑捏鼻子，一股怒气油然而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觉得屏幕中捏鼻子的那个小丑就是周涛特意发来嘲讽自己的。如烟，怎么了？这么久不回消息，是江寒那里出问题了吗？而这么久没有回复消息，也让周涛意识到了不对，连忙追问。柳如烟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怎么可能？我刚发消息，他就兴高采烈的回复，要带我们俩升级了，已经在准备。开什么玩笑？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早就被拉黑了？那太丢人了。我就说嘛，哈哈哈，不愧是你啊，这么有魅力，也难怪江寒抵挡不了。如烟天下第一。周涛立刻扮演了绝世捧哏，一顿猛夸。看到这些消息，柳如烟心情好转不少，随后又是一条消息发了出去。不过我没答应。周涛啊，随后就是一张黑人问号脸的表情。柳如烟很是愤恨，别呀了，我想了想，我还是忍受不了江寒围在我身边转的样子，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没出息。问题是咱俩该怎么升级啊？周涛整个人都懵逼了，这和想象的不一样啊。导演是不是拿错剧本了？柳如烟立刻回复，这还不简单，排行榜上第一的叶寒不也是我们9527新手村的大佬吗？那种人才是有出息的，我看好他，到时候让他带我们练级就好。那他认识你吗？不认识。那你认识他吗？也不认识。你问这么多干什么？是不是不相信我？别误会啊，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单纯问问，既然你们都不认识，那叶寒大佬怎么带我们俩升级？哼，就凭我这张脸，就凭我柳如烟的名字，就凭我的魅力，难道不够吗？一间逼仄的小出租屋里，周涛握着手机，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了2下。乌鱼子，这姑奶奶感情还真把自己当天仙了呀。周涛深吸一口气，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够，当然够，不过毕竟咱们还没出新手村，见不到叶寒大佬啊。无所谓，找其他人带一带也可以，反正我不缺人带我练级，你要是闲，找其他人就是，我无所谓。柳如烟被周涛这么一通问，自觉丢了面子，有些恼羞成怒了。别，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算我多嘴。也是啊，以你的魅力，江寒没机会带我们升级，那是他的损失，叶寒就叶寒，如烟我就跟你混了，我是你最坚实的伙伴。周涛也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虽然没办法忽悠到江寒那冤大头，但凭柳如烟的面子，好歹也能混点等级不是？于是赶忙道歉，还顺势拍了几通马屁，诋毁了一下江寒。显然柳如烟很吃这一套，大有错的不是我，而是整个世界的意思被周涛吹捧的有些飘飘然，甚至自己都信了，信誓旦旦发出消息。放心好了，和排行榜第一比起来，江寒那种人什么都不是，到时候他也只有后悔的份。不说了，我去洗澡去了。将消息发送出去以后，柳如烟就没有再看消息，而是咬牙切齿地打开了末日论坛，开始搜罗有关叶寒的一切消息。
他说要让叶寒带他升级，可不是光吹牛皮，而是真觉得凭他的容貌和才能，操作起来可太简单了。你江寒不是把我拉黑了吗？不是硬气吗？想通过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来逼我就范？我告诉你，门都没有。等我联系到了叶寒大佬，让他带我升级，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后悔今天这个决定。江寒，你不过的有一点臭钱而已，但你眼界太窄，根本就意识不到，在这种大佬面前，你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不用顾忌你这种累赘的情绪，我只会过得比以前好100倍、1000倍。柳如烟眼神闪烁，他已经下定决心，联系到叶寒之后，带自己闯上等级排行榜，然后势必要让江寒知道，就他引以为傲的那点资本，在真正的大佬面前究竟有多么的卑微。第35章，你特么11级，这么多暗金装。另一边，江寒自然是不知道，自己就简简单单买点房产，开启排行榜，竟然莫名其妙又被柳如烟给惦记上了。只能说这女人脑子不太正常。将地契确认了一遍，江寒就离开了公爵府，倒也没急着前往城西。商铺虽然已经到手了，不过现在都还空着，除了住宅能提供额外的4个小时游戏时间之外，其他的倒和荒地没什么区别。毕竟繁华的是其他几个城区，一般情况下几乎没有 NPC 愿意入住。当然，如果花高价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没必要，冷清只是暂时的。等到诡异入侵之后，西城区自然而然就会繁华起来，那时候主动权就在坐拥大半商业区的江寒手上了。不急着一时半会。很快，江寒来到城东区域。作为整个枫叶城最繁华的城区，在踏入城东，江寒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了不同。虽然此时还没有其他玩家，但大街上的随处游走的 NPC 不少，各大强化商人、武器商人，各种职业随处可见，其中更是不乏5、60级的守卫巡逻。虽然繁华，却也井井有条。江寒嫌拥挤，就随意找了一家比较冷清的鉴定铺。有事？鉴定铺的老板抬头看了一眼江寒，态度不冷不淡。在他看来，才11级的小家伙，能带来什么大生意？不过苍蝇再小也是肉，少赚点，总比分币不赚强。老板慵懒起身，打了个哈欠，打造还是鉴定？鉴定。江寒说。老板犹豫了一下，还是提醒道，我们店铺鉴定装备的话，都是白银阶起步的，青铜装备还是去城外比较合适。暗金呢？能鉴定吗？江寒打量了一下四周，店铺比起他想象的还要寒酸一些，连个学徒都没有，这让他有些怀疑老板的水平。和玩家一样， NPC 的技能水平也是鱼龙混杂。暗金级别的装备算得上是极其稀有了，若是半吊子，鉴定成功率肯定不高。暗金级？老板一愣，你问这个做什么？咋的？你还能？我抄？话还没说完，他面色就是一僵，眼睛瞪得老大。因为江寒随手一翻，就是根精致的吊坠出现在手中。暗夜吊坠，饰品，品级暗金，效果暂未鉴定。我尼玛，真有啊！鉴定老板眼放金光，就跟单身了几百年的汉子见到脱光衣物的美女一样，那叫一个馋。这位爷，你放心，暗金级别的话，小店同样是能够鉴定的，并且看在暗金装备的份上，本店主亲自出手，保证万无一失。鉴定老板立刻胸脯拍得震天响，信誓旦旦的保证。成功率是多少？江寒随口问道。80%以上，我就是黄金级的鉴定师，技能过硬，杠杠的。80%还行吧？江寒点了点头，这种水平在 NPC 中只能算是中游。真正顶尖的 NPC 就算是鉴定史诗级的装备，也能保证100%的成功率。不过那种人物一般不在鉴定店里，大多是隐藏大师。江寒倒是知道几个鉴定大师的位置，不过都距离枫叶城太远了一些，没必要花费那个时间。反正暗金级的装备，就算鉴定失败也不会损失属性，顶多就是多花点钱，多鉴定几次而已。恰巧江寒最不缺的就是钱，很乐意花钱买时间。鉴定费用是100金币，另外如果不小心鉴定失败了，概不退费。您看，鉴定老板搓了搓手，一脸紧张。能拿出稀有装备是一回事，但究竟出不出得起鉴定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100金币对于才11级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负担。没问题，尽管鉴定就是。我这还有几件暗金装备，也一并给鉴定了吧。江寒顺手又掏出了从深渊试炼中获得的几件暗金装备，一同摆在了面前。我操，这么多暗金装备！一共7件暗金装备，光芒照耀的整间鉴定铺都是熠熠生辉，险些没晃瞎老板的钛合金狗眼。活了这么久，他也没见过这种阵仗啊！谁家好人一掏就是7件暗金装啊，跟他们扔白菜一样。这是把巨龙的老窝都给洗劫了不成？鉴定老板脑瓜子嗡嗡的，觉得世界太过荒谬，什么时候11级的人都这么生猛了？老板，
你见不见呐？不见我走了。江寒皱了皱眉头，见，我见。一听财神爷要走，老板顿时就急了，爷你别着急，我肯定见啊。他双手一伸，鉴定术直接就上手了。叮，白光一闪，运气还算中规中矩，直接鉴定成功。暗夜吊坠 LV10，品阶暗金，精神加40，力量加40，暗属性伤害减少 20%， 还算不错。江寒直接将暗夜吊坠佩戴上，10级的吊坠单就基础属性的增加，都快能比肩20级的黄金装备了，足够用上一段时间了。这么极品的装备，评价就是不错。鉴定铺老板嘴角微微一抽，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逆天了吗？想当初他走南闯北，都是一身青铜装用到下个阶段，白银装备都是稀罕物，还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哈。不过嘀咕归嘀咕，鉴定铺老板手上的动作没停，白光接连闪过，7件暗金装备也就仅仅只是失败了一次而已。可惜的是，其他装备都不太适合江寒，他也就没有佩戴。江寒看了一下自己的基础属性，玩家叶寒，职业财神，唯一御兽师，等级12 1.20%， 基础状态生命值990，魔法值2640，饥饿值100，基础属性力量142，体质99，精神264，敏捷110，特殊属性幸运65，魅力68，就一个字，掉。264的精神值意味着他只要随意拿到一个法系技能卷轴，哪怕只是最基础水球术，也能轻松打出300加的伤害。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11级的攻击类职业，按照2力2体1敏的万金油比例加点，装备中规中矩的情况下，血量也就600出头，2个水球术就得哭着回家找妈妈。而且更恐怖的是，江寒的这点属性和小辉比起来，那压根就是炮灰。因为在等级升到11级以后，小家伙的4维属性已经直接突破4位数了。一口龙吸下去，管你什么牛鬼神蛇，5000点真实伤害，血牛职业都要道歉机关血。第36章末日中降临，得意的周涛交付了800金币之后，江寒收起剩下的暗金装备，在老板艳羡的眼神中走出了鉴定铺。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级，等着索菲亚的消息了。灰雾谷，浓厚的雾气笼罩了方圆数百里，放眼望去，能见度仅仅只有几米范围，时不时传来兽吼声，让人听了不禁胆寒。当然，这里其实也没几个人就是。作为枫叶城外怪物聚集最多的地方，灰雾谷是公认练级效率最高的地方，不过也同样危险。前世敢在这里练级的，那都是最精锐的团队。一般而言，一个小型5人团队正面练级，后方会有数十人进行补给和牵制，这才相对安全。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在这里翻车的顶级玩家比比皆是。而如今江寒一人就站在了这里，毕竟以小辉的属性，就算是对上30级的怪物也没什么压力。不过单就刷经验来说，跨越10级杀怪和跨20级杀怪没有任何区别。而灰雾谷以20级的怪物居多，刚好是最适合现阶段的练级地点。好，果然前脚才刚踏入灰雾谷，就有几头浑身漆黑的猎狗盯上了江寒。灰色猎狗21级，属性等级差距过大，无法查看。描述：遭到灰色雾气污染的猎狗，本就生性残暴，现在变得更加是杀了，会攻击视线中一切异类生物，酷爱掏肛。温馨提示：保护好你的菊花。擦，是这恶心玩意。江寒一脸嫌弃。要说灰雾谷之所以让无数玩家胆寒，这灰色猎狗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面对其他怪物的时候，若是不小心被击杀，那顶多就是直接开席，虽然损失也很惨重，但起码没什么痛苦。要是被灰色猎狗盯上了，呵呵，那少不得是要尝一尝菊花被搅烂的滋味。前世不少体验过这种感觉的玩家，个个都痛苦不堪。用他们的话来说，感觉就像是菊花里被塞了一个小型搅拌机，那酸爽。小慧作为新时代的五毒青年，江寒自问跟红苗正没有受虐的爱好，指挥着小辉开杀。嗷呜！小辉仰头咆哮一声，迅速杀入了猎狗群。998 5000 997，你成功击杀灰色猎狗，经验加240。你成功击杀灰色猎狗，经验加235。一连串恐怖数字接连飘起。20多级的灰色猎狗，即便本身是属于攻击力极高的怪物，但血量也是极厚，突破了4位数大关。但在小辉那恐怖的数值面前就不够看了，一爪下去血量见底，2爪下去直接归西。有幸吃上一发龙息的，更是连声音都不知，直接化作灰烬。而江寒的经验条也开始往上涨，真轻松啊！
而江寒需要做的就是找个安全的位置观战，时不时提防一下有没有其他危险就是了。这一点对于游戏经验丰富的他来说，实在太简单了一些。这才叫人过的日子啊！江寒感慨不已，一想起前世当个破骑士苦哈哈的挨打，这对比就来得无比的强烈。时间缓缓流逝，叮！恭喜你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2。叮！你的御兽小灰等级提升至 LV12。比起之前在城外击杀那些11、2级的低等级怪物来说，这一次刷怪的效率无疑是要快了许多。晚上8点整，江寒成功提升到了12级。可以，这种效率如果火力全开的话，一天的等级提升最低也在2级。而且这还是今天比较倒霉，没有碰上什么 BOSS 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刷 BOSS 的效率，那么经验的获取还能再上一个档次，升到20级，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江寒看了一眼满地的尸骸和道具，都懒得去捡。虽然以他的幸运值而言，爆出的装备还真不少，其中甚至不乏白银级道具，但以他现在的属性，这些玩意和破铜烂铁也没什么区别，累人不说，还占背包。不过刷了几小时的怪，还是爆出了一个技能卷轴，初等卷轴火球术。描述：捏碎之后，你会了解火球术的窍门。马马虎虎吧。说实在的，其实没什么卵用。不过这类基础技能并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卷轴，想学多少都行。只不过末日的技能机制和其他游戏不太一样，讲究的细节很多，尤其是这种并非锁定类的技能，熟练度不够高，很容易被怪物闪躲。这也是为什么在前期一些怪物属性其实不算太高，却依旧能追着玩家锤的原因。本身蓝条就少，空个把技能，这还玩个锤子。弓箭类和近战类也一样，怪物连凭 A 都能躲，所以技能可以学是一回事，但是学完之后能不能用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贪多嚼不烂，不够就一个火球术也无所谓了，起码学了之后能装逼不是。反正打怪也用不着江寒自己出手。砰！单手一握，技能卷轴应声碎裂，同时他的技能栏里也多出了一个火球术。火球术熟练度0，用魔力凝聚出一个火球，对目标造成 150% 精神值的魔法伤害，吟唱时间1秒，消耗50魔力，冷却5秒。江寒瞅了瞅远方一只灰色猎狗，1秒的吟唱过后，一道火球术轻飘飘的落在灰色猎狗头上。321。显然在等级压制之下，伤害削减了1截，造成的伤害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和小灰的输出比起来，那就更心酸了。算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刷刷熟练度吧。江寒倒是也不在乎，百无聊赖的在一旁丢丢技能。夜幕降临，晚上23点整。江寒是早上10点进入的游戏，即便以他现在每天13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也到了极限。可惜了，还没升到13级。江寒看着刚刚过半的经验条，有些意犹未尽的退出了游戏。不过也正好，吃点东西，待会继续。江寒也没有睡下的意思，本身在游玩末日的时候也算是一种休息。也有人研究过，进行2个小时的游戏，其实就和睡了1个小时差不多。所以大部分玩家都是夜晚在末日度过，白天睡会就去忙活其他事情了。江寒13个小时的游戏时长，差不多等于睡了6个半小时，其实24小时连轴转都行，越玩越精神。现在压根是半点睡意都没有。而且更重要的是，等过了12点，就是末日开启的第3天了，也就意味着公测。届时末日会在以国家版图的形式，在凌晨陆陆续续降临各国，首当其冲的正是大夏国。大夏国境内所有年满16周岁的人都会被强制席卷进这个极度危险的游戏之中。世界即将迎来巨变。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江寒直接将游戏设备扔进了垃圾桶，躺在床上默默地等待着秒针转向最高点的数字。叮！欢迎你，异世界的勇者。下一刻，世界天旋地转，原本昏暗的视线变得明亮起来。江寒再一次出现在灰雾谷。对于参加过内测的玩家来说，除了以后不需要通过游戏设备来连接游戏之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原本在哪个区域就会出现在哪个区域。至于从来没有进入过游戏的玩家，则是被送到了不同的新手村。这是哪儿啊？我是不是在做梦？游戏？我尼玛不是在撸串吗？我串呢？卧槽啊！老子这是不是穿越了？哈哈，果然也就是天选之子。Holy shit！而除了少部分依然在游戏里奋战的玩家之外，99%的人都是一脸的懵逼。忽然置身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而且身边都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正常人就不可能保持淡定。尤其是在这个夜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年代，这个点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睡下。看电影的、
撸串的、酒吧蹦迪的，正为了繁衍后代而努力的，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也幸好末日正式降临之后，玩家在现实中的身体不受外界影响，也没有办法可以触碰。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整个大夏国境内所有一切就如同时间停止了一般被定格，直到第二天才会恢复正常。不然单就进入游戏的这一刻，不少在玩变态游戏的小情侣就要直接概不吃席。毕竟谁憋气也不能憋8小时不是，更别提各种还在驾驶各种交通工具的人了。9527号新手村，柳如烟站在城里，整个人都懵逼了。我也没有在玩游戏啊，怎么就进入末日里了？新手村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玩家？而且这些人好像看起来怎么那么眼熟，似乎都是同一个小区的。如烟，你在吗？这时周涛忽然发来了消息。我靠，太诡异了！我刚刚和王万他们几个在外面吃宵夜，忽然就进游戏了。而且最牛的是，我刚刚在新手村遇到王万他们几个了。什么？柳如烟瞪大双眼，不可置信，连吃烧烤都被拉进了游戏，这确定不是在做梦吗？我靠！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有预感，就和我之前猜测的那样，末日这游戏的确是改变世界的契机，实在太棒了。现在好了，所有人都被卷进了游戏里，我们可是内测玩家，优势很大，这就是崛起的资本啊！而且我发现游戏连下线的功能都没有了，简直就是要把全部人都锁死在这里。怎么样？你听我的进游戏没错吧？你还不想来？现在看来我这份眼界简直了。什么叫格局？这就是格局，咱们班里那些二愣子谁能比得上我？周涛还在喋喋不休，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激动和得意。柳如烟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了。虽然周涛之前就和他说了医院的事，但他从没放在心上，也从来没想过一款游戏竟然真的能够影响现实，而且连下线功能都没了，那岂不是说以后在游戏中的实力几乎就等同于一个人的地位？天哪！一想到这个可能，柳如烟的心脏就猛然跳动了起来。他打开了等级排行榜，死死地盯着上面唯一的那个名字，一双眼睛里面写满了渴望和向往。叶寒，只要能找到叶寒，只要带我练级，我就一定可以改变我这糟糕的人生，把其他人都狠狠地踩在脚下。命运的齿轮仿佛开始转动了。第37章，叶寒究竟是何方神圣？就连周涛都察觉到了末日的不同寻常，而信息渠道比他要多的大有人在。虽然事态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这个世界上毕竟不缺聪明人。半个小时之后，在这些精英们的牵头之下，广泛收集了信息，大致弄清楚现在的状况。其一，大夏国境内所有年满16岁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部被强制登录末日之中。其二，游戏的退出界面彻底消失，玩家无法自行退出。其三，玩家的分布位置和现实地点有关，距离越近，出生点位置也就越近，每一个新手村对应一个区域。其四，游戏创建角色阶段无法更改外貌和性别，基础属性都一样。其五，现实的残疾不影响游戏数据，甚至连昏迷数年的植物人都被卷入了游戏。其六，关键信息很多，罗列了数百条，并且还在不断的补充。而在各个内测玩家的大力科普之下，几乎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在游戏里尽量别死。除此之外，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找到退出游戏的方法，回归现实。但即便是具备了一些游戏经验的内测玩家，对此都一筹莫展。叶寒呢？他不是等级排行榜的第1人吗？有没有人问过他知不知道办法？对啊，参与内测的玩家不是也有上百万吗？就只有他一个人升级这么快，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这货跟开挂一样，是不是就是 GM 啊？真有这么神奇吗？自然而然的，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到了江寒身上。没办法，偌大的等级排行榜上竟然仅仅只有一个人。叶寒这个名字实在太过耀眼和璀璨，这也是为什么江寒要隐藏自己身份的原因。树大招风，在一款能改变世界的游戏中独占鳌头，若说现实生活中没人打他的主意，那比起末日都还要更加魔幻。001号新手村，城内某个凉亭下，相比于其他地方的喧闹，这里无疑要安静上许多，甚至显得有些庄严肃穆。只因坐在凉亭中的那几名中年模样的男人，都是大夏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佬，而负责在凉亭周围戒备的，也同样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个个都是兵王。此刻，一名眼神锐利的寸头青年正在汇报着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依旧没有发现可以退出游戏的方法。按照陈博士的推断，要么就和内测时期一样，只能等每天游戏时长结束之后会不会被踢出游戏，要么……寸头青年犹豫了一下，可能就是永久被困在里面。事态居然严重到了这个地步，
听完寸头青年的汇报 ，ID 是不动如山的军方大佬微微皱了皱眉头。其实从昨天开始，这款疑似能引起人体器官衰竭的游戏就已经进入了军方的眼帘。身为军方大佬的不动如山自然也极其关注这个问题，连夜制定了多个应对方案。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竟然如此猝不及防。那么叶寒呢？那个排名第1的玩家有没有什么消息？不动如山问道。寸头青年回应道：信息很少，现在知道的是9527号新手村有2名玩家在刚开服没多久的时候称见到过有人带着很强的 NPC 刷怪升级，那人疑似叶寒，但具体的长相和身份未知。不动如山追问道：有没有从这个方向入手？有。寸头青年点头，首先肯定的是9527是江城玩家所在的新手村。这2天我们收集了江城的信息，并且对进行了筛选，重点对名字中带叶和带寒的人。不过江城的人口实在太多，而且线索实在太少，需要时间。这么神秘，像是特意在提防什么呀？不动如山若有所思，现在能联系得上叶寒吗？没办法。寸头青年摇头，他已经12级了，人不在新手村，现在没人能出去。不动如山有些诧异，陈狂呢？他也不行。陈狂也就是狂刃现实里面的名字。对于这个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兵王，就连作为军界大佬的不动如山也是极为欣赏，身手和能力都没得说，在整个大夏国都是数1数2的。狂刃他。寸头青年苦笑一声，到现在才4级，他不是昨天就进入游戏了，怎么才4级？不动如山问道：是被别的事情耽误了？没有。寸头青年摇头否认，他带着团队一直都在练级，只不过末日的强度确实太高了一些，狂刃的升级速度已经是最顶尖了，一般人1天也就能升到2级。不动如山沉默了一会，随后挥了挥手：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是。寸头青年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凉亭。江城竟然还有这种人物，这叶寒果然是不简单。不动如山轻轻叹了口气，虽然外表看起来不动声色，但只有心里有多惊讶，只有他自己知道。陈狂的能力他简直太清楚不过，这样的人带领着从大夏国这么多人中挑出来的精锐团队，升级速度竟然连叶寒的1半都不到，简直匪夷所思。这当真是一款游戏吗？不动如山眯了眯眼睛，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告诉他，从今天起全球的格局都将为此而改变。而发出如此感叹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位大佬，政界、商界，大夏国内一个个或耳熟能详或隐藏在暗处的大佬都对叶寒的真实身份产生了剧烈的好奇心，都在尽可能的动用手段去调查他。只可惜这里毕竟是末日，即便在现实中这些人手眼通天，也不可能挖掘出江寒。不过随着挖掘越来越深，众人的惊讶也就越来越强烈。最直白的就是如今在各大新手村中，等级最高的玩家仅仅也才堪堪升到了8级，而且还是因为吃到了叶寒带来的1小时游戏时间的红利，才勉强走到这个地步。和叶寒之间竟然足足相差了4级。第38章，懂不懂金钱的抛瓦呀？而且还是在差了升阶试炼的情况下，真实的差距恐怕要多个1、2级。只要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玩家都明白，能和各个顶级玩家之间拉开这么大的差距究竟是多么恐怖。这叶寒究竟是谁？枫叶城公测引发的轰动，江寒自然是有所预料。不过他人又不在新手村，倒是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带着小辉就在灰雾谷里一顿猛刷，经验涨得飞快。叶寒，来公爵府，你打探的事情有消息了。就在他肆意享受着经验飞涨的快感之时，索菲亚发来了一条消息。这么快？江寒眉头一挑，有些欣喜。毕竟关乎一个强度在授予者之上的隐藏职业，他立刻换回了小辉，朝着公爵府赶去。不多时，便在老地方见到了索菲亚。来了。索菲亚一身紫色长裙，显得典雅大气的同时，又将她的身材映衬得淋漓尽致。精致的妆容一看就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很迷人。就算江寒如今已经封心所爱，达到了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的境界，也是不由得多瞄了2眼。不得不承认，这索菲亚的确是人间尤物，否则也不会在前世被诸多 LSP 评为最具风情的 NPC。丞相虽然已死，但曹贼不是魏武遗风已经深入人心。不过相比于这份风情万种，江寒倒是对他叔叔更感兴趣。隐藏职业，谁看了不迷惑啊？来了。江寒走上前去，斯特首席的消息。别急，斯特叔叔在外游历，抽不开身，消息我就代为转达了。索菲亚微微一笑，想要解锁隐藏职业的方法其实并不难，就在枫叶城内。就在枫叶城？江寒一愣，随即狂喜。我滴个龟龟，原以为这么吊的任务要跑去天涯海角，没想到你跟我说宝藏就在家里的歪脖子树下。是的，
索菲亚神情优雅地点了点头，不过可能有点难度。江寒收敛笑意，细说。索菲亚迟疑了一下，随后指了指城北方向。按照斯特叔叔的说法，城外的巨龙山脉之上居住着一头极其强大的巨龙，而在巨龙巢穴的底下存在一座迷宫，在迷宫深处就有你想要的一切。江寒一愣，你说的是洞窟迷宫吧？你怎么知道？索菲亚柳眉微微一挑，眼中的惊讶几乎要满溢而出。这座迷宫其实连斯特都不清楚叫什么名字，只是含糊其辞。不过索菲亚毕竟来到枫叶城时间不短，再加上她闲时无聊，就爱听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打发时间，这才在机缘巧合之下知道巨龙山脉上有一座洞窟迷宫。怎么这叶寒也知道？我比较喜欢打探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巧合之下才知道的。江寒含糊其辞，总不能说妹啊，哥是重生的，这洞窟哥以前去过吧？那指不定得被索菲亚当成神经病。是的，这洞窟迷宫江寒确实去过，不仅去过，而且还熟得不能再熟。那路线记得是一清二楚，跟回老家也差不了多少。因为前世他为柳如烟弄来的那个隐藏职业卷轴，就是从洞窟迷宫里面找到的。不过那隐藏职业是牧师的隐藏职业才对，和御兽师有什么关系？莫非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巧合吗？索菲亚别有深意地看了江寒一眼，她觉得眼前这青年越来越神秘了。神明啊，难道你真的听到了我的祈祷，特地为我派来了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叮！索菲亚对你的好感度加20。忽然冒出的提示音给江寒都干懵逼了，这怎么做个隐藏职业任务还能涨好感度的？魅力值达到68，当真有这么可怕？看着索菲亚的笑脸，江寒不禁陷入了沉思。说实话，这好感度涨得他都有点害怕了。算了，反正不是什么坏事，管他呢。江寒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任务上。索菲亚，你确定斯特首席说的就是这洞窟迷宫，不是其他？确定。索菲亚很笃定，巨龙山脉上只有这么一座迷宫，而且是由巨龙镇守。巨龙？江寒皱了皱眉头。不对啊，他当时去的时候，虽然洞窟也很危险，甚至差点没能逃出来，交代在那里，可里面只有一个80级的诡异魔化 BOSS， 哪有什么巨龙？也许是时间点不一样，在我去之前，其实早就有人取走了洞窟里的东西，而那巨龙也是因此才离开，或者是被击杀之后，那诡异 BOSS 才进入洞窟。至于我拿到的隐藏卷轴是其他道具，想来想去，好像也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不过其中依然有很多细节不对，但除此之外，江寒也不知道是其他什么情况了。不过末日里的事千变万化，也无所谓了，只要任务接到了就行，其他的再去想办法。叮！斯特带来了消息，请前往未知的迷宫，带回里面的东西。果然，下一刻巨龙的低语任务就更新了。多谢你的帮助。江寒确认没有遗漏之后，准备离开。你这是要去洞窟迷宫？索菲亚忍不住问道。江寒点了点头。那可是80级区域，就连城里的精锐都是有死无生，你猜？索菲亚美眸中满是担忧，还是不要贸然的好。无妨，我有办法。江寒却是丝毫不慌，直接掏出了梅尔兹交给他的通讯令牌。不就是巨龙吗？连龙蛋都偷过，逛个迷宫算什么？再说了，那洞窟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比起当初面对光耀巨龙的时候，危险度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好吧？练级倒是用不着梅尔兹出手，但是这抄家的事他熟啊，只要钱到位，巨龙都干废。很巧的是，江寒现在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再砸1个亿进去，职业隐藏不就到手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是砸1个亿完成不了的任务。如果有，那就再来一个。想笑。第39章，金币吸引力有限，轻松拿捏神级强者。至尊殿堂的信物。索菲亚何等眼力，一眼就认出了江寒手里的东西。紫色的令牌，级别很高，最起码也是100级的战士才有资格交出去。索菲亚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江寒，难怪如此自信，确实是有所依仗。不过才12级而已，是怎么有资格获得这种东西的？即便是对于出身皇室的索菲亚来说，至尊殿堂的信物也同样罕见，因为这个势力在整片大陆上的地位都太过超然。是的，至尊殿堂并不属于龙皇帝国，也不属于其他帝国，但毋庸置疑的是，至尊殿堂强得可怕，底蕴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帝国，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认为至尊殿堂就是大陆第一势力，神级强者层出不穷。当然，这是究竟是真是假，无人能辨别。但既然能有这种说法流传，已经足够证明至尊殿堂的可怕。就连索菲亚身为皇室成员，对至尊殿堂的了解也不够多。这个势力实在太神秘，更别提拿到如此稀有的信物。
紫色令牌闪烁了2下，随后梅尔兹乐呵呵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叶寒啊，这次联系老夫又有什么事？”江寒笑道：“大师，我这里又有一笔生意，做不做？”哦，梅尔兹语调拔高，明显是来了兴趣。仔细说说。是这样，江寒将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又是巨龙。听完江寒的叙述，梅尔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有气无力道：“不是，你从哪弄来这么多巨龙的消息？你和龙族有仇是吧？”这倒没有，纯属巧合。江寒摇头否认。那就奇了怪了，先是偷龙蛋，现在又要去抄别人老巢，这也太巧了一些。梅尔兹嘀咕一声：“确实巧合，我也不想的。”江寒苦笑不已，其实就连他也有些奇怪。巨龙这种生物在大陆上极少出没，才短短3天时间就要连续探索2个巨龙巢穴，这种事恐怕数百年都难得发生一次。而且巨龙向来是残暴和强大的代名词，一般人也不敢这么得罪。没看一旁的索菲亚仅仅只是听着2人的对话，就已经惊讶的无以复加，青葱玉指忍不住捂住了红润小嘴。偷龙蛋，闯巨龙巢穴，这种事情在他听来实在是太过不可思议。不去了，我这还没休养好呢，萎了。梅尔兹想了想，还是没有答应下来。江寒淡淡道：“和上次一样，事成之后2个亿的酬金。”2亿。梅尔兹的声音显然有些动摇了。这尼玛，老弟，你别这样好不好？这钱是白捡的，是不是？这么砸人，那谁顶得住啊？但考虑再三，梅尔兹还是拒绝。说实话，叶寒，这条件很诱人，但是我刚和圣才巨龙交手，现在很虚弱，太冒险了。这样，你容我休养1个月，1个月以后，老夫陪你去闯闯这巨龙山脉，也不用这么高的价格，1亿金币就可以。1个月，江寒皱了皱眉头，他可不想等这么长的时间。你答应就答应，不答应我也没办法。梅尔兹心痛的无以复加，足足2个亿啊！我还可以再加3亿。江寒语气决绝，说实话，3亿金币对他来说也不是可有可无，但值得。我，梅尔兹心态都要崩了，满脑子都是白花花的金币，这么高的价格都能招募一个战力不俗的军团了，好吧？老夫真的无能为力。但梅尔兹还是咬牙拒绝。如此庞大的金币无疑是天大的诱惑，但却还不至于让他豁出命去。收获固然高，风险也巨大。这样吗？江寒轻轻叹了口气，看来梅尔兹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不是金钱可以动摇的。不过他还有其他手段。江寒沉吟了一下，道：“那如果能提供圣灵之泉的信息呢？”下一刻，梅尔兹颤抖的声音传来：“圣灵之泉？你怎么知道这东西？”即便是相隔不知多远，江寒都能感受到梅尔兹变得愈发粗重的呼吸声。果然，这东西对于神级强者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你就不用问了。总之我知道圣灵之泉的位置。江寒从容道：“在哪？”梅尔兹迫不及待地追问。江寒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说话。梅尔兹沉默了一会，随后声音低沉：“叶寒，如果你当真能够提供圣灵之泉的信息，老夫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能帮你把巨龙山脉的东西带来。但问题是，你怎么证明？”江寒淡淡吐出4个字：“遗失之地。”这一次，梅尔兹沉默了很久，似乎是在权衡什么。江寒也不着急，他相信以梅尔兹的见闻，会明白这4个字的深意。果然，几分钟后，梅尔兹重重叹了口气：“具体坐标知道吗？”“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大致在哪个区域和方位，我确实知道。”江寒笑道：“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这消息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梅尔兹思索了一下，再加上1亿金币，老夫豁出命去和你走一遭巨龙山脉。成交。江寒长长呼了一口气。事实上，他总共知道3口圣灵之泉的位置，遗失之地的那一口已经接近干涸，不过对于梅尔兹来说也足够了。很好，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梅尔兹也是语气轻松不少，单就这场交易来说，两方都觉得自己赚了不少。现在，江寒说。现在，梅尔兹语气一顿，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要不再等等？等不了一点，否则免谈，我找别人去。江寒态度很强硬，丝毫不退让。这，梅尔兹想了想，行吧，一个至尊殿堂的神级强者，竟然被12级的菜鸟给拿捏了，这话说出去狗都不信。但现实是，圣灵之泉实在太过重要。至于强，但是压根没在梅尔兹的考虑范畴。这也是 NPC 难得的一个优点了，只要玩家没有得罪 NPC， 就不会受到攻击，算是一个保护机制。第40章，叶寒的含金量正在飙升。约定了见面地点，江寒神情轻松地切断了通话。搞定。叶寒，你真是太超乎我的想象了。索美亚眼波流转，眼中的欣赏丝毫不加掩饰。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至尊殿堂有资格给出这种信物的，无疑不是位高权重，极有可能是神级强者，身份地位甚至可能不逊色于他纳斯特叔叔。可就是这种强者，叶寒不仅认识，而且还能请得动。当然，这其中固然有他财力雄厚的原因，但话说回来，别人有钱不也是一种本事？权势和财富本就是男人最耀眼的外衣。索菲亚捂住心头，脑袋晕乎乎的。她觉得才短短2天时间，自己就要被眼前的年轻人吸引了。外貌、财富、手段，无一不是一流，唯一欠缺的也就是等级低了一些，实力不行。但索菲亚相信，假以时日，眼前之人一定会成为叱咤大陆的风云人物。叮！索菲亚对你的好感加10。江寒耳边又毫无征兆地响起了提示，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习惯了。法师，来个法师，团队4缺1了呀！经验高玩3等2，是男人就和我暴杀史莱姆。有没有奶？来个奶！各大新手村喧闹不已。最开始的懵逼过后，不少人还是决定出城探索，毕竟也不能退出游戏，闲着也是闲着。不过在内测玩家的提醒下，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组队出行。当然，也有极个别自诩高玩的不信邪，自信满满的选择单刷，然后就被哥布林的大棒子一顿鞭挞，无情送回重生点。末日世界空前热闹，而这么多人难免会出现脑残。这一类人没有敬畏之心，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无论是内测玩家的好心提醒，还是官方的再三强调，都给抛到了脑后，一意孤行。尽量别被怪物杀死，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开什么玩笑，哄哄小孩就行了。你们还真信啊？我看这事就是个巨大的阴谋而已，肯定是资本家搞出的幺蛾子，也就骗你们这种没有分辨能力的底层罢了，骗不了我。王强就是这种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钱，平日里就靠着小偷小摸维持生活，派出所那是没常去，但他就是有这种迷之自信，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众人皆醉他独醒。王强，你动动脑子想想，别凡事都说资本家行不行？资本家哪有这种能耐啊？是啊，你是脑袋被门挤了不成？也有人好心劝告王强，不要冒险。拉倒吧，所以说你们这些人啊，没点格局，这辈子也就配待在底层了。但他却不以为意，反而嗤笑不已，大摇大摆的出了城。老子就死给你们看看，一场破游戏而已，哪会出人命？王强大摇大摆的出城了，然后被哥布林一棒子敲死，出现在重生点。看吧，能有什么事？都是狗屁！王强看着自己健全的4肢，很得意，这不纯扯淡。毛，人家说了，死了就要掉属性，死多了可能器官衰竭，你才死1次而已。有人反驳道：行，你这犟种，我就多死几次。王强轻蔑一笑，要以身试法。很快又出现在重生点，不过这次依旧没事。于是他胆子更大了，坚定不移的要以一己之力证明这场阴谋。王强，你脸色好白啊，还是别试了吧，真要出事的。而到了第4次，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王强有些不对劲了，整个人虚弱的可怕。嗨，没事。其实王强也觉得身体不舒服了，但他依旧死要面子的摆摆手，估计是死了以后被传送回来，脑子晃晕了，和晕车一个道理。说完，他继续赴死。而这一次，王强再也没有回来。半年内死亡次数到达5次，便会直接被抹杀。而王强1天就死了5次，自然宣告开席。不过，虽然他挂了，但总归是明确了游戏的性质，也算是有贡献。这真会死人啊！太可怕，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在游戏里不见了踪影。守着重生点的玩家一个个脸色苍白。虽然有内测玩家和官方的特意提醒，他们也知道不能随便死，但真正见证了王强的死亡，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怎么办啊？我刚刚出城看王强怎么死的，也跟着死了1次，我不会也死在这吧？我不要啊！我也死了，而且还是2次，完蛋了！不，别出城，千万别出城了！大部分人其实都没事，但总有小部分人不听劝告，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虽然世界上以正常人居多，但王强这种人是在大夏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上还真不少。各大新手村很快出现了玩家死亡次数过多，再也没有出现的情况。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那些在外练级的玩家都被吓得不轻，赶忙回到了安全地带。就连大部分内测玩家也有了心理负担，不敢继续。直到这个时候，这些信息落后、蒙在鼓里的普通人，终于在那些精英之后，第一次意识到世界迎来的巨变。这里可不是什么童话世界，而是地狱，一个怪物强度超乎想象的可怕地狱。所以，这叶寒是怎么可能做到2天时间就升到12级的？他真的是人类吗？或许吧，太变态了。
我根本就想象不到，就连1级史莱姆都这么难对付，这太不可思议了。而在这一片恐慌中，逐渐有人意识到了等级排行榜第1的恐怖之处。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隔行如隔山。初入游戏，很多人虽然佩服江寒能这么快升到12级，但以他们的认知还不清楚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不一样了，在明白了末日的本质之后，再看叶寒的等级，这种扛着死亡的危险，在如此变态的怪物手中升级如吃饭喝水，让人头皮发麻。而且最重要的是，包括狂刃等内测玩家在内的所有人忽然意识到了，如果所有人真的会被困在游戏中不能回归现实，那么叶寒为整个大夏国玩家带来的每天多1个小时的增益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的，随着末日公测，叶寒这个 ID 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含金量开始猛然飙升。第41章出发。暗窟迷宫，巨龙山脉，青山翠竹，云雾缭绕，偶尔有清风拂过，树叶发出沙沙声，让一切显得无比静谧。山间时不时有巨大飞禽掠过，兽鸣阵阵。单就眼前一幕，美的就像是一幅摊开的美丽画卷，让人赏心悦目。但只要是稍微对巨龙山脉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这看起来无比安静祥和的景色之下，潜藏着怎样的危险。即便是山脉最底层出没的，最低都是60级的怪物，越往上出没的怪物凶兽就越多，其中甚至不乏魔化级别的 BOSS。 也正因为如此，这座蜿蜒上千里的巨大山脉才会如此人烟罕至。只要是脑袋正常的人，都会尽力避开这个险地。唰唰！但就在此时，破风声骤然响起，随后便是2道被柔和白光包裹着的身影在山间迅速掠过，其速度之快，哪怕强大如魔化 BOSS 只有在一旁干瞪眼的份。圣灵之泉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即便是梅尔兹这种神级强者也经不住诱惑。得到江寒的承诺之后，就火急火燎地赶往枫叶城。达成契约之后，2人直接杀向巨龙山脉。有梅尔兹这样一位神级咒术师开道，短短半小时就从枫叶城杀到了山腰处。果然，实力就是一切。看着逶迤的山脉在自己脚下急速流转，江寒也是感叹不已。要知道，前世为了抵达山顶，他将其他一切都暂时抛开，足足谋划了1整年，在确定一切都没有遗漏之后，这才敢行动。而登顶的过程更是花费了3个月之久，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危机，这才从那80级诡异魔化 BOSS 的眼皮底下拿到了那隐藏职业卷轴。其中坎坷与辛酸，只有江寒自己知道。就柳如烟作为卷轴的使用者，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甚至不知感激，反而心安理得。真是傻逼啊！江寒自嘲一笑，狂暴风吹乱他的头发，他缓缓收敛了笑意，眼神无悲无喜，重新走过这条走过的旧路。那个曾经满怀炽热与真诚的少年，却早已死在了某个角落。这小子，梅尔兹侧头看了江寒一眼，虽然隔着遮掩，他看不清后者的表情，但没由来的，他觉得身边之人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古井无波的感觉出现在如此年轻之人的身上，未免有些违和。怎么年纪轻轻的，给老夫的感觉就跟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一样？梅尔兹嘀咕一声，心里疑惑不已。很快又是数分钟过去，2人终于是抵达了山巅，前面就是巨龙山脉的最高点了。那迷宫在什么位置？梅尔兹轻轻一挥手，2人的身体就这么悬浮在半空中。奇怪的是，周围明明聚集着一批80级的怪物，却丝毫没有发现他们的迹象。侧斜方的那个陡坡之下就是了。江寒甚至不用思考，只一眼就认出了迷宫入口。那趟让人刻骨铭心的遭遇，在他的记忆中实在太过清晰。好，梅尔兹眼神异样的看江寒一眼，随后一挥手改变了方向。不过相比于之前的百无禁忌来说，这一次速度就要慢上很多了。梅尔兹虽然是神级强者，但别忘了，在巨龙山脉之上还有一头疑似5阶的巨龙存在。小心一些，总是没错。梅尔兹带着江寒小心翼翼的前进，尽量不发出任何动静。好在是，或许是因为巨龙山脉比起巨龙巢穴地界要宽广太多，也是或许是因为盘踞在这里的巨龙灵觉没有那头光耀巨龙那么敏锐。2人来到迷宫入口之前，那是一座巨大的6芒星魔法阵，直径莫约2米。好精妙的传送阵！梅尔兹有些吃惊，即便他对于传送阵的了解不算多，但依旧可以看出魔法阵的不凡之处。只可惜是未激活状态，似乎是残缺。梅尔兹半蹲下，用手指轻触法阵。通常而言，魔法阵处于激活状态，周遭或多或少会有魔力残留，而眼前这座魔法阵纹路暗淡，就像是小孩子用颜料涂出来的一样，毫无生气。这法阵你确定能开启？梅尔兹疑惑道，事先说好，老夫可在阵法上的造诣不高，没有什么办法。这就不用担心了。江寒微微一笑，轻轻咬破了手指，
一滴鲜血滴落在魔法阵纹路上。嗡！瞬间，红光蔓延开来，一个血色的魔法阵无比显眼。梅尔兹眼角一抽，还真能开启啊！而且方法还这么简单粗暴。小子，你是怎么知道开启方法的？梅尔兹忍不住问道。江寒笑而不语，静静等待迷宫开启。真是活见鬼了！梅尔兹嘀咕道。和江寒接触的越多，他就越是觉得后者越发神秘，跟个先知一样，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轰隆！不多时，一声巨响，魔法阵彻底激活完成，红光收敛。梅尔兹明显能感觉得到，周遭的魔法气息一下子就变得浓烈了起来。他神色凝重地朝着山脉最高峰看了一眼。巨龙厌恶魔法，同样对魔法的感知也很强烈。眼下忽然这些魔法气息虽然不算特别庞大，却也有可能引起巨龙的注视。走吧。江寒倒是没那么多顾虑，神色淡然地跨入了魔法阵。对他而言，其实巨龙的威胁还不如迷宫中的那魔化 BOSS。反正无论正面对上哪位，都是一个死字，起码死在巨龙手上还能复活，顶多就是掉些属性罢了。你倒是从容。看着江寒洒脱的背影，梅尔兹不禁有些蛋疼。奶奶的，明明我才是神级强者啊，怎么感觉成了随从一样？懂不懂尊老爱幼啊？不过嘀咕归嘀咕，梅尔兹也不敢多逗留，也尽快跟上。光芒一闪，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眼前已是一片昏暗。叮！你已经进入极度危险区域。叮！你已经进入暗窟迷宫，迷宫有且仅有一个出口，请在规定时间内找到出口，否则你将会永远被困在里面。提示：本迷宫已被诡异生物占领，请小心。倒计时180分钟。第42章，不是，你丫真是先知啊！诡异区域，才3个小时。梅尔兹面色巨变。纵然经验丰富如他，也对眼前的情况感觉到了棘手。诡异生物不仅仅对玩家来说是恐怖的威胁，对于 NPC 来说也同样让人头疼。因为很多手段和魔法在别的物种身上很效果不错，但却在诡异生物面前不起效果。可以这么说，同等级的情况下，诡异变异 BOSS 处理起来甚至要比其他狂化 BOSS 处理起来还要麻烦。尤其是在这种实现性迷宫之中，以诡异生物那人就攻击的疯狂本质更是难缠。说实话，作为神级强者，就连对上5阶的圣才巨龙都能保命，梅尔兹的实力毋庸置疑。纵然是100级的君王 BOSS 也难以将他击杀。但问题是，现在不仅要面对 BOSS， 而且同时还要获得目标物品，找到出口，多方面的压力让难度无限飙升。果然有异常，时限竟然缩短了这么多。江寒眯了眯眼睛，上一世来到暗窟迷宫的时候，同样也有时间限制，但那个时候的限制是3天，而不是3小时。否则就算是江寒再准备上10年，也未必能逃出升天。那已经不是任何玩家能够完成的了。没看到，就连梅尔兹都感到压力巨大。不过虽然有些意外，江寒却依然保持着平静。重生之前用了3天才逃出去，要是现在重生了还用3天，那不是白重生了？没这样的道理。有2次重开的机会，就算是一头猪也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更何况江寒从来就不是什么笨人，相反，他的游戏理解甚至能排到最顶尖的行列。否则就算是3天实现，就真以为是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完成的。叶寒，老夫不得不提醒你一句，这一次行动的危险甚至很可能比起面对一头5阶巨龙还要高。你确定还只要那些道具吗？梅尔兹斟酌了一会，还是开口了。江寒微微一笑，怕了。怕？梅尔兹先是一愣，随后发出嗤笑。开什么玩笑？我堂堂神级强者，至尊殿堂长老，咒术师一脉的顶级存在，会怕一个小小的诡异迷宫？好吧，说句实话，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担忧的。但人活在世，不就图个脸面？再说了，你一个12级的吗？楼都不怂，我会怂？当神级强者不要面子的？哈哈哈哈！梅尔兹大笑，洒脱而豪迈。我是看你年轻，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未免可惜。若说老夫怕了，这些诡异还那资格？那就走吧。江寒面不改色，其他的不要多问，待会跟着我就是。说完便朝着一个角落走去，动作之利落干脆，让梅尔兹一时竟然没有反应过来。半晌，他才愣愣地看着江寒的背影，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不是，哥们，你真拿我当你仆人了呀？什么叫其他的不要多问，待会跟着我就是？到底你是神级，还是我是神级啊？要是别人敢这么张狂，梅尔兹不介意上去就是一个火球术，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但梅尔兹还是决定捏着鼻子忍了。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关键是他还想要圣灵之泉的信息啊！而且别的不谈，光酬金都有足足1个亿。罢了罢了，这年头
有钱的才是爷啊！梅尔兹叹了口气，跟了上去。大师，隐匿术会吗？刚跟在江寒身后，梅尔兹就听到前者轻飘飘地说了这么一句。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梅尔兹气得吹胡子瞪眼，隐匿术这种低级法术，老夫可看不上。你这问题多少有些侮辱人了。都行，只要能把行踪和气息都给隐藏了，越高级越好。江寒平静道。小意思。梅尔兹打了个响指。叮，你已经获得暗影迷踪增益 buff， 融入了黑暗。紧接着，江寒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幻了起来，不由得赞叹了一声，不愧是神级，这效果。那当然，也不看他老夫是谁。梅尔兹傲然一笑，总算在这小子身上听到一句人话。接下来呢？你打算怎么做？你等级低还察觉不到，老夫可提醒你啊，前面拐个弯就有诡异生物，你可别去送死，不然我那圣灵之拳可没了着落。江寒心念微微一动，问道：总共是5只诡异，3只60级爬行类，1只60级精英 BOSS， 还有1只80级普通诡异。梅尔兹笑容瞬间凝固，过了一会才缓过来，瞠目结舌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看来没错。江寒点了点头，心里也是放松不少。还好，看来诡异生物的分布和上一世没有什么区别。不是，你连这东西都知道？梅尔兹更猛了，你真是先知啊！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江寒笑着点了点头，我的确知道一些东西，但比较有限。梅尔兹没说话，以一种无比古怪的神情打量着江寒。邪门，相当邪门。他无比确信江寒这种等级不可能隔这么远就侦查到怪物的信息，别说12级，就算80级够呛。莫非他来过？那也不对，就算是同一个区域，怪物的走动也是随机的，前后可能相差几分钟，怪物的种类和数量都会变化。片刻后，梅尔兹缓缓开口：你还知道些什么？江寒摊手：没了。梅尔兹冷哼一声：我信你个鬼。江寒呵呵一笑，并不作答。对付这些 NPC 就是要虚虚实实杂糅在一起，既不能说的太多，也不能全都藏着掖着。至于他究竟是怎么确定怪物的具体信息，其实也很简单。规则，诡异迷宫和普通迷宫的区别在于，除了里面都是诡异生物之外，这些诡异生物的行为模式和刷新一定有一个规律。至于规律具体，那就比较复杂了，各不相同。随便一个迷宫的规则，可能有的人钻研一辈子都未必能发现。江寒当初为什么能在80级的魔化 BOSS 眼皮子底下逃出升天，自然是因为他摸透了迷宫的规则。要是单凭实力，别说以他当时80级的属性，就算是神级来了也白搭。第43章，别叫我大师，你才是大师。江寒的脑海中依然还存在着一条堪称完美的路线，循着记忆，他大步流星地朝着诡异所在的方向走去，步伐稳健，丝毫不见慌乱。倒是梅尔兹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全神戒备着。很快，两人来到拐角处。大师，注意我待会的步伐和动作，这很重要。江寒也不敢大意，神色严肃地提醒了一句，否则可能会惊扰到这些怪物。我？梅尔兹指了指自己，欲言又止。你在叫我做事？你多少级，我多少级？老子这辈子闯过的迷宫，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多冒昧啊！饶是以梅尔兹的好脾气，也不由得有些怒从中来，颇有一种影视导演被什么也不懂的投资商指指点点，说不懂艺术的感受在里面。你有钱是没错，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在专业上指指点点啊。梅尔兹深吸一口气，尽量平复情绪，他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有必要和江寒说清楚，免得到时候出了岔子。这里可是诡异迷宫，不是可以胡来的地方。但这种想法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梅尔兹发现江寒距离那5头诡异生物越来越近，甚至和其中一头都要到了脸贴脸的地步。但这些诡异生物就跟小龙虾一样，硬是没有发现他。这……梅尔兹愕然，手中随时准备出手的魔法也被强压了下来。暗影迷踪的效果他自然清楚，虽然能在极大程度上隐匿身形，瞒过很多低级怪物都不是什么难事，可若是面对这种级别的诡异，而且还是这种距离，他自问不可能做到。江寒却做到了，而且是以一种无法理解的形式和方式。不多时，在对身位的极致把控下，江寒成功穿过了这条必经之路。看着那道从容而潇洒的背影，梅尔兹自嘲一笑：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刚才还自以为是的说别人乱来，结果就给我整这死出。大师，方才你都看了吧？江寒见到梅尔兹一动不动，低声发送一道密语：别叫我大师，你才是大师。梅尔兹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不配。江寒脑袋上缓缓冒出一个问号，这老头是有什么大病？不是，我是问刚才的动作，大师你看了没有？应该没问题吧？这个，刚才老夫想别的事去了，稍微有点分心。
梅尔兹轻咳两声，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尴尬。没看懂这么丢面子的事，承认是不可能承认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承认。那我重来一遍，大师你看仔细了。江寒也没多说什么，循着原来的路线返回。这一次，梅尔兹看得格外认真，丝毫不敢有所遗漏。如何？江寒很快就回到梅尔兹身边，问道。看懂了，毕竟是神级强者，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悟性，都是一等一。全神贯注下，梅尔兹明白了其中门道。但越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心里的惊讶就越是浓烈。简简单单一条路线，竟然完美的将几个诡异怪物的视野盲区给卡住了。不过他还不能理解的是，即便卡了视野盲区，按理说也不可能瞒得过去。诡异生物哪是这么简单的？那就好。但还没等他多问，江寒就点了点头，再一次行动。梅尔兹沉吟了一下，还是跟上。循着这条经过不知道多少次计算才得出的路线，两人顺利通过，没有引起任何的异常。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梅尔兹还是没能按捺住心里的好奇，开口问道。江寒笑道，很简单，这群诡异生物是瞎子，别让他们听见动静就行。梅尔兹，你听听你这话符合逻辑吗？什么叫别让一群瞎子听见动静？江寒也没解释，继续前行。又和老夫打哑谜。梅尔兹一阵蛋疼，恨不得把江寒给抓起来，绑在椅子上用小皮鞭拷打他3天3夜。这小子身上的秘密实在是太勾人了。而随着两人的继续深入，梅尔兹心里的惊叹就越来越多，整个人都给震惊妈了。迷宫之所以被称为迷宫，那自然是因为其错综复杂的地形，哪怕是没有怪物的情况下，普通人想要找到出口都几乎不可能。梅尔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对于迷宫也有独特的手段，但这一趟旅程硬是让他知道了那些手段的苍白无力。一个个岔道，一个个隐藏在暗处的危险，尽数被避过，平静的让人发指。就算是遇到了无法绕行的怪物，江寒也有方法能够安稳通过。2个小时之后，一道苍白色的光芒出现在眼前，这就找到出口了。梅尔兹瞳孔中倒映着白光，苍老的脸庞上写满了懵逼。这哪是闯迷宫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出来春游来了，也就是身上没带家伙时，不然他都考虑要不要就地烤个串庆祝一下。简直就是小母牛蒸笼上劈叉，那是真牛逼啊！旁边就是 BOSS 所在的区域了，这就需要劳烦大师了。江寒倒是没在意，眯了眯眼睛看向侧前方，那里才是此行的最终目标。不过任由手段再怎么神奇，总归是不可能完全瞒过里面的诡异 BOSS。以他现在的等级，可没办法在这种级别的 BOSS 手下逃生，就交给老夫好了，你只管放手去干。梅尔兹豪情万丈，只要找到了迷宫出口，那我还怕个几毛？区 BOSS 何足挂齿，大不了跑路就是。好，江木点了点头，正准备动身。且慢，容老夫加几个 buff 先。然而还没等他迈出腿，梅尔兹就单手一伸，瞬间化身福尔康。随后咏唱声回荡在迷宫中，久久不散。两人的身上不断有光芒亮起。叮！你受到生命之神的祝福，生命属性翻倍。叮！你受到敏捷之神的祝福，敏捷属性翻倍。叮！江寒，大师就是大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健。第44章，冷却之时，又见天灭级道具。和上次闯巨龙巢穴一样，又是数个增益 buff 套完，梅尔兹这才心满意足的收手。顶着一脑袋的 buff， 两人跨入 BOSS 区域。呼呼，这是一座空幽洞穴，狂风呼啸，寒意逼人。而在洞穴中央盘踞着一头巨大的怪物。迷宫看守者阴神兽，诡异，品阶未知，等级未知，描述未知，属性未知。等级差距过大，除了名称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未知。果然有很大区别。江寒长吐一口浊气，目光微微一凝。上一世他所面对的可不是这阴神兽，不过宝箱的位置倒是没有改变，依旧是在 BOSS 身后。怎么做？梅尔兹看向江寒，竟然下意识征询他的意见。能看到这怪物的信息吗？江寒问道。100级的狂化诡异 BOSS， 一般般吧。梅尔兹平静道，比起之前那圣才巨龙来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江寒沉吟了一下，在拿到道具之前，我有办法不惊动这 BOSS。等我拿到道具以后，大师你再出手，但务必要保证我的安全。没问题。梅尔兹点头，我刚刚给你加了一个绝对防御，起码能抗这 BOSS 一击，不会有意外。还有这事？江寒眉头一挑，仔细查看状态栏，在琳琅满目的增益中，果然发现了绝对防御这一增益。刚才加的 buff 太多，还真没细看。又多一个手段。江寒也是轻松不少，虽说他也有把握，但面对这种诡异生物，保障越多越好。一切都准备完成，江寒开始行动。
相比于之前那些怪物，阴神兽显然是另外一个级别的存在。纵然江寒经验丰富，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毕竟他也是第一次遇见阴神兽。短短一小段路，足足花了10分钟的时间。不过好在是没有惊动阴神兽，算是成功了。望着近在咫尺的金色宝箱，江寒眼神也不禁变得火热起来。隐藏职业卷轴就要到手了。江寒伸出手，就在他触碰到宝箱的一瞬间，咔嚓一声，这个不知道在这里存在了多久的宝箱缓缓打开，风声变得越来越大，巨大的怪物起身，就像是一座肉山。这洞穴中的狂风，竟是阴神兽的呼吸。阴神兽一双树瞳盯着江寒，眼神冰冷。轰隆！但还没等他有所动作，早就准备好的梅尔兹抬手就是一道魔法，粗壮的闪电从天落，将阴神兽砸得重新趴回了地面。有了梅尔兹神级强者出手，江寒倒是没什么压力，不过还是以很快的速度将宝箱尽数搜刮。宝箱里一共有2件道具，一张羊皮纸，一颗金色的宝石，连宝箱里的东西也不一样。江寒若有所思，上一世他获得的只有一张隐藏职业卷轴，而眼下这张羊皮纸和金色宝石压根没有见过，这当真是解锁隐藏职业的关键。算了，无论如何，毕竟也是百级 BOSS 镇守的东西，不至于差到哪里去。江寒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平复情绪，点开了羊皮纸的信息。羊皮纸似乎有着某种作用，可惜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信息。江寒将目光移向那颗金色宝石，冷却之石，品级天灭，冷却之力，主动技能。冷却之石具备强大的力量，可以无视品级，重置其他道具的冷却时间。冷却3天。卧槽！江寒本能的飙出一句国骂，又是一件天灭级的道具。虽然没有增加属性，但附带的效果却是强的离谱，可以重置其他道具的冷却时间，而且无视品级。这岂不是说连残暴之章的技能也能重置？试试看。江寒强忍住心中的激动，直接开启冷却之力，指定了残暴之章为目标。嗡！一阵白光闪过，江寒连忙打开残暴之章的面板。下一刻，他的呼吸都停滞住，因为残暴之章所附带的残暴肃杀技能，原本还剩下9天的冷却时间，现在直接被清零了。有效！这也太变态了。江寒嘴角一歪，不禁笑出了声。原本残暴肃杀这个技能的冷却是10天，现在有了冷却之时，就直接缩短到了3天。就暂时来说，冷却之时就是残暴之章的附属道具了。可以，这趟没白来。江寒心情大好，无论那羊皮纸有没有效果，这冷却之时的价值都对得起这次的付出。要是能宰了这诡异 BOSS， 收获就更大了。江寒看着在梅尔兹的狂轰滥炸之下，血线在不断下降的阴神兽，心里也是跃跃欲试。不过也只是想一想，这一次和梅尔兹的交易不是经由至尊殿堂达成，所以并非是主顾关系，不在一个队伍。这要是敢插手，那就属于抢 BOSS 了。如此恶劣的行径，梅尔兹完全有理由出手，到时候结仇了不说，还要掉属性，其中得失江寒还能分清楚的。他静静退到出口旁边，等待着梅尔兹解决这诡异 BOSS。毕竟光凭他一个人可没办法应对巨龙山脉的怪物，除非死回城还差不多。轰隆轰隆，毕竟是神级咒术师，梅尔兹的实力确实强悍。一个100级的诡异魔化 BOSS 在他面前甚至没有什么还手之力，血量迅速下降。论实力还是得看神级 NPC。 江寒一边看戏一边感慨道，前世神级玩家其实不少，但真单刷100级诡异魔化 BOSS 的，江寒还没听说过。在他看来，或许那名培养了暗渊巨龙的玩家能做到，但那人比较神秘，没有暴露过战绩。最多20分钟，这 BOSS 应该就要被击杀了。江寒默默估算了一下时间，刚好能在迷宫关闭前完成击杀。而事实也和他预料的差不多，在梅尔兹的狂轰滥炸之下，阴神兽的血量迅速降低，堪称单方面的虐杀。但让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血量降至 8% 以下的时候，异变突生。阴神兽忽然仰天怒啸，吼声震天动地，让整座迷宫都在抖动。BOSS 血量被压低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进入狂暴状态，这是共识，两人并不意外。问题是，随着阴神兽的吼叫，天际之上忽然传来了一阵嘹亮的龙吟。与此同时，就连江寒都能明显感觉得到，有某个无比强悍的庞然大物正迅速接近迷宫的方向。显然，那头盘踞在山巅的强大巨龙被惊动了。第45章100级 BOSS 首杀，全球玩家都懵了，叶寒真是人！该死！梅尔兹面色一沉，外面赶来的这头巨龙气息之强，让他都心惊肉跳，很可能不逊色于巨龙巢穴的那头光耀巨龙。而上一次是动用了禁术才勉强应对，这么短的间隔，
可无法再次动用禁术。走！没有任何犹豫，梅尔兹果断放弃了阴神兽，朝着江寒赶来。虽然很可惜，但也没办法。一旦正面对上那巨龙，再加上眼前的100级狂化 BOSS， 谁来了都得跪。不该贪的。梅尔兹心痛的都在滴血。100级的魔化 BOSS 虽然多，但是不会逃跑的，堪称凤毛麟角。好不容易在迷宫里遇上这么一头，用了不少道具和卷轴，眼看都要宰了，一转眼发生这么档子事，血亏。但说到底，还是命更重要。这魔化 BOSS 就这么不管了，就连江寒都感到有些惋惜，几乎只差最后5%的血量，一头魔化 BOSS 就要彻底消亡。没法管，外面那巨龙强得有些离谱，若是被截住，我没把握走掉。梅尔兹大手一挥，直接选择开启出口的传送阵，白光一闪，传送阵被激活。恭喜你找到了迷宫的出口，灌注魔力即可开启传送。梅尔兹蹲下，单手抚在传送阵上，磅礴的魔力狂涌。开启倒计时，60、59，系统提示音在耳边萦绕，就像是催命的咒语。1分钟开启时间，该死！梅尔兹低骂一声，苍老的面庞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焦急的情绪。他灌注魔力的速度已经够快了，但外面的巨龙的速度更快。江寒却是不急不躁，神色平静，甚至隐隐有些激动。这巨龙来得妙啊！他舔了舔嘴唇，眼神闪烁。大师，我再确认一遍，这阴神兽你不管了是吧？小子，别在乎这些了。梅尔兹声音低沉，现在该担忧的是外面那大家伙的速度慢一些，要不然我们两个说不好真要交代在这里。至于这阴神兽，你应该祈祷他没意识到我们在逃走，否则若是来捣乱就麻烦了。好！仿佛是为了印证梅尔兹的说法一样，阴神兽忽然一声怒吼，巨大的身躯朝着出口狂奔而来。梅尔兹面色一变，抬手布下一道防御结界。大师，你这嘴是开过光吧？江寒都有些无语，简直是怕什么来什么。梅尔兹深吸一口气，叮嘱道：没法了，我尽力撑一下，若是他攻破了结界，你接着灌注魔力，我去应付这阴神兽。虽然一个12级的菜鸟灌注的魔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眼下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蚊子再小也是肉，也许有时候距离逃出升天就差那么1-2秒。江寒灿烂一笑，不用，我有解决的方法。你有方法？梅尔兹一愣，江寒单手一翻，随后残暴之章便出现在手上。何止是有方法，那简直是太有方法了。看着越来越接近的阴神兽，江寒嘴角一歪，笑容都要咧到耳根子了。这还没过年呢，就送来这么一份大礼，这可怎么好意思啊？好！高速俯冲之下，阴神兽遮天蔽日的庞大身躯已然笼罩在两人的头上。梅尔兹眼神阴沉到了极点，已经是准备停止灌注魔力，将阴神兽击退。唰！但下一刻，一道血色的光芒就锁定了阴神兽的躯体，随即轻飘飘的落下。242，伤害稍微有些辣眼睛，对于这种等级的 BOSS 来说，那简直是和被蚊子叮了一下没什么区别。但重点并不在于这个伤害，而是之后冒起的那一串巨大的漆黑数字。阴神兽剩下的血量在一瞬间被清空，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残暴肃杀，目标血量低于 20%， 强制触发即死效果。叮！恭喜你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 阴神兽。叮！恭喜你等级提升到 LV13。叮！恭喜你，你的御兽小灰等级提升至 LV13。叮！恭喜你等级。叮！恭喜你等级提升到 LV20。叮！恭喜你，你的御兽小灰等级提升至 LV20。叮！你的等级已经到达上限，目前等级无法提升。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提示在江寒面前不停地滚动，而他的经验条上涨的速度更是跟做抽风了一样来回飞涨，直接来到了20级，甚至连带着小灰也升到了20级，跨了足足88级击杀一个魔化 BOSS， 这种事情恐怕在整个大陆上都是绝无仅有，所带来的收益同样也是巨大的。如果不是存在升阶试炼这个限制，江寒估计单单就这一下能直接再冲个10来级都不是问题。一旁的梅尔兹看着身旁青年身上不断冒起白光，整个人都傻眼了。妖兽了！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一头足足100级，在整个龙皇帝国都能称王称霸的诡异魔化 BOSS， 竟然被一个12级的菜鸟给宰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与此同时，叮！世界公告：大夏国玩家叶寒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 阴神兽，完成100级诡异 BOSS 首杀，声望值加1000，属性点加100。大夏国战区点加1，特此通告。叮！世界公告：大夏国玩家叶寒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 阴神兽，完成100级魔化 BOSS 首杀，声望值加500，属性点加50。
大夏国战区点+1特此通告。叮，2条消息忽然在所有玩家的耳边炸响，足足播报了3遍，这才停下。静！无论是哪个新手村，都死一般的安静。所有人沉默不语，用一种活见鬼的表情听着这2条播报。微风拂过，带来丝丝的冷意，但这却吹不散他们身上的灼热。片刻后，哗！整个末日世界的玩家们就像是往牛粪里丢了一根王中王，爆发出了惊人的喧闹声。他妈的，我们这么多玩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少说也有几亿人被史莱姆和哥布林堵在新手村里面瑟瑟发抖，连门都不敢出。你丫的转头就把100级的 BOSS 给宰了，你敢不敢再离谱一点啊？第46章轰动，叶寒绝壁开挂了。卧槽！卧槽啊！100级 BOSS 首杀，这当真是人能做到的吗？也太变态了吧！这不像话啊，不像话！咱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我觉得吧，这游戏肯定有什么漏洞，要不是就是这叶寒其实不是玩家，肯定有脏东西。通常来说，我一般不会对别人产生崇拜的感情，但现在我只想说，给叶寒爸爸跪了！娘西皮的，公若不弃，我愿拜为义父啊！我擦，你们还真是连脸都不要了，自己没爹不是？非要在外面认别人当爹，关键是还想抢我亲爹是几个意思？一旦激起千层浪，大夏国的玩家议论纷纷，注意力全部都被转移到了这件事身上。很多人的言论堪称逆天，但这绝不是说说而已。在见识到了怪物的恐怖之处，以及末日的不同寻常之后，绝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世界变了。在这种环境下，若是真跪下叫2声爸爸，就能得到等级榜排行第1的青睐，排队的人能绕地球3圈。我靠，叶寒飙到20级了，现在等级领先何止是断层，简直是断了好几层。这也太屌了，怎么做到的？这哥们是不是知道什么 bug 呀？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不然12级的玩家怎么会这么离谱？很快就有人发现了等级排行榜的变动，虽然榜上依然只有江寒一个人，但等级却是拉高到了20级。不少人开始理性分析起来，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叶寒很可能真是开了挂，或者是利用了某些游戏漏洞，这才如此离谱。没办法，任由他们再怎么分析，也想不出其他可能。若说短时间升到12级，还能勉强解释为技术高超，或者是职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现在跨越了88级击杀100级 BOSS， 就根本解释不清了，完全就不是正常的游戏进程。这其中若说没点蹊跷，连狗都不信。而且这战区点又是什么东西？好像对我们大夏国很有好处的样子，连续加了2点，算不算是又带来了某些优势？很有可能啊，毕竟之前的世界公告直接是带来了1个小时的游戏时长，这次应该也对我们有好处。哈哈，有大佬带飞就是爽啊！管他开挂不开挂，反正也找不到人，有好处就行。等有人出了新手村，到时候再研究研究。而内测玩家的目光则是都聚集在了战区之上。很显然，这游戏的竞争除却对抗怪物之外，区域的划分似乎也是一个重要的点。而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因为有了叶寒这么一个存在，大夏国似乎起步就有了很大的优势，可谓是遥遥领先。啊，歪挂，一定是歪挂。八嘎，这些无耻的大夏玩家肯定是用了不道德的手段，不然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他们被全国卷进了游戏里面？说得对啊，日川钢板君，现在大夏国连飞机都停在了半空，肯定是被降下了惩罚。我日川天花板支持你的说法，一定是这样，可恶的大夏人。而不只是大夏，其他国度的玩家注意力也同样被世界公告所吸引，甚至连现实中的新闻也在报道。虽然今晚末日只在大夏降临，但其他国家的玩家依旧可以自由进出游戏，而且也能和游戏中的大夏玩家交流。自然而然，发生在大夏国的离奇事件也被摸了个通透。可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全球70亿人几乎都在讨论末日，早就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而眼下，这条爆炸性的消息一出，自然瞬间吸引了海量的目光。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想到，在这种引起了全球关注的超自然事件面前，竟然能有个人能够分散注意力。大夏国玩家叶寒竟然在游戏末日中完成惊人壮举，是不是意味着大夏国知道些什么？叶寒究竟是谁？是否末日背后的黑手和这名大夏国玩家有关？从牢牢占据等级榜第1，再到击杀100级 BOSS， 叶寒难道真的知道什么？棒子国媒体发文，叶寒是我们大棒子国的人思密达。阿三国媒体，在大夏国这种被我们全面超越国家，竟然出现了这种人，简直不可思议。有关于叶寒的消息迅速霸占了每一个社交软件，而所有人的关注点更多是在研究，既然能在末日里面开外挂，
或者是利用游戏漏洞，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其实已经有人知道了些什么？这种超自然现象的本质一旦被掌握，那将是统治一切的力量。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高层，全都坐不住了，下令想方法找出有关叶寒的一切消息。只可惜江寒早有准备，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信息，就连充的钱也用的是零散的很多账户，只不过末日会自动识别个人财富值，直接扣除才是，来源和去向根本不是现实能够查到的。当然，这世界上多的是聪明人，纵然是面对超自然现象，也总会找出蛛丝马迹。但等到了那个时候，江寒恐怕早已成长到了不知什么地步，无惧任何挑战。时间回退到刚刚击杀 BOSS 的节点，100级 BOSS， 爽！江寒自然能预料到世界公告一出，究竟会引起多大的轰动。毕竟前世第一个诡异 BOSS 被玩家击杀的时候，也是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讨论。而那时候已经是30级阶段，并且击杀的也仅仅只是精英 BOSS。现在12级就击杀100级魔化 BOSS， 用脚趾都能想得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自己。不过无所屌味，来一个宰一个，轰隆！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洞穴外就传来了一声巨响。那强悍无比的巨龙，终究还是在传送阵被彻底激活之前，赶到了入口处。完犊子了！梅尔兹脸色巨变，甚至没心思去询问江寒是怎么击杀阴神兽的，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生物，比起阴神兽来说，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死亡的阴影已经倾覆而下。第47章，必死之局。懂不懂什么叫神话级生物？更要命的是，魔力的灌注正巧到了最关键的阶段，现在停下也不会停止传送阵的运转。随着倒计时结束，传送阵发出乳白色的光芒，将两人给尽数淹没。我靠！江寒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阴神兽的掉落物他都还没来得及捡，但木已成舟，就算再怎么不甘，两人身形还是消失在洞穴当中。轰隆！随着二人的离开，整个暗库迷宫也轰然坍塌，一股虚空乱流席卷而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整座迷宫连带着其中的诡异生物和装备道具尽数湮灭在其中，一切归于寂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再次出现之时，江寒只感觉视线里满是火红色的光芒，无比刺眼，就好像整个世界都被渲染成了红色。而在头顶，一头体长过100米的雄伟巨龙居高临下，眼神冰冷地俯瞰着他们。龙系禁咒还蓄力了一半。梅尔兹瞳孔猛地一缩，浑身的汗毛瞬间竖立。连5阶巨龙都需要吟唱的禁咒，他都不敢想象威力究竟能大到什么程度，恐怕周围的一切都要被轰成齑粉。敢硬抗，能留具全尸，那都是烧了高香了。就算是能动用上次的底牌再次变身大击霸，那顶多也就是一具健壮的尸体。而且火焰如此浓郁，形成一座巨大的牢笼，将周围与外界隔绝开来，就连逃都没法逃。古怪的音节自梅尔兹的嘴里飘出，绝望之下，他也只能垂死挣扎。防御性的禁咒或许还有那么一点机会能存活下来。轰隆！山石碎裂，岩浆涌动，就好像地震了，周围的一切开始剧烈震动起来，滚烫的岩浆破开地面，冲霄而起，化作一道道巨大的火红光柱，看起来无比壮观。15，灼热的气息甚至让江寒的血量都在往下掉。按照这种进度，最多半分钟时间，他的血量就要见底。而这仅仅只是禁咒引起的环境动荡而已。江寒抬头看向那头体长过100米的赤红巨龙，圣材天火巨龙，等级未知，属性未知。果然又是一头圣材巨龙。小辉！江寒轻喝一声，小辉从御兽空间中一跃而出。光是元素暴动他都抵挡不住，就算是梅尔兹的禁咒成功施展，多半也是抵挡不住这天火巨龙的力量。届时只需要一丁点的余波就能将它化作飞灰。虽说天火巨龙并非是诡异生物，即便是死于禁咒也有复活的机会，但坐以待毙从来就不是江寒的风格。哪怕是对手是5阶巨龙，大师有没有办法将我的御兽送到天火巨龙面前？小辉一路朝着天火巨龙狂奔。江寒转过头看了梅尔兹一眼，你想做什么？梅尔兹眉头一皱。江寒咧嘴一笑，我想试试能不能中断禁咒。梅尔兹仅仅只是沉默了1秒，就撤下了手中的禁咒。若是别人说这话，他只会觉得是失心疯。开什么玩笑，一头圣才巨龙吟唱的禁咒是想打断就能打断的。且不说巨龙本身那高到不讲道理的魔抗，单单就凭借肉体强度，这种强悍的生物都能硬接一个禁咒。反正连梅尔兹这种神级强者都没有办法，能做的就是上一个保命技能，做最后的挣扎。但若是眼前这青年的话，梅尔兹愿意一试，因为他今天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奇迹。更何况
梅尔兹看向前方那道还在狂奔的幼龙，这小东西可不简单啊！怎么做？他淡然开口，已然是将生死权交到了江寒手上。说起来有些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放弃了施展禁咒，纵然强如梅尔兹，也必然会在天火巨龙的威压之下死亡。没多难，想办法将他送到那天火巨龙20米之内。江寒沉声道：“可以。”梅尔兹点头，抬手一招，一道小型传送阵出现在小辉脚下。被困在火焰世界给牢牢锁定，他确实无法像上次那样通过一些珍稀道具脱身，但这种小范围的挪移还是勉强能做到。传送阵一闪，小辉的身形就消失在原地。片刻后，这头才刚刚成长到20级的幼龙就闯入了天火巨龙构筑的火焰世界。这一幕未免太过匪夷所思。作为末日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巨龙的威压何其强大，其他生物别说是正面对抗，就算是靠得太近，都会不自觉地跪地臣服，浑身战栗。而小辉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纵然是面对天火巨龙，也毫无畏惧，甚至跃跃欲试，想冲上去给他一个大逼兜子。汉室龙威！嗷呜！江寒和小辉心意相通，都无需开口就领会到了他的意思，抬起小小的脑袋，仰天发出一声咆哮。他身影虽小，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神话级生物。龙族的王者！来自灵魂深处本源的压制瞬间扩散开来，在这个范围之内，无论是哪种生物，都要臣服在其脚下，其中也包括天火巨龙。汉室龙威的效果让这头堪称无比接近神明的巨龙陷入了 1.5 秒的眩晕。霎时，元素暴动停止，熔岩熄灭，火焰世界分崩离析。天火巨龙的庞大身躯也因为失去了控制，朝着下方缓缓地坠落，而那进行到尾声的龙系禁咒自然也因此而中断。真行啊！梅尔兹眼神骇然，吃惊的差点连胡须都被自己一把揪掉。一个不到半米高的小不点，在天火巨龙面前和蚂蚁相比大不了多少，居然愣是一嗓子就给吼下来了。这种场面给他带来的震撼是言语难以形容的。特么的，金嗓子不请你当代言人真是可惜了。更离谱的是，小辉这还不满足，张口一吐，又是一口龙息追击过去。巨龙獠牙，5秒的强制禁魔。回来！江寒迅速下达指令。小辉品级虽然高，但毕竟等级差距太大，眼下也就是凭借着2个逆天技能打了个出其不意，还敢头铁。等到天火巨龙回过神来，瞬间就要被融化。不过这也足够了，能混到神级，梅尔兹自然也不是什么笨人，都不需要江寒开口，便抬手就将小辉迅速带了回来。干得好！江寒摸了摸小辉肉乎乎的脑袋，随即将他收回御兽空间。砰！趁着火焰世界短暂消失，梅尔兹一手搭在江寒肩头，捏碎了传送卷轴，光芒一闪，两人消失不见，就这样逃离了巨龙山脉。第48章，来自神级 NPC 的友谊，准备转职。不，这不可能！直到这个时候，天火巨龙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死死地盯着两人离开的方向。一双巨大的树瞳之中写满了震惊，仅仅是一声咆哮，就让打断了吴的禁咒，还让吴短暂失去了意识。而且，轰隆一声，巨大的利爪将周围的巨石如同切豆腐一般割裂开来。天火巨龙低头看着自己的龙爪，直到现在，他依旧无法使用魔法，被压制的半分脾气都没有。可巨龙本身就是魔法克星，尤其是身为最高位的圣才巨龙，更是站在顶端的存在。从来只有他剥夺别的生物魔力的份，何时有过这种经历？但无论是被强制陷入眩晕，还是受到压制，这两者都不是最让天火巨龙吃惊的地方，而是他分明能够感受得到，那幼兽身上蕴含的威势和血脉，分明和他有着亲切感。同宗同源，毫无疑问，那幼兽也是龙，连吴都无法抵挡的威压，难道传说的却是真的？天火巨龙低声自语，不属于这个位面的至高存在，终将为破灭带来希望。呼呼，风声呼啸，天火巨龙扇动着翅膀缓缓升空。他深深看了一眼极远方的枫叶城，便离开了这座已然盘踞了上千年的山脉。有些事情需要去确认一下。远处，一座法阵陡然亮起，两道人影瞬息出现在这里，竟然还真的活着回来了。梅尔兹深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差点没激动得热泪盈眶。只差一点啊，这条老命真就差点交代在那巨龙山脉上了。江寒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不过内心也是稍稍有些激动，因为就连他也没想到，竟然连这种等级的存在都被小辉给震慑住了，空的生活不能自理，简直逆天。虽然通常情况下 BOSS 身上都有着各种让人绝望的增益和抵御控制的属性，但末日何其广阔，
光全球玩家都几十亿，再加上本土的 NPC， 如此庞大的数量，难免会诞生几个特殊的存在。一些隐藏职业的技能也能够做到越级控制 BOSS， 并且无视抵御效果。但越这么多级的，那还真是一个都没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只能说神话级生物真的强到让人发指，一点都没有愧对这个名头。梅尔兹终于冷静了下来，神色无比复杂地看向江寒。说实话，他实在是有太多话想要问了。毕竟今天发生的事实在是匪夷所思，他一个神级咒术师，连皇室都要奉为上宾的强大存在，今天居然被一个12级，哦不，现在应该是20的菜鸡给带飞了。要不是看着自己依旧强悍的属性，梅尔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智障了。最终，梅尔兹长叹一声，万般愁绪尽数掩埋在心里。江寒自然也大致能猜到眼前老者的想法，但他也没解释，反正东西都到手了，就让老登自己猜去吧。江寒笑了笑，圣灵之泉的位置和1亿金币，大师你们什么时候要？梅尔兹叹了口气，神色复杂道：圣灵之泉的位置越早越好，至于那1亿金币，就算了吧，老夫受之有愧。若不是你那预售，恐怕老夫能不能活着都还两说。此言差矣。江寒摇头道：既然是事先谈好的交易，那该是如何就是如何。再说了，如果没有大师，我也到不了这巨龙山脉，击杀那诡异 BOSS。你太谦虚了。梅尔兹一脸讶然，同时心里也是忍不住升腾起一股叫做钦佩的情绪。具备如此能力，竟然还不骄不躁，遵从交易精神的后辈，如今可真是太少见了。实话而已。江寒淡淡一笑，这还真不是他谦虚，单凭个人能力，以他现在的等级，连上山都难，更别提后面的事了。事先约定的目标就是拿到迷宫的道具，眼下目的达成了，自然也没必要吝啬。当然，江寒还不至于为了所谓的面子或者是美德干出这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相对于这1亿金币来说，他更看重的是梅尔兹的友谊。神级咒术师那是可遇不可求，以后用得到的地方还很多，而且花费1亿金币还能得到100属性点。总的来说就一句话，你或许会很赚，但我永远不亏。那老夫就却之不恭了。梅尔兹也没矫情，点头应下。叮，你收获了梅尔兹的友谊。下一刻，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江寒嘴角微微翘起，果然，两人很快完成交易。梅尔兹也没有多逗留，把江寒送回枫叶城之后，就急匆匆地赶回至尊殿堂。看得出来，他对于圣灵之泉的渴求已经深入骨髓。接下来就是去找索菲亚了。江寒抬头看着巍峨的城头，眼神逐渐变得火热。冒着被诡异击杀的风险，忙活了这么大半天，等的不就是现在这一刻？隐藏职业啊！很快，江寒来到公爵府。你竟然真的拿到了迷宫里的东西！见到羊皮卷的那一刻，索菲亚美眸中的惊讶几乎溢出眼眶。面对这个接连带来惊喜的青年，似乎震惊已经成为了常态，为他枯燥的生活中增添了太多色彩。那么接下来该如何解锁隐藏职业？江寒没有寒暄的意思，开门见山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这羊皮纸似乎不是转职卷轴。的确不是。索菲亚沉吟了一下，唇瓣轻启。按照斯特叔叔的说法，迷宫里的东西本身的并不具备转职能力。什么意思啊？江寒皱了皱眉。潜力。索菲亚轻声道，这羊皮纸能够激活你本身的潜力，从而开启独属于你个人的职业。激活潜力，很有意思的说法。江寒眉头一挑，是不是可以意味着通过羊皮纸转职的职业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强大职业？可以这么理解。索菲亚点了点头，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解释道，不过最终是不是强大可能就不一定了。没给江寒开口询问的机会，索菲亚转身向门外走去，跟我来，我带你开启转职。看着索菲亚风情万千的背影，江寒眼神闪烁，若有所思。这种奇怪的任务流程，即便是前世他也未曾听闻过。通过这羊皮纸转职，究竟是好是坏？一时间他也有些拿不准主意。算了，想那么多干什么？不过江寒没有思考太久，就跟了上去。畏手畏脚可不是他的风格，结果是好是坏，自己亲身体验过就知道了。反正有财神这个第二职业兜底，就算再烂也烂不到哪里去。第49章，斯特，这小子不是人。很快，索菲亚带着江寒进入一间密室。密室很幽暗，伸手不见五指。索菲亚弯腰点燃一盏烛火，悠悠的火焰为密室带来了些许光亮。随着烛火亮起，一道中年人模样的身影缓缓出现在烛火上方。江寒看向索菲亚，这是？年轻人，我就是你要找的斯特。索菲亚还没开口，身穿一身白色长袍，气质华贵的中年男微微一笑，声音爽朗地做起了自我介绍。原来是斯特阁下。江寒点头致意，
心里微微一惊。又是一位神级 NPC。听索菲亚说，你已经拿到了羊皮卷？斯特问道。是的。江寒从物品栏里取出羊皮卷，递给了斯特。果真是。斯特摩挲着羊皮纸，眼中闪过一丝惊诧。你们这些异界的来客都这么厉害吗？连巨龙山脉上的这张羊皮纸都能带回来？我原本以为这世上已经不会再出现通过这种方式转职的人，没想到啊。江寒心里微微一动，以前也有人通过这种方式转职。当然。斯特笑着点头，我就是其中一位，只不过当时我用的羊皮纸可没有你现在的品级高，而且这估计是世界上最后一份了。原来如此。江寒恍然，难怪前世没听说过，感情这玩意这么罕见，都要绝迹了。好了，闲话到此为止，我这具灵体持续不了多久时间，先让我帮你完成转职。一团柔和的光芒在斯特手里凝聚，他以手作笔，迅速在羊皮纸上写下一串字符：索菲亚，离叶寒远一些。斯特轻喝一声，索菲亚赶紧退到门边。羊皮纸光芒大作，旋转着落到江寒的脚下，一片无穷无尽的白光遮蔽了江寒的视线，他顿时觉得身体都变得轻盈了许多。同时，斯特的声音在耳旁响起：不要惊慌，不要反抗，羊皮纸会勾动你最深处的本源力量，这会持续很久，追随内心的指引即可。江寒闭上眼，默默站在原地，在他周围5颗透明的水晶球缓缓悬浮。成了。斯特心念一动，退到索菲亚身旁，两人并肩而立。斯特叔叔，这就是传说中的至高转职？索菲亚好奇道，即便是他也只是在传闻中听过而已。是啊，这估计也是最后一个了。斯特语气感慨，眼露追忆，想起了以前那段青葱岁月，以后再想见到就不可能了。我听说至高转职也分高低，是这样吗？索菲亚问道。当然。斯特解释道，每个人的潜力都不一样，最终职业强度也会有所差异。看到他身旁的5个水晶球了吗？那就是潜力的象征。潜力的象征？是，那水晶球其实并不真实存在，更多的是具象化，而转职者本身的灵魂力量将会灌注在其中，灵魂力越强，转职强度也就越强。也就是说，职业强不强，看数量就行。可以这么说。那，斯特叔叔，你当时转职激活了几个水晶球？索菲亚美眸中闪过一丝好奇。斯特傲然一笑：3个。才3个？索菲亚有些愕然，身旁之人有多强她是知道的，龙皇帝国首席御兽师，即便是放眼整片大陆，也是顶尖存在。可就连这种人，只激活了3个水晶球。呵呵，你可别小瞧了3个，这已经是人类极限了。斯特很是自豪地解释，后面2个水晶球本身存在的意义不大，我曾看过古籍，只有远古种族信奉的神明才能触及那个领域。那岂不是说，斯特叔叔已经算是人类绝巅了？索菲亚若有所思，论实力，我不想说什么大话，但若是论潜力，我当之无愧。斯特神色平静，不是他自吹自擂，作为大陆100年来最出色的天才，他有说这话的资格。那叶寒呢？索菲亚看了一眼江寒，此刻已经有第1个水晶球开始变成浅蓝色了，有没有可能激活第3个水晶球？这个嘛，不好说。斯特沉吟了一下，道：不过既然能获得英勇之辉，我认为应该概率还是很大的。不愧是叶寒。索菲亚嘴角微微勾起，笑意盈盈。看着自家侄女这个反应，斯特有些郁闷。什么情况啊？我这当叔的实打实的激活了3个水晶球，你没半点表示。这小子仅仅只是一个可能而已，笑成这样，以后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转而看向江寒，因为后者身边的第1个水晶球已经完全变成了蓝色。果然，这么快就灌注成功，这叶寒的潜力非同小可。即便早有预料，但亲眼看到这一幕，斯特还是赞叹不已。索菲亚抿了抿红唇，并未多说什么，只是眼中异彩越发强烈。时间流逝，很快，第2个水晶球亮起，但这依旧没有停止的迹象。又过了一段时间，第3个水晶球也亮起蓝光，3个水晶球熠熠生辉，将房间映照成了蓝色。他果然做到了。索菲亚激动不已，厉害！纵然是见多识广的斯特，嘴角也露出笑容。好了，接下来就等他激活职业了，我龙皇帝国又添一名英才啊！大概还需要多久？索菲亚问。连水晶球都开始旋转了，就说明到了收尾阶段，很快就……话说一半，斯特嘴角的笑意忽然凝固，整个人就跟见了鬼一样，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因为第4颗水晶球和第5颗水晶球同时亮了。这……索菲亚红润的小嘴微张，她满脸疑惑地看着斯特，不是说人类没有办法激活剩下2个水晶球吗？斯特一脸懵逼，别问我，我不知道啊。这水晶球
明明是开始旋转了的才对。斯特确信他还没有老眼昏花到连这个都看不清楚，那代表着灵魂之力被完全吸收，仪式结束。可为什么灌注过程又重新开始了？就像是把刚才走过的路又再走了一遍。而且更重要的是，连传闻中只有远古神明才能激活的水晶球给灌满了。斯特一张脸都快凝成天津大麻花了，迷茫，特别迷茫。活了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事。还是说，这小子不是人？第50章，索菲亚、叶寒他满出来了。事先声明一下，斯特绝对没有骂人的意思，但是眼下除了这个解释，他也想不出别的可能了。就离谱。斯特叔叔。看见斯特沉默不语，索菲亚好奇心越来越重了，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斯特眼观鼻，鼻观心，一脸高冷，不说话装高手。大姐啊，我求求你了，别问了行不行？我要是知道原因，我会惊讶成这个鸟样。原来斯特叔叔也不知道啊。没有得到回应，索菲亚微微一笑，也没再追问。谁说的？斯特有些生气，虽然这确实涉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但他堂堂皇家首席御兽师，说话还没有信服力不成？不知道，我还不能编吗？我方才是在回忆一些古老文献而已。根据我的推断，叶寒之所以能激活全部水晶球，很有可能满出来了。斯特才编不是，解释到一半，就看到索菲亚一双美眸瞪大，向来雍容华贵的她彻底失态。满出来。斯特一转头，随即就看到那代表着转职者灵魂力量的湛蓝色，竟然溢出了水晶球，甚至浓郁到液态化，缓缓地在地面铺开。卧槽！卧槽啊！斯特脑瓜子嗡嗡的，就像是被重重砸了一锤。这也是法律允许的吗？你这突破人类极限，把5个水晶球全部都给激活了就算了，现在还特么的溢出来了。都是男人，凭啥你的量这么多？房间里寂静无声，无论是斯特还是索菲亚，全部陷入了沉默之中。二人的脸上明晃晃的写着几个大字：我不理解啊。但好在接下来江寒的灵魂力量没有再溢出，转职仪式终于真正结束。叮！恭喜你成功完成御兽师转职任务，巨龙的低语。叮！你成功转职为唯一隐藏职业龙语者。叮！由于神秘力量的灌注，职业品级提升。叮！职业品级上限，无法继续提升。叮！由于神秘力量的灌注，你突破了职业品级上限，成功转职为唯一神级隐藏职业兽神掌控者。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听得江寒都是惊讶不已。职业品级居然有上限，而且自己还误打误撞的突破了这个上限，这么牛逼！江寒迫不及待地打开职业面板，职业兽神掌控者，本命天赋神之力 LV1， 你初步具备神明之躯顶天立地，所有最终成长属性正 100%。 本命天赋魔力源泉 LV1， 作为兽神掌控者，你初步融合神明的力量，精神值正 100%， 力量值正 100%。 本命天赋神之御兽套装 LV1， 你初步具备神明之力，通晓一切，获得御兽装备打造图纸兽神之爪。本命天赋兽神光环 LV1， 作为兽神掌控者，你麾下的御兽接受了神之力的洗礼，御兽属性正 30%。 本命天赋兽神之域 LV1， 你对于御兽的掌控登峰造极，你的所有御兽享有你 30% 的最终属性加成。看完职业天赋，江寒整个人都傻眼了。在转职之前，他不是没想过一个强度凌驾于兽语者之上的隐藏职业必然不凡，可绝对没预料到竟然能夸张到这个程度。逆天！一时之间，除了这2字以外，江寒甚至找不到什么词语来形容兽神掌控者，其中几个天赋甚至是最终加成。要知道，这种词条是属于优先级最高的词条，凌驾于百分比词条之上。就拿神之力这一天赋来说，江寒现在通过了深渊级的升阶试炼，成长属性加成本身就是100%，也就是说他现在每升1级就能获得20点属性，而最终加成的计算是在完成百分比计算之后另外进行，也就意味着江寒现在每升1级的属性加成是足足40点，这是一个夸张到爆炸的数据。而且随着之后再通过升阶试炼，这个数据还会继续提升下去。至于其他天赋，那明晃晃的数值看得江寒是头晕目眩。100%的力量和精神加成，就算装备上一套史诗级装备的加成，也不可能有这么夸张。而且兽神掌控者所带来的提升，不仅仅只是本身的数值，更重要的是和御兽之间的属性共享，以及对御兽本身的加成，这才是御兽师真正的灵魂所在。而普通御兽师对御兽的属性加成是 5%， 兽神之力直接夸张到 30%。以小辉现在20级的属性，
直接加了400多的基础属性。如果再加上江寒本身的属性的话，那就更多了，提升巨大。江寒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顺势打开属性面板。玩家叶寒，职业财神唯一，兽神掌控者唯一，等级20 0.00%， 基础状态生命值990，魔法值15640，饥饿值100。基础属性力量367，体质99，精神1564，敏捷110。特殊属性幸运65，魅力68。果然，在兽神掌控者的逆天加成之下，再加上所有升级属性点全部加在了精神值上，让江寒的精神值直接突破了4位数大关，足足1564。就选择这个属性，再去一趟10级的升阶副本都不用小辉出手，一个火球术就能砸掉 BOSS 小半管血。当然，兽神之力虽然属性夸张，但基本没什么战斗技能，再加上 BOSS 的减伤，伤害肯定没法和小辉比。没办法，这也是御兽师的通病，就算神级职业也不例外。不过江寒已经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那也是跟谁比的？现在普通玩家站在他面前，敢吆喝一个试试？一个火球术下去，那还得道歉机关血。一个御兽师都能有这种战斗力，还要啥自行车啊？再看看这兽神的叹息是什么东西。同时，江寒也没忘了，在高额属性加成之外，兽神掌控者还自带一套装备的打造图纸。虽然不知道属性如何，但既然其他天赋都这么强，这兽神的叹息也不可能弱到哪里去。江寒打开道具栏，果然看到了一张图纸，静静地躺在空位。兽神之爪打造图纸，成长型，品阶史诗级，第51章。出发，第2次升阶试炼，可成长的装备，而且起步就是史诗级。江寒眼前一亮，他打的 BOSS 也不算少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爆出一件史诗装备，而御兽装备的稀有程度比起玩家装备还要更高，只能通过打造。别说史诗级图纸，就连白银级图纸都难能可贵。而且除了图纸之外，打造需要的材料以及合适的锻造师也是一个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起码现在有了眉目，材料虽然稀有，只要有了图纸，剩下的总有办法。江寒记下打造需要的几种稀有材料，关掉物品栏。毋庸置疑，只要将这兽神之爪打造出来，对小辉的实力又是一波大提升。大小便正常，未来可期。江寒神清气爽地来到门边，直到这个时候，斯特和索菲亚二人才回过神来，满脸复杂。斯特憋了满脑子的问题，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身形就变得虚幻起来。本身这就只是通过一些手段留下的一道虚影，帮助江寒转职之后就到达了极限，现在直接撑不住，在斯特满脸的不甘之中彻底消散。叶寒，你真是太让人惊讶了。索菲亚捂住心口，满眼热切，连皇家首席御兽师都没能做到的事，眼前的青年却做到了。江寒沉吟了一会，道：我觉醒隐藏职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虽然他具体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但从两人的表情上来看，整个过程不太寻常。当然，如果斯特没说错的话，你已经踏足了神明的领域。索菲亚激动不已。神明的领域？江寒皱了皱眉头。是这样。紧接着，索菲亚将刚才的整个过程给简单描述了一遍。3个水晶球是人类极限，但我的灵魂力量竟然连5个水晶球也承载不住。江寒不由得陷入沉思，会不会这和自己重生也有一定的关系？普通人的灵魂力量只有1份，而到了自己就成了2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原本的极限是3个水晶球的量，翻倍之后需要6个水晶球来承载。虽然推测有些简单粗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江寒本能地觉得2件事之间似乎有什么联系。算了，别想那么多，等到时候去了皇城，向斯特打听一下就是。江寒摇摇头，将想法抛出脑海。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徒增烦恼罢了。现在转职既然已经完成，眼下的重点便是20级的升阶试炼。至于要不要先打造兽神之爪，江寒想了想，还是决定放弃。一方面是材料稀缺，另一方面则是以兽神之爪图纸的珍贵程度，想要学习的锻造师必然是大把。虽然卖给锻造商铺必然能卖出一个高价，但相对而言，江寒没那么缺金币。图纸还是等以后准备发展商铺的时候，用来招募一些强力的锻造 NPC。 离开公爵府，江寒直奔试炼之地。而与此同时，9个小时的时限终于到了。大夏国除了江寒以外的所有玩家都被强制踢出了游戏，停留在原地的各种交通工具重新开动，各种仪器设备重新开始运转。现实仿佛步入了正轨，之前发生的一切好像只是一个梦，但那些在游戏中死亡次数过多的人确确实实在现实中失去了生命迹象。
大巴上的司机、工厂里的工人、高官富商，其中不乏一些在关键岗位的职员。也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大夏国发生的事故不知道有多少起。明明离开了游戏，却又迎来了新的伤亡。毫无疑问，在悲痛之余，《末日》这款游戏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重点。当社会重新开始运转，媒体、网络疯狂探讨这件事，其中部分的高玩热度也盖过之前的什么明星、政客。议论度最高的自然是江寒，但除此之外，其他高手也开始崭露头角。好消息，第2名10级的玩家也出现在我们大夏国，是虎神，曾经连续在3款网游中带领公会豪取第一。虎神牛逼啊！不过我这边接到消息，残忍也已经到达9级，距离10级只差临门一脚了。明神和苏神他们也差不多了，等到明天估计也能到10级，到时候就能进入主城。期待各位大神发力，看能不能缩小和叶寒的差距，游戏才正式开始。除开江寒之外，其他顶尖高手的进度其实相差不多，而大夏国玩家的游戏时间又多出了1个小时，自然是将其他国家的高手拉开了一些距离。明天一早，估计排行榜上全都是大夏国玩家的名字。与此同时，一座幽暗的密林中，灼热的龙息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拦路的白色骷髅身上。12650，高额的伤害瞬间将这头20级的怪物给融化。昵称小灰，种类苍天巨龙，神话级，等级20.00百分号，状态生命值39900，魔法值47080，基础属性力量1995，体质1914，精神2354，敏捷1918。这是小灰20级的属性，作为神话级御兽，它的强大毋庸置疑。再加上兽神掌控者的加成，让小灰的属性变得更加离谱。4维都在2000大关上下，而生命值和魔法值更是已经恐怖到在数值上都可以媲美 BOSS。而以玩家御兽的输出频次而言，这种数据所带来的强度远远不是数字本身能够体现的。眼前这种20级的普通怪物和路边的蚂蚁没有什么区别，说碾死也就给碾死了，真够麻烦的。江寒看着一望无际的森林，一阵蛋疼。要是说现在对他而言最大的麻烦不是升阶试炼本身，而是这遥远的路途。也不知道末日这些 NPC 是怎么想的，或许是出于安全的缘故，试炼大殿的位置一个比一个偏远。从新手村赶到10级的试炼神殿用了不少时间，现在20级的试炼大殿那就更夸张了，1个多小时还没见到影子。这还是江寒挑选的路线基本没什么怪物的情况下，若是换做其他玩家，估摸着至少也得浪费1天时间。后面等级越高，花费时间越多。等到江寒赶到目的地的时候，今天的游戏时长已经接近尾声了。思考了一下，他直接选择了下线。第52章，都末日了，我还上得及冒学啊！刚退出游戏，手机就滴滴滴响个不停。随手点开一看，大部分消息都是班群发来的。刘玲周涛，这次多亏你了周涛，要不是你及时提醒我不要出新手村，恐怕我早就死在怪物手上了。王俊，是啊，我还顺带提示了我家里人，刚刚看了新闻，好多人都死在末日里面了，吓死我了。李丽，多亏了周涛，我们班这次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我听说隔壁班的王明就死在游戏里面了。周涛，哈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和如烟参加过内测，比你们多了解一点而已。王军，对了，你们最近有谁见过江寒吗？我都好久没看到他了，好几个星期没来上学了，王老师说他也没请假。李丽，没见过，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了？这次末日这么危险，也没见他的影子。王军，会不会？李丽，不可能，江寒，江寒你说句话呗。王军，江寒。刘玲，江寒。江寒也没想到话题竟然还被引到了自己的身上，而且看这架势，好像都觉得自己是嘎在了末日里。思索了一下，江寒还是在群里回复了一声：江寒，我没事，感谢各位同学关心。眼下末日才刚刚结束第1天，虽然引发了巨大动荡，但秩序还没有完全崩塌。官方肯定会统计各方人员名单，要是真一直不吱声，说不定班里还真会认为自己已经歇逼了，把名单给报上去。到时候要是被官方给盯上，少不了会有麻烦。其他的倒是无所谓，在这方面还是别搞得神神秘秘的。暂时。但江寒没想到的是，自己才刚刚露面，就有人冒头了。柳如烟，你没事？没事，你不回我消息，还把我拉黑了。江寒柳如烟，傻逼吧你？刘玲，王军，群里清一色的都是问号，瞬间刷屏。就连平时一向不爱发言的同学都忍不住跟着发言。
不难想象，在各个手机屏幕背后是怎样一张张惊讶的脸。妖兽！本来一向对江寒爱答不理的柳如烟主动开口询问，已经让他们觉得反常了。没想到江寒接下来的发言更是顶中顶，老班还没死呢，就敢在班群这么杠，嘴炮界，我愿称你为最强。班主任刘旺江寒，江寒同学注意言辞。另外，你2个星期不来上学，消息也不回，这书是不想读了。我知道你家里有钱，但你这么任性下去，你就废了，知不知道？班主任刘旺江寒，周一来我办公室一趟，解释清楚这些事，不然就做开除处理。江寒，哦。回复完这条信息，江寒就退出了班群。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也没必要待在里面。至于开除什么的，无所屌味。开什么玩笑？上学？这末世都要来了，我还上得及冒学啊？江寒退群之后，整个班群一片寂静。小小的一个“哦”字，伤害是那么大，如此耀眼而犀利，简直对的刘旺有些怀疑人生，怒气值瞬间拉满。执教这么多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猖狂的学生。不学无术，家里有钱又怎么样？废了。至于柳如烟，整个人都懵了，原以为有班主任帮着出头，江寒怎么也会态度好点，没想到居然会这样。难道说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了？不知道为什么，柳如烟开始慌了。其他人什么反应，江寒懒得搭理，顺带着将一些可能会看着心烦的信息和不必要的联系方式尽数删除拉黑之后，他点开了末日的论坛。毫无疑问，网站的访问量比起前2天来说激增了不知道多少倍。收藏了一些未来会派上用场的随机信息之后，几条信息引起了江寒的注意。虎神已经升到10级，放出豪言要单人冲击深渊级升阶试炼。苏神和明神也表示，升到10级之后会冲击深渊级升阶试炼，上来就要冲击深渊级的试炼。江寒目光微微闪烁，虎神这 ID 他当然熟悉的，上一世大夏国第一个到达10级的玩家。但不同的是，作为开荒玩家，当时他保持着十足的警惕，选择的是噩梦难度。虽然最后也失败了，但毕竟还有容错。若是深渊难度的话，是因为我通过了深渊级难度的试炼，给了他们错误的判断，以为凭借单人的实力也能通过深渊试炼。江寒若有所思，这也不难理解，能被广大玩家称呼为神的玩家，哪个不是水平顶尖、心高气傲的主？在他们看来，自己又不比任何人差，别人能做到的事，凭什么自己做不到？继续往下翻，果然很多顶尖高手都抱着这样的想法，个个都是奔着深渊试炼去的。看来我通过试炼的速度太快，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少人低估了末日的难度。放下手机，江寒叹息一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位大名鼎鼎的虎神多半是要死在深渊试炼里面。对于一位顶级高手而言，这样的结局确实让人叹惋。不过江寒也没有出言相劝的意思，都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他还没有圣母心泛滥到为了一个陌生人就做出这种几乎100%暴露自己身份的事。夜幕降临，时间指向12点，江寒闭上双眼，身体逐渐变得虚无，再一次进入游戏。眼前一座宏伟的大殿伫立在此。尊敬的勇者，你是否要进行升阶试炼？有英勇之徽在手，自然是不可能像上次那样被守卫轻视。反而在见到江寒的第一眼，各个守卫都是毕恭毕敬，服务堪称5星级。江寒很顺利的就开启了单人试炼。虚拟面板出现在眼前，普通、困难、噩梦、炼狱、深渊。伸手在深渊2字上一点，在众人钦佩的眼神中，江寒脚下白光大作，身影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6666号新手村，尊敬的守卫你好，我想要开启深渊试炼。一个身材壮硕、穿着一身金色皮甲的国字脸大汉，满脸自信地向负责开启10级试炼的大殿守卫开口。而在他的头顶上，明晃晃地顶着一个 ID： 猛虎出笼。第53章，这我还打个象拔蚌？深渊试炼。身穿银甲的守卫一愣，随后仔细打量了猛虎出笼一眼，装备倒是蛮不错的。你是异界的来客？正是。猛虎出笼点头。这样啊。银甲守卫思索了一下，沉声道：那想必来之前，你应该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吧？我很清楚。猛虎出笼笑容灿烂，我这人向来最喜欢的就是挑战，虽死无悔。好。银甲守卫眼中闪过一丝欣赏，既然如此，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的队友们呢？就我一个人，没有队友。猛虎出笼神色平静，有一种天生的自信。明白了。银甲守卫手一挥，一道虚拟面板出现在猛虎出笼面前，后者深吸一口气，选择了深渊难度，白光一闪，便消失在了眼前。啧啧，这些异界来客果然个个都不一般啊！不知道这位能不能闯过深渊级试炼？银甲守卫感慨不已。
娘西皮的，时代变了呀！当初就连噩梦级别的试炼都被视作洪水猛兽，非强者不可挑战。现在倒好，一个个的都要闯深渊试炼，还是单刷？谁说不是呢？另外一名守卫叹息一声，有人穿过了深渊试炼的消息，早就在各个大殿传开了。珠玉在前，他们对猛虎出笼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刷！刷！这时，几道身影快速赶来，在大殿前停下。你们几个也是来闯试炼的？银甲守卫吆喝了一声。不，我们只是来观望1、2，看看热闹，待会再闯。为首之人笑着摆了摆手。银甲守卫哦了一声，便不再搭理。几人随意找了个地方，席地而坐。此刻，若是有其他玩家在这里，肯定会直呼一声卧槽，因为这几名玩家的等级竟然个个都是10级，而且一个个的 ID 都是耳熟能详，曾经在多款网游里掀起了风浪。为首2人更是和猛虎出笼一样的巅峰人物，明明如月，苏苏服服，也就是玩家们口中喊的明神和苏神。作为顶级玩家，深渊级试炼自然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不过相对于猛虎出笼来说，几人还是多了几分谨慎。末日这游戏毕竟非同凡响，能够影响现实的生死，有猛虎出笼这样一个莽夫去以身试法，他们不介意先观望1、2。不知道猛虎这次能不能通过这深渊试炼，感觉末日的难度比起其他游戏就不是一个量级。明明如月打了个哈欠，随口问道。苏苏服服沉吟了一下，说实话，我不太看好他。哦？明明如月挑了挑眉头，你不是一向对他的实力挺认可的，怎么这么没底气？苏苏服服摇了摇头，没说话。明明如月笑道，我看你是太紧张了，末日这游戏确实非同寻常，甚至能影响到生死。不过毕竟叶寒能通过深渊试炼，我认为猛虎不必比他差。以前猛虎落后进度的时候少吗？不还是迎头赶上了？再者，这世界上如果连猛虎都没法通过这试炼，那其他人就更没戏了。也许吧。苏苏服服一笑而过，并不争论。明明如月见对方没有什么讨论的欲望，也不自讨没趣。两人心思各异，静静地等待着结果。就在两人安静等待的时候，猛虎出笼已经是进入了试炼之地。升阶试炼的地形都是随机生成，和江寒遇到的密林不一样。猛虎出笼所在的试炼是一片荒漠，这使得他一眼就看到了前方的怪物。荒漠暴熊，鬼10级，生命5000，魔法值5000，力量300，体质500，敏捷300，精神500。被动未知，技能未知。描述来自深渊的诡异生物，它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小心，一旦被盯上，死神的镰刀就向你挥来。这属性，猛虎出笼瞳孔猛地一缩，荒漠暴熊的属性明显超出了他的想象。高达5000的生命值就算了，毕竟玩其他游戏的时候也不是没见过这种血牛 BOSS， 但在血量高的同时还有300的力量，300的敏捷，这是不是露出篮子粪坑跳远，有点过分了。猛虎出笼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作为绝对的顶尖高手，他没有选择普通玩家的常规加点，而是寻求极限，将所有属性点全部加到了力量上，这就导致他的基础体质仅仅只有10点。即便在同工会玩家的帮助下，他装备极其豪华，身上2件黄金装，其他都是白银装的情况下，体质值也就堆到了50点，再加上其他加成和词条，血量定格在560。简单来说，经不住眼前这荒漠暴熊2巴掌。而且这诡异生物是什么东西，以前没见过。猛虎出笼皱着眉头，说实话，他心里开始有些没底了。好，没给他多想的时间，荒漠暴熊就发现了他的存在，咆哮着扑杀了过来。好快！猛虎出笼一惊，300的敏捷，周围也没有掩体，注定了他很难通过走位和位移躲过荒漠暴熊的攻击，只能硬挡。236，格挡状态下伤害减免不俗，但即使如此，还是被一个普攻给打掉了将近1半的血。猛虎出笼整个人头皮发麻，但还是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荒漠暴熊攻击的空隙抓到了机会。弧月斩，剑刃化作一个圆弧，精准无误地落到荒漠暴熊头上，而后一个不可思议的伤害缓缓飘起。0，猛虎出笼。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可能是蘑菇吃多了，出现了幻觉。作为极限加点流，在装备的加持下，他的力量值足足高达150，再加上弧月斩，极限的爆发绝对突破200，这也是他敢挑战深渊试炼最大的底气和来源。结果自信满满的一击，特么的打出个鸭蛋，这我还打个象拔蚌啊！极限一击没能对荒漠暴熊破防，猛虎出笼自己倒是破防了。这东西当真是人能够通关的？猛虎出笼头皮发麻，眼中全是绝望。他想不明白，
叶寒究竟是怎么战胜这种变态生物的？太荒谬了！但荒漠暴熊甚至没有给他思考和后悔的时间，风声呼啸间又是一巴掌拍了过来。而这一次显然是动用了技能。砰！420，猛虎归西。第54章，深渊的守望者。航城，虎虎生威工作室。作为大夏国内最顶尖的游戏工作室之一，在猛虎出笼的带领下，虎虎生威工作室的发展蒸蒸日上。工作室内部足足上百人，此刻几十号人在偌大的别墅中忙得不可开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此刻猛虎出笼正在向深渊级的升阶试炼发起冲击，而工作室的运营成员自然也是在大肆在网络上进行造势宣传。作为全世界范围内第2个到达10级的玩家，猛虎出笼的关注度可想而知，上亿玩家都在关注着他的动向。妥了，老大这次选择太明智了，无论冲击成功与否，我们都能获得极大的关注度，这次收益可不小啊。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靠在沙发上，看着暴涨的数据，脸上满是笑意。确实，要是能成功闯过，我甚至有把握好好运营一番，让老大的声望超过叶寒。另一人附和道：那到时候就全看你了，反正我肯定是相信老大的实力，小小一个深渊试炼而已，肯定起飞。西装青年哈哈大笑，对未来抱有希望。当然，老大。另一人本来也是笑着应和，但忽然表情就变得惊恐了起来，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东子，你咋了？西装青年一脸愕然地顺着那人的视线看去，下一刻他猛地朝沙发上跳了起来，整张脸都写满了恐惧。因为在工作室的角落，原本通过入睡进入了游戏的猛虎出笼，虚幻的身体不知何时回归了现实，而在他胸前无端出现了3道巨大的爪痕，大量鲜血狂涌而出，血腥味瞬间弥漫在别墅内。老大你怎么了？救护车，快叫救护车！被诡异生物击杀意味着猛虎出笼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同被抹杀。这位纵横多款网游打下赫赫名声的顶级玩家，终究是为他的自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此时的明明如月等人依旧对此一无所知。与此同时，20级深渊试炼，这里是一个大裂谷，狂风呼啸，碎石纷飞。轰！灼热的龙息从天落，狠狠地砸落在谷底的岩石巨人身上。12350，高额的伤害瞬间飘起，一道小巧玲珑的灰色身影急速穿梭，锐利的龙爪在岩石巨人身上留下一道道爪痕。以小灰现在的体型和这身高接近10米的庞然大物比起来，和苍蝇没有任何区别。但就是这道看起来还没断奶的软萌身影造成的伤害，让岩石巨人痛不欲生。唰！2364，随着一爪落到岩石巨人的脑袋上，这个强度堪比20级魔化 BOSS 的深渊试炼守门员血量被彻底清空，由岩石组成的躯体轰然炸裂，化作一颗颗巨石滚落在地。干得漂亮，小灰！江寒笑着鼓励了一声。嗷呜！小灰扇动着翅膀落到他身边，昂起小脑袋，一副傲娇的表情。那当然，他可是高贵的龙，这傻大个怎么会是对手？江寒准备拍拍小灰的脑袋，没想到小家伙直接一甩头，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他也只能无奈收回手。不过确实强，眼前这岩石巨人的基础血量高达2万，虽然比不上游荡者，但那毕竟是君王级别的 BOSS。 对于20级的属性来说，血已经很厚了。就是这种诡异魔化 BOSS 在小灰的手上甚至没能撑过3秒钟，一口龙息加几个普攻直接解体，死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刷这种同级的魔化 BOSS 比别人刷小怪还要快得多。不出意料的，岩石巨人爆了2件暗金装备：岩石巨剑、双手剑，品级暗金，效果暂未鉴定；岩裂大锤，品级暗金，效果暂未鉴定。不错不错，其他地方的 BOSS 可没有这么高的爆率。江寒捡起2件装备，心情愉悦地走向下一位受害者，不是诡异 BOSS。嗷呜嗷呜！小灰的咆哮声响彻整个大裂谷。毫无意外，之后的 BOSS 虽然强度比起岩石巨人来说又有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血量更是一路飙升，比起之前的游荡者还要恐怖得多。但在小灰这样一个无情的输出机器面前，顶多也就是能多撑上一段时间而已。鏖战半天才艰苦获得胜利什么的，这种事根本就不存在好吧。江寒一路跟在小家伙屁股后面，就负责给 BOSS 收尸，刮一刮装备。路上遇到好看的风景，就顺道拍个照片纪念一下，躺上一躺。总之就一个字，舒服的一笔。知道的是来闯升阶试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度假的。就连走路花费的时间都不知道是打怪的多少倍。在这种高效率的击杀之下，4个魔化级别的 BOSS 相继倒下。半小时后，终于是见到了最终 BOSS—— 深渊地守望者君王，等级
20，生命20万，力量3000，体质2万，敏捷2000，精神3000，天赋未知，技能未知，来自深渊，归于深渊。同样还是君王级 BOSS， 不过相比于游荡者来说，眼前这守望者就没有那么极端了，更偏向于肉弹，各方面的属性都很均衡，无论是法系伤害还是物理伤害，都比起游荡者要高一个档次。血量更是来到恐怖的20万，但这一次的难度比起上次来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降低了。不仅是因为小辉成长了，而且江寒也多出一个神级职业。这种肉坦类型的 BOSS 只有当沙包的份。开杀！随着江寒一声令下，小辉毫无畏惧地冲向了守望者。6666号新手村试炼神殿外，明明如月等几人百无聊赖地坐在大殿外。看来这深渊试炼的难度还真是不小，都过了半小时了，猛虎还没出来，应该是遇到麻烦了。苏苏服服看了看时间，若有所思。毕竟是最高难度，也正常，再等5分钟，如果没消息，我也去闯深渊试炼了。明明如月说道，时间宝贵，总不能一直等着他，也许攻克这试炼就需要小半天时间。说的也是。苏苏服服深以为然，以往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磨死一个 BOSS， 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是巨大的折磨。看来这深渊试炼并不简单。叮！忽然明明如月耳旁响起急促的提示音，谁发的消息这么急？是你小女朋友催你交公粮了？苏苏服服一脸揶揄道。滚蛋！是我们工会的人，可能有什么事吧？明明如月笑骂了一句，随后接通了消息。而后苏苏服服就看到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没有一丝血色。怎么了？苏苏服服赶忙追问。明明如月声音低沉，猛虎他死在深渊试炼里了，失败了。苏苏服服眉头一皱，看来这试炼的确难，但也不至于表情这么夸张吧？不，我是说猛虎在现实生活之中死了。明明如月神情难看。不可能吧？苏苏服服猛地起身，面色巨变。你的意思是猛虎因为闯关失败，现实也一同死了？是。明明如月面色沉重的点头。而且他们工作室的人说，半小时之前就死了，就和被什么生物袭击了一样，被开肠破肚，送去医院抢救，没救回来。如果真是这样，也就意味着他才刚刚进入深渊试炼，就死在了里面。苏苏服服一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猛虎出笼的水平他是知道的，绝对顶尖。可就连这样的人，在深渊试炼里面竟然栽得这么惨，那叶寒是怎么通过深渊试炼的？差距也太大了。苏苏服服有些失魂落魄，一想到刚才还想闯深渊试炼的念头，他就不禁有些后怕了起来。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水平现在去肯定是找死。明明如月顿了顿，接着猜测道，而且我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以猛虎的水平，不可能会有人拉他拉那么远。这叶寒能通过深渊试炼，或许是利用了某些漏洞，他也很难复刻这种奇迹了。苏苏服服苦笑一声，谁知道呢？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太厉害了，和我们不是一个维度的也说不定。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无论如何，猛虎的死原因一定要弄清楚。明明如月深吸一口气，我先下了，这试炼我暂时不闯，你随意。我也不敢闯了。苏苏服服摇头，出了这种事，谁还敢以身犯险？两人一拍即合，准备离开。就在这时，系统清脆的机械声突兀响起。叮！系统公告，大夏国玩家叶寒通过了20级深渊试炼，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通过20级深渊试炼的勇者，奖励史诗级道具英勇之石，大夏国战区点+1，特此公告。苏苏服服，明明如月。第55章，第2块深渊之石残片。公告声依旧萦绕在耳畔，久久不息。两人面面相觑，一脸懵逼，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作为顶级玩家，二人经历过的大风大浪太多了，若是平时听到这种消息，他们固然会惊叹，会疑虑，但绝对不会如此失魂落魄。可猛虎出笼才刚刚身死，让他们笃定这试炼是没有人能完成的。结果下一秒，现实就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大逼兜，20级深渊试炼，他竟然也通过了。明明如月长长吐了一口浊气，眼神复杂，这是什么实力和理解？恐怖！苏苏服服苦笑道，太恐怖了，这人简直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玩家。明明如月叹道，看来以后的开荒计划不能以他作为蓝本，否则究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猛虎他有些冲动了。的确，苏苏服服神情沉重的点头。同为顶级玩家，他们和猛虎出笼之间谈不上有多好的交情，但总归是有些惺惺相惜。
眼下一个顶级高手死在了深渊级试炼，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虽然不知道叶寒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但可以肯定是，不光是等级，就连实力，叶寒也是一骑绝尘。因为一次两次还可以解释为巧合，但当这么多巧合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绝对的实力。我先下了，后续的升阶计划需要调整一下。明明如月说完，便动身前往安全区域。苏苏服服沉默不语。在虚拟网游如此高度化发展的年代，游戏工作室早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任何一个工作室都会为顶级玩家定制一个完整的开荒计划，包括等级、技能选择，甚至是每天刷怪的路线和地点。也正因为如此，明明如月等人的等级才会领先其他玩家那么多。技术是一方面，完整的规划也是一方面。可今天随着猛虎出笼的惨死，苏苏服服绝对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室之前定制的计划，都将成为一张废纸，因为他们的参考对象都是叶寒。变天了。良久，苏苏服服重重叹了一口气，也朝着安全区域赶去。同时，猛虎出笼挑战深渊试炼失败身死的消息也迅速传播开来。得益于之前工作室花费重金的大力宣传，以及末日本身的热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有上亿人得知了这个消息。一条消息冲上了排名第2的热搜：猛虎出笼挑战深渊试炼失败，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卧槽！卧槽啊！连虎神这种猛人竟然也过不了深渊试炼吗？这强度是不是太逆天了一些？何止是过不了，从时间点来看，甚至连1分钟都没撑到。重点是，虎神怎么死在医院了？难道说只要没通过升阶试炼就要死在里面吗？这未免也太残酷了吧！是啊，如果真是这样，除了叶寒之外，谁还敢去闯升阶试炼？我们还玩个毛线！太残忍了，这个游戏根本就不是给人玩的。还有没有大佬试过其他难度？有谁能联系上叶寒，问问什么情况吗？什么叶寒？叫叶神？这特么才是末日的唯一真神！议论连绵不绝，如同浪潮。而其中的重点，毫无疑问是关于升阶试炼本身。虽然现在绝大部分玩家的等级甚至还不到3级，但等级总归是能升上去的。届时，如何去通过升阶试炼，又是一个大问题。难道说所有人都要卡在10级不成？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刚刚抵达10级的那一批顶尖玩家，全部都不敢进入升阶试炼了，等着有人能够现身说法。只可惜末日没有官方，也太过神秘。这些问题答案不会自己浮现，只有自行探索。与此同时，20级试炼之地，看着守望者尸体缓缓消失，江寒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和游荡者一样，这个君王级 BOSS 依旧没有爆出任何装备，有的只是一块反射着金光的残片。捡起一看，深渊之石残片2，品阶未知，不可鉴定。果然，又是深渊之石的残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江寒看着躺在物品栏角落的2块残片，皱了皱眉头。击杀游荡者掉落了残片1，现在守望者又掉落了残片2，那么之后的深渊试炼掉落的，是不是同样也会是残片3、残片4？这似乎是一个从10级就开始的任务链，就是不知道是装备、道具还是技能一类。江寒若有所思，同时心里也升起了期待。横跨这么多等级，需要挑战这么多次深渊级难度的试炼，这不奖励个天灭级的道具装备什么的，能说得过去。甚至是传说中的圣断级道具也不是不可能，只可惜要想完成，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了苗头就行，船到桥头自然直。江寒收起道具，带着小辉离开了试炼之地。唰，白光一闪，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大殿之中。哗，此刻早就有不少守卫在等候着，一见到江寒的身影，就瞬间将他给围了个水泄不通。果然啊，我就说既然敢挑战深渊级的试炼，叶寒阁下一定能通过，你们还不信？哈哈，晚上得请我喝酒。谁不信了？不是你厚着脸皮自言自语的，晚上请你喝个大坤巴，你喝不喝？哦，还有这种好事？几名守卫你一言我一语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看向江寒的眼神也是多出了几分钦佩。那种热情劲让江寒一时间都有些不适应，被一群大老爷们用这种眼神盯着，还真是让他有些发毛。那什么？江寒轻咳一声，提醒道：诸位，我通过了试炼，是不是该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哦，是有的，您稍等。为首的金甲守卫忙不迭地从一旁的华贵盒子中取出一颗小小的玉石，交到江寒手中。英勇之石，品阶史诗，描述具备不凡的力量，可以用来强化英勇之辉。第56章强化与交易，居然是强化道具。江寒眉头一挑，原本以为是和天灭之石一样的功能性道具，没想到是英勇之辉的专属强化。不过
也不错。将英勇之石收起之后，江寒离开了试炼大殿。悲催的是，在末日中，玩家虽然可以在自由状态下原地下线，但却不能自主进行传送，只能跑回去。好在是现在等级上线解锁，又可以重新获取经验了，路途上还能顺便升级。一路边走边杀，2小时后，江寒回到了枫叶城。一进城门就直奔上次的锻造商铺。哟，贵客您又来了！一看到江寒，正葛优躺的老板当时就是一个机灵，陪着笑脸搓着手走了过来。这回是要打造装备还是鉴定？鉴定几件装备，顺便强化个徽章。江寒从物品栏取出在试炼中爆出的几件暗金装备。我的个妈！即便是有了心理准备，可当看到眼前青年跟掏大白菜一样掏出足足8件暗金装备，店铺老板依旧还是表示不能理解，并且大为震惊。不是，哥们，你混哪个批发市场的？谁家好人一掏就能掏这么多暗金装备啊？上次来鉴定这么多暗金装就算了，这才隔了多久又掏出一裤裆的暗金装？哥哪进的货？那什么？虽然知道有些事不能多问，但店铺老板还是忍不住开口：贵客，你这些装备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我看看也不能去弄几件。哦，升阶试炼里顺手杀了几个魔化 BOSS， 运气好就爆了。江寒无所谓道。店铺老板，那没事了。店铺老板一声不吭，拿着装备老老实实开始鉴定。学不来，学不来。叮叮叮。也许是心情太过紧张，这一次店铺老板鉴定的成功率稍微有些下滑。8件暗金装备，一共鉴定了11次。不过无所谓，也就1100金币而已。而且有2件装备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暗金戒指，还有一件暗金斗篷。荒漠长袍 LV 20，品阶暗金，精神加20，体质加100，伤害减免正 3%。荒漠戒指 LV 20，品阶暗金，力量加60，暴击率正 5%， 暴击伤害正 5%。荒漠长袍自然不用说，看属性就知道是为法系职业量身打造的。至于荒漠戒指，其实更适合物理职业，而且属性词条堪称极品。但在残暴之章的被动下，暴击和暴击伤害对江寒来说也是巨大加成。至于力量，虽然差了那么点意思，不过也能通过兽神之玉分享到小辉身上，也还能接受。将2件装备给佩戴上，又是一波属性的提升。另外还有这个。紧接着，江寒取出了英勇之辉和英勇之石，有多高的强化成功率？这，下一刻，店铺老板的眼神就肉眼可见的灼热了起来，直到彻底变态。史诗级的徽章和对应的强化道具。对，有多大的几率强化？江寒问。100%，那肯定是100%啊！店铺老板只差没流哈喇子了，激动的不能自已。他是真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竟然有机会能看到这种品阶的东西。原本以为暗金级的装备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这年轻人现在拿出的东西，那才叫重量级。我今儿个是祖坟冒了青烟不成？100%。江寒一愣，有些狐疑，连暗金级都才 80%， 史诗级能是100%？店铺老板赶紧解释道：嗨，贵客你有所不知啊，这种品级的装备只要有对应的强化道具是不可能强化失败的，只要有1级锻造技能就可以了。原来如此，江寒恍然。前世他虽然也见过这种专属强化道具，但最高也就白银级别，史诗级估计全世界都没有玩家见到过。那鉴定费用呢？不用。店铺老板激动不已，这种级别的东西对锻造师的水平大有帮助，而且过程简单，多的是人抢着要鉴定。这样啊，江寒摸了摸下巴，那我要是拿到其他人那里去，是不是还能从他们那要点金币来着？啊，店铺老板瞬间就尬住了，讪讪道：理论上是这样的。懂了。江寒收起2件道具。别！店铺老板立刻就慌了，贵客，这次你要是在我这里鉴定，这次其他装备的鉴定费用就全免了。江寒充耳不闻，继续迈步。奶奶的！店铺老板犹豫了一会，咬牙大吼：以后的鉴定费用也全部都免了。这还差不多。江寒笑容灿烂的转过身：不勉强你吧？不勉强。店铺老板抢笑道，心里却是痛得在滴血。这也是下了血本了。不过他距离鉴定技能突破下1级，只差这临门一脚了。这交易也不算亏，当然，这是他自认为的。很多年以后，有人曾问过闻名大陆的神级锻造师达尔，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是什么？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竟然激动的当场流下泪水，表示当然是在枫叶城里做的那桩交易。特么的，那个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完全是把人当成生产队的驴在使啊！老子起码少活5年。很好，
那就开始吧。江寒取出英勇之辉和英勇之石。好嘞，保证不让贵客您失望。达尔舔了舔嘴唇，眼神无比火热。叮！很快，一阵金色的光芒亮起，宣告强化成功。英勇之辉传奇级。描述：勇者的证明，只有通过炼狱级试炼才有资格获得，这是帝国无上的荣耀。经过英勇之石的强化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了。基础属性加50，全属性抗性正5%，魅力加3，英勇之力被动，生命值降到30%以下触发，力量提高10%，精神提高10%，持续5分钟。传奇级徽章。第57章猎杀 BOSS 等级提升，竟然是传奇级的徽章，我这辈子值得了。达尔整个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作为一个锻造师，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这种级别的道具，而且还是他亲自鉴定出来的。这一刻，他觉得方才的决定简直是再正确不过，直接就升阶了。就连江寒也很意外，他倒是想过英勇之辉属性会提升，但没想到提升这么大。同时，这也是他接触过的第一件传奇品阶。到目前为止，似乎也就是传说中的圣段级别的道具没碰过了，也算是一个成就。将英勇之辉佩戴上，江寒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叶寒，职业：财神，唯一，兽神掌控者，唯一，等级20%， 10.00%，基础状态：生命值2500，魔法值16690，饥饿值100，基础属性：力量556，体质250，精神1669，敏捷165，高级属性：暴击25%，暴击伤害215%，伤害减免3%，其他属性抗性5%，暗属性抗性10%，特殊属性：幸运65，魅力68。2件暗金级装备，再加上1件传奇级徽章，各方面的属性都有了极大的增益，尤其是生命值直接翻了1倍不止。说实话，即便是小辉不上阵，就现在他这个面板也甩出了其他玩家108000里。随意一个火球术，伤害就能轻易突破2000，若是打出暴击，那就是4000的伤害。当然，这只是理想情况下，若是算上敌人的减伤，这些 buff 会低一些，但也同样足够惊人。从锻造铺离开之后，江寒径直赶往灰雾谷。本来按照最初的计划，到达20级以后，这附近的确是有几个隐藏任务可以激活，但对于现在的江寒来说，这些任务的奖励倒是可有可无了。因为就算人品爆发，能拿到的最好奖励也就是暗金级别的装备，而对应每个任务需要花费的大量时间，这点收益显然是划不来，还不如专心升级。雾气缭绕，一口龙息一闪即逝，狠狠地轰击在一头浑身漆黑的半人高老鼠身上。12355，高额的伤害之下，这头30级的凶残怪物瞬间灰飞烟灭。嗷呜！小辉雀跃地欢呼一声，对他来说，这练级的过程更像是在做游戏。江寒神色悠闲地背着手，时不时轰出一道火球术，惬意得很。说起来，进入游戏这么几天，他好像还真没有正儿八经的练过级，更多的时间不是赶路，就是在偷龙蛋、闯迷宫。严格来说，练级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就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可即便如此，依旧高居排行榜的榜首。要知道，其他的玩家那都是一天8个小时都扑在练级之上的，效率的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轰！轰！轰！在一人一龙的狂轰滥炸之下，整个灰雾谷的30级区域都乱了套，怪物死的死，逃的逃，就连平时在这里称王称霸的几个 BOSS 也是被吓得屁滚尿流。只可惜普通的怪物还有逃脱的可能性，毕竟数量太多，也确实顾不过来。但这种目标巨大、奖励不菲的 BOSS 级怪物，江寒自然是不可能放过。4小时后，轰！灼热的龙息爆发开来，小辉闪动着翅膀，小小的爪子在空气中划出几道弧线。12300， 2654， 2339，一连串的恐怖伤害自一条通体血红的巨蟒身上飘起，高额的爆发伤害让这条30级的变异 BOSS 血条清空，再起不能。叮！恭喜你成功击杀30级变异 BOSS 灰雾蛇王。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21。叮！恭喜你，你的御兽小辉等级提升至 LV21， 升级了。江寒咧嘴一笑， BOSS 掉落的几件道具收起，运气不错，爆了一件黄金级别的装备，还有一个物理职业的2级技能书。不过相比于这些，江寒更在意的还是 BOSS 本身带来的经验。越级击杀变异级 BOSS 带来的经验极其恐怖，也正因为如此，比起在回程路上的时候，在灰雾谷的升级效率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4个小时就涨了90%的经验条。要知道上一世
江寒在20级阶段，平均升1级就需要4天时间，而那已经是处于上游水平了。即便是最顶尖的玩家，在专业团队的规划之下，也最多是保持在2到3天才能升1级。现在呢，4个小时就涨了90%的经验，再加上他每天的游戏时间足足有13个小时，就算寻找 BOSS 需要消耗不少时间，一天至少也能升2级。这种升级速度，保底是其他顶尖玩家的6倍以上，不出5天就可以提升到30级。继续将升级带来的30个属性点全部加到精神上，江寒长长吐了一口浊气，带着小辉继续寻找其他的野外 BOSS。时间流逝，很快又是4个多小时过去。叮！恭喜你成功击杀30级变异 BOSS 裂地岩虎。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22。叮！恭喜你，你的御兽小辉等级提升至 LV22。随着又一头变异 BOSS 倒下，等级再次提升，来到22级。看了一眼时间，正好游戏时长即将抵达上限。小辉走了。带着小辉，江寒迅速离开了灰雾谷。在末日里，除了身处某些特殊区域，只要玩家处于自由状态，就可以随时下线。从理论上说，就算是身边有怪物，只要没被锁定，也能直接完成下线盾。但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因为你无法保证下一次上线的时候究竟会遭遇些什么。万一刚好遇到 BOSS 路过，被一巴掌给拍死，那可真是连叫冤的机会都没有。事实上，有不少玩家就是练级兴奋过头，导致时间没有规划好，打怪打到一半被强制踢出游戏，等到再次上线时被怪物围殴致死。在安全区下线才是最稳妥的做法。不过灰雾谷距离安全区距离不短，江寒就近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下线。第58章混乱的开端。按照惯例看了一下论坛的热点，玩家猛虎出笼身死，深渊级试炼究竟有多恐怖？普通玩家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不出意外，映入眼帘的正是昨天扬言要挑战深渊试炼的猛虎出笼死亡的消息。江寒早有预料，内心并没有什么波澜，甚至都没有点进去的欲望，手指继续滑动。叶寒等级再一次变动，一天狂升2级，目前依旧高居排行榜第一，谁能阻止他？22级如同吃饭喝水，妖兽难道等级越高升级越简单吗？有没有大神现身说法？继大夏国之后，米国也被末日笼罩，专家推测这款超自然现象的游戏一定会逐渐席卷全球，入睡就会进入游戏，末日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未来何去何从？接下来的消息无非也是一些关于末日的新进展，以及围绕着夜寒升级速度的讨论。显然，随着和后面玩家差距的继续拉大，江寒的影响力还在持续上涨。不过，作为当事人的他却是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是下方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玩家清风翠竹带领团队攻克困难级升阶试炼，现身说法，在试炼死亡其实不会直接影响现实。答案就在直播间。清风翠竹，江寒皱了皱眉头，这 ID 有些陌生。在脑海中搜索了一圈之后，他确信前世大夏的顶级强者之中没有这号人物。略微思索了一下，江寒点进了直播间。此刻，直播间内面容姣好的女主持人正在采访一名长相清秀的青年清风翠竹。作为第一个通过困难级别升阶试炼，同时也是继夜寒之后第一个通过升阶试炼的玩家，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其实没什么感想，只能说运气不错。而且我要纠正一点，我并不是单人通过升阶试炼，而是带领我的团队侥幸攻克了升阶试炼。清风翠竹谦虚地笑了笑。原来如此。主持人点头。不过刚才的措辞我有留意到，你用了运气不错和侥幸这2个字，是不是意味着困难级别的升阶试炼对你来说难度很大？清风翠竹神情瞬间就严肃了起来。不光是对我来说，而是对所有玩家来说都是这样。实际上毫不夸大地说，在整个大夏国范围，我可能比不上苏神和虎神他们，但水平绝对也是顶尖。我团队的其他成员也差不多如此，但即便是这样，在攻克困难试炼的时候，我们依然出现了人员的折损。我没有夸大事实，希望各位玩家在挑战的时候充分衡量自己的水平，末日的难度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主持人没忍住惊讶，团队出现了人员折损，那现实生活中？放心，清风翠竹笑了笑，现实生活中他们没事，只不过游戏属性确实是下降了不少。原来如此，主持人这才松了口气。清风翠竹继续道，另外，我们和试炼大殿 NPC 的深入交流过，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一些信息。如果没猜错的话，只有挑战深渊级试炼失败，现实生活才会一同死去，其他难度的试炼失败了，惩罚虽然很严重，道具装备和属性都有损失，但起码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这也是我之所以同意采访的最大原因。我必须要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去盲目尝试深渊级试炼。清风翠竹深吸一口气，沉声道：“那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够通过的试炼，玩家的极限是噩梦级。很有用的消息，感谢你的无私分享。”主持人眼中闪过一丝钦佩。不过我这边也了解到，叶寒同样是我们大夏国的玩家，他竟然通过了深渊级的试炼，而且还是2次。作为同样的顶级玩家，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同为顶级，清风翠竹自嘲一笑。可别，我可没有自大到这个份上，压根不是一个维度的，没有可比性。是这样吗？主持人有些意外，竟然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我对游戏的理解不是很深，相信绝大数人也是如此。你能用一些便于理解的说法来为我们解释一二吗？清风翠竹沉吟了一下，一字一顿道：“就这么说，现如今等级排行榜上的其他玩家加起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有点意思。”与此同时，京市一间布局典雅的小院中，一名长相俊朗的青年饶有兴趣地盯着大屏幕的采访，嘴角玩味。连排行榜其他的人加起来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这样的人若是能够为我所用，我想在末日世界里，我就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福伯少爷有什么吩咐？一名精神矍铄的中年人恭敬应道：“动用一切资源去给我查到这叶寒的信息，能在现实中找到最好，如果不能，就在游戏里找到他的位置。他不是9527号新手村吗？转告江城的总督，让他手下的人密切关注叶寒的消息，最好能让我和叶寒面对面交谈。”俊朗青年懒散道：“我的判断是对的，如今末日影响力实在太大，这种人才必须要掌握在手里。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是我手中最锐利的一把刀，借助这种影响力，能够扫平我登顶的一切障碍。”可福伯犹豫了一下，家主特意交代过，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这名玩家的事，官方有专门的安排。而且内测的第2天，您就已经不顾危险进入末日了，若是再让家主知道这件事，恐怕……俊朗青年眼睛一眯，闪过一丝危险的气息。知道了。福伯立刻低下头，不敢再多说什么，默默退下。末日啊！俊朗青年缓缓踱步到窗边，他看着院中那棵已经长了100年的老梧桐树，神色悠闲，真是有意思。至于为什么面对在末日中断档是第一的玩家，他依然如此自信和傲然，原因也很简单，即便在这权贵云集的京市，他也依旧是站在顶端的人物。无论那叶寒在虚拟世界如何翻手为云，可人终究是活在现实中的，不是吗？此刻江寒自然是不知道，简简单单的一个采访，火竟然都能烧到他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极力隐藏身份的最大原因。树大招风，在末日的能力能够映照到现实之前，这些高高在上习惯了的大人物依然还秉承着以往的观念，傲慢地觉得自己还能掌控一切。事实上，像苏苏服服、明明如月等顶级高手，或是无奈，或是自愿，总之无论什么原因，都已经接受了不同势力的招安。江寒作为排名断档是第一的存在，在现实中也用一定会有人会按捺不住冲动向他露出獠牙，这不是巧合，而是新老秩序碰撞之下的必然。